我查酒驾竟然将厅级大领导送了进去。事后女朋友怕事情连累到她，迅速与我分手，投向县委书记儿子的怀抱。我也不出所料的被下放到乡镇去守水库。就在我痛恨自己亲手将未来毁掉时，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只因当晚我秉公执法的视频被热心群众传到网上后爆火。从那之后，我一路平步青云，凭借此次事件几年时间就做到副市长职位。然而天际在抵抗洪灾时，我因疏散群众被卷入茫茫大水之中。再次睁开眼时，我重生在查酒驾的那晚。随着我的女友居然也跟着重生了，聪明的她想替代我解锁新灯。支队长，今晚大枫桥查酒驾，我申请参加任务。小茹啊，今晚风雪大，你一个女同志不方便，尽可能让男同志去。有哪位男同志愿意去的，发扬一下风格。支队长，还是让我去吧。困难本来就是磨砺人的，风雪交加算什么？宣誓的时候都说好了的，有困难党员先上。我大二那年就加入了。所有同事都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思议。硬气啊，燕如，下次年度评选单位劳模，我投你一票。一旁的林峰听到这话，他就知道刘艳茹肯定也重生了。今晚不管谁去查酒驾，都将是仕途青云的大好机会。前世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美事，这一世他要捷足先得，必须快人一步。除了燕如之外，没人报名了是吧？那我就点名了。林峰，既然你女朋友去了，你就别参加了，也没补贴，总不能让你们小两口都去发扬风格。行的，陈队，我就不去了。真以为今晚的一场酒驾能改变命运吗？没有人知道前世的一路青云和这次查酒驾根本无关，而今晚真正的好机会根本不在查酒驾，而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唐雪妍，她是时任江南省副书记唐丰年的亲闺女，在这一晚上因为风雪太大而车轮打滑，落入江中，丢掉了年轻的生命。老天爷既然给了我这次重活的机会，我还去查什么酒驾？救人才是最重要的。救了唐老的亲闺女，还怕不能走上青云之路吗？所有人都去准备装备，15分钟之后出发。林峰，我们分手吧。为什么？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吗？刘艳茹松了一口气，看来这家伙没重生。林峰当然是故意这么做的，一来他重生的事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所以此刻演戏越逼真越好；二来他很想看看刘艳茹这个女人能找出什么精彩纷呈的分手理由。你花样太多，每次在一起后我腿都是软的，我腻了。不好意思，的确是我太强，那就祝你以后找个不太行的。林峰答应的很决绝，主要是因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前世唐老的闺女失足落水，大概在晚上8点半，现在已经是7点45了，自己距离案发地点还有10多公里，时间并不充裕。林峰，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分手，分手你懂吗？麻烦你认真一点。知道了。林峰说完，开上破桑塔纳，头也不回的直接朝着市郊方向疾驰，丝毫不顾雨雪交加。晚上8点20分，唐雪妍的车子发生了失控，就在这时，一辆桑塔纳猛然间冲过来，跟他并排。喂，姑娘，你是不是车子失控了？把车窗落下来，听我说。是啊，救我，救我啊！控制好方向，尽可能的把自己贴在座椅靠背上，我用我的车把你刮停，听明白了吗？镇静点。好，我听你的。别害怕，有我呢。我给我爸打电话，我要打个电话。你慢慢操作，别着急，别怕。突然间，一直跟在后面的2辆商务车围了过来，他们本来只是跟踪，只需要看着这位唐大小姐连人带车下海就可以了，没想到临时碰上了见义勇为的，于是几个人戴上鸭舌帽和口罩，直接拿着甩棍冲了下来，甩棍直接朝着林峰的脑袋砸过来。狗杂种，多管闲事，去死吧！商务车的司机一看情况不对，立刻开车过来带人助攻。林峰没有去追，他现在要做的是让唐雪妍记住救了他的大英雄，而不是真的去做英雄。喂，爸，我遇到劫匪，在明月桥出了车祸，快来救我！妍妍，你说什么？妍妍，喂，你说话，妍妍。唐雪妍又冷又怕，话没说完就晕了过去。林峰拿起手机，对面一直在呼喊唐雪妍。林峰想了想，直接把手机扔在了地上。着急的程度不够，感恩之心就不强。你继续叫吧，我先带你女儿去医院了。重活一世，林峰太明白，江湖除了人情世故，还有走不完的套路。挂上点滴，2个多小时后，唐雪妍缓缓地醒了过来，林峰则是一直在旁边守护，寸步不离。而整个临江在这短短2个小时内天塌了，所有的警力全部被调动，所有的一线公安干警全部出动，就算是绝地3指，也要找到我的女儿。我闺女出现任何问题，所有人全部都等着给老子受处分。这2个小时，不知道多少人脑门上的汗都没干过。就在这时，房门被推开了，站在门口的不仅有临江市委书记、政法委书记，还有省厅长、市局长、各级分局局长等等。最后推开众人冲进来的是穿着黑夹克、双鬓灰白的唐丰年，还有身材苗条、看起来只有30来岁模样、气质优雅的女人柳凤仪。她见到病床上女儿那一刻，眼泪潸然滚落。看到这一幕，林峰知道这一波稳了。妍妍，你有没有事？现在感觉怎么样？妈，我没什么大事，害你和我爸担心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你要是出事了，爸妈可怎么活啊？唐雪妍也是一阵后怕，自然对从天而降的大英雄就更为感激。妈，是他救了我，要不然我真的要吓死了。妈知道，我们全家都要好好谢谢他。
谢谢爸爸妈妈、叔叔们，害你们担心了。没事的，妍妍，你好好休息就是。省厅的齐厅长以及临江市的赵书记等所有人听到这话，全都松了一口气。今晚这种情况，如果唐丰年的女儿真出事了，这些人的帽子全都要摘个遍。唐丰年和柳凤仪夫妇二人缓过劲来后，深深地对林峰鞠了一躬。我叫唐丰年，谢谢你，小伙子，你救了我全家的命。看你年纪也不大，关键时刻能够毫不犹豫地出手救人，这很好。你叫什么名字？叔叔阿姨，我叫林峰，我也就是举手之劳而已，你们不用这么夸我。只不过什么？唐叔叔，我是开单位的公车，当时情况紧急，为了逼停妍妍小姐的车辆，我选择了用车子剐蹭来卸礼，所以我的车子有点损毁，可能回头需要你们配合，跟我回单位找我们领导说明一下情况。妥妥的套路，简单的一个请求，既表明了自己也是公务员，也在体制内，又很小白的表现出自己并不知道对方的强大身份的事实，以此来坐实自己是纯粹的见义勇为，而非制造巧合。没问题的，林峰。那么你是什么单位的？临江市下辖的辉明县交警支队3大队的交警。你好，林峰同志，你的问题我知道了，我会亲自到你们单位去一趟。好的，唐叔叔，那就麻烦你了，太谢谢你了。林峰并未表现出任何的惊讶，因为按照常理，一个没有级别的小交警不大可能知道这种人物的名字。唐叔叔，你女儿这边医生说没什么大碍，就是受到了点惊吓，点滴挂完后休息个1-2天就没事了，其他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这种大人物往往生性多疑，见惯了太多被设计的邂逅和偶遇，所以林峰必须及时抽身，才能避免被怀疑。细节决定成败了。等一下，柳凤仪拿出了一张银行卡。小林同志，你给妍妍垫付了医药费，我看到了，这卡你拿着，除了医药费之外，算是我们全家给你的感谢费。这怎么可以啊，阿姨，我不能要的。收下吧，小林，你阿姨和我是真心感谢你的。时任江南省副书记，他显然不愿欠这么大的人情，这也是谨慎行事的一种。一个省委副书记怎么可能愿意欠人情债务？但是林峰公务10年，巧妙化解的本事大了去。唐叔叔，这个钱我如果收下，那我就亏大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已经亏大了，什么意思？您想啊，唐叔叔，本来我还可以吹一吹我见义勇为了，我们领导也会奖励我的。我现在收了您的钱，以后就不好意思吹这光荣事迹了，我不就亏待了吗？嘿嘿，开个玩笑。其实唐叔叔真的只是举手之劳而已，而且我还是公务员，我相信就算是普通老百姓见到这种事，也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救人的。我只是做了每一个受党和国家教育过的人都会做的事而已。一番话下来，所有人都眼前一亮，既巧妙回绝了，又给所有公务员群体脸上镀了一层金，领导脸上自然更加高兴。好吧，林峰同志，那就再次对你表示感谢，这是我的名片，回头等妍妍出院了，到家里来，我们全家请你吃顿饭，这总行吧？好的，唐叔叔，那我肯定准时到。就在这时，唐丰年的电话响了起来。什么？一位主抓招商的副市长畏罪跑了？好，我知道了。挂断电话，唐丰年脸色忽然变得深沉无比，如同寒霜。齐厅长，刚刚得到消息，丁福珍副市长在半小时前突然坐上了一架外国航班，已经潜逃，马上追捕，要快。好的，唐书记，我立刻出动。丁福珍，林峰很快就想到了这个名字，临江市的副市长，前世的腐败分子，因为主抓招商项目，趁机官商勾结，损公肥私。但是前世林峰记得很清楚，他根本不是今天晚上跑掉了，今晚跑掉的只是一个替身，打了个幌子。怎么办？该不该提醒一下唐丰年？对于唐丰年来说，这个丁福珍非常重要，跑了一个丁福珍，剩下的一丘之貉就会平安落地，对手平安了，他就撤走了。就在林峰纠结的时候，齐厅长接到电话，然后黑着脸汇报情况。同为交警的我跟女友一起重生了，然而还没等我开口说话，他就抢前一步找到队长申请前世我意外查到厅级领导酒驾的任务，只因当初凭借那个任务的能量，让我在短短几年内由小科员升到副市长，所以他想捷足先登替代我。然而他没想到的是，真正的大机缘早就被我拿到了，那就是成功营救了时任省委副书记的女儿唐雪妍。随即我就受到省委副书记邀请，一起抓捕陷害他女儿的幕后凶手。唐书记，不好意思，刚刚得到消息，丁福珍乘坐的美联航 A8875飞机已经起飞，没办法拦截了。那就在国际机场设法拦截，抓捕引渡。不行啊，唐书记，我们和美联航飞机没有引渡条约，这一次恐怕。唐叔叔，能不能借一步说话？唐丰年怔了一下，出于对林峰这小子的好感以及女儿救命恩人的关系，尽管此刻工作很忙，还是点点头，带着林峰到了医院走廊。怎么了，小林？唐叔叔，刚才你们说丁福珍副市长临时跑掉了，已经乘坐了飞机，我觉得这不可能，上面没有下明确的抓捕命令，他就算是知道自己罪大恶极，也不可能突然铤而走险，更何况畏罪潜逃相当于主动暴露，一旦被抓，一点余地都没有了，正常人是不会这么做的。什么意思？你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可能是个幌子，人可能还在临江，假身份或者假信息都有可能，风头过后再潜逃，真身先藏匿，才符合一个聪明人的行事作风。前世林峰大概记得丁福珍的真身藏在临江一家小宾馆里面，藏了足足3个多月，而那家宾馆就在他们家附近没多远的小巷子里。有道理啊。那按照你的想法，替身走了，真身会藏在哪儿呢？灯下黑，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唐叔叔，我建议以家庭常住地址为中心，辐射范围3公里内。依据什么分析的？人性的弱点。
好一个人性的弱点。随后，唐丰年叫来了齐厅长，以丁福珍的家庭常住地址为中心，辐射范围5公里内，务必掘地3指，给我一个一个的查。宾馆、网吧、台球厅，所有公共场所全部彻查。好的。还有一件事，唐叔叔，今晚妍妍小姐的事情不是意外，她的车子一直在被人跟踪，我救下她之后，那些人冲上来就要动手，所以我怀疑他们是2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是让车子失控冲进江里，第2个计划才是动手杀人。刚才我担心妍妍和阿姨害怕，所以没说出来。你见到那群人了？见到了，还交上手了。但是当时情况紧急，我必须救人要紧，所以没能抓到他们。我知道了，小林，回头一定来家里，你的电话也给我一下，我安排好时间联系你。行，我镇您一下，唐叔叔。林峰打通名片上的电话，唐丰年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好的，我收到了。唐丰年紧接着又把电话打给市局。临江市公安局吗？我是省委唐丰年，马上彻查今天晚上明月桥发生的车祸以及过往的所有车辆、人员信息，务必查个水落石出。要快，我警告你，不要贻误战机。好的，唐书记。唐叔叔，我就先走了。好的，小林，你快回家休息去吧。次日一大早，工作群就收到了天大的内部新闻。昨天夜里，时任临江市副市长的丁福珍在一家小宾馆里面被当场抓捕归案。唐丰年得到这消息的时候，人都是震惊的。唐书记，您真是料事如神啊！这个丁福珍居然搞了个假身份，让替身假装乘坐航班逃离，真身还在灯下黑，太厉害了！如果不是您的提醒，我们的追查方向都直接被这个混蛋给误导了。料事如神的不是我，唐书记，不是您，那是谁呀？你还记得昨天晚上救了我女儿的那个小林吗？记得，辉明县交警支队的几大队来着？3大队。昨晚我们电话通讯时候没有避开的，他听到之后专门提醒我，灯下黑这件事，我才安排你抓捕行动的。唐书记这么说的话，这小子是个人才啊！不错，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深谙人性，分析得很是透彻。我们这些人干了半辈子了，却恰恰忽略了灯下黑这回事。没错，是个好苗子。就在这时，办公室门被敲响，市局的赵东局长也到了。唐书记、齐厅长，我来汇报一下昨晚明月桥车祸案的具体情况。2辆丰田牌的商务车一直在跟踪唐雪妍小姐的车辆，而且经过我们对肇事车辆的勘查和技术分析，车子被动过手脚，车子动手脚的人以及车祸之后对雪妍小姐动手的人是同一批人，现在人已经抓到了，只是什么？只是这群人伤得很重，其中2个人被打断了肋骨，2个人被打断了锁骨，还有1个人伤得最重，颅骨被砸烂了，现在人已经昏迷状态，否则我们也不可能这么顺利的将他们一网打尽。什么？一共几个人？2辆车，一共6个人，重伤了5个，还有1个是司机，当时根本没下车。也就是说，动手的是那个林峰？大概是的。他这么能打，一个交警以1打5，能把对面的人全都打成重伤，他自己却跟没事人一样，这不符合常理啊！齐伟、赵东，你们2个能1打5吗？实事求是的回答。唐书记，正常情况下可以，但是碰上亡命徒的话，说实话，真未必有这个本事。唐丰年默默的点头。所以说，我们碰上好苗子了。沉默片刻，他做了某个决定。赵局长，你去一趟辉明县交警支队3大队调查一下这个林峰的履历，亲自送到我这里来。虽然说交警也是警，但是他真有这样的本事，放在一个交警支队可惜了。昨晚林峰美美的睡了一觉，这一夜睡眠质量非常好，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命运齿轮即将迎来全新的转动方向，于是一大早神清气爽的到3大队上班。刚到支队，林峰就被同事间死党赵虎给拉到办公室。听说了吗？天塌了！你女朋友刘艳茹昨天晚上查酒驾时候查到了一个大人物，现在咱们整个3大队都乱作一团，支队长已经去找分局长汇报工作了。什么大人物？林峰表面上好奇，内心倒是波澜不惊。前世和今生发生的事情果然都差不多。酒驾查到了个主管政法的副市长，正常情况下，对方亮了工作证后就能走了。说来也真是奇怪了，艳茹昨晚怎么那么决硬气得很，偏偏不让走，吹气还不行，还要拉着人家去抽血，就跟疯了一样，拦都拦不住。现在已经录入系统了，天大的篓子啊！是福是祸还真说不清。林峰不咸不淡的点了点头。刘艳茹当然硬气，因为前世这都是我的词啊。奇怪了，嘿，林峰，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我害怕什么？天爷，出了这种事，一旦玩脱了，可是要被发配去守水库的。体制内这种例子还不够多吗？咱们出身普通，能考上个编制不容易。你是没看刘艳茹昨晚的朋友圈吧？我们2个昨天已经正式分手了，所以她遇到任何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真分了？谈了4年的恋情就这么无了？真的。那我再跟你说点更奇怪的，我今天早上见到刘艳茹了，她非但一点不紧张，反而还很高兴的样子，就好像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一样。你说怪不怪？哈哈，别八卦了，跟咱也没啥关系，好好工作就是了，做好自己的分内事。行，我这不是怕你被分手了走不出来吗？哥们当场就走出来了。林峰岂止是走出来了，简直要笑出声。
中午吃饭的时候，刚到食堂，林峰所过之处开始有人指指点点，定神一看，才知道食堂门口停了一辆崭新的奥迪，一个年轻帅气的男子站在那里。刘艳茹看到之后，直接就扑了过去。林峰仔细一看，果然又是和前世一样，前脚刚和自己分手，刘艳茹后脚就官宣了和辉明县县府办副主任张康的恋情。但是让林峰想不通的是，刘艳茹既然也重生了，他就应该知道前世的张康父亲纪委书记张树生会被双规，锒铛入狱。林峰，介绍一下我的男朋友张康，康哥，他就是我跟你说的，大学时候死缠烂打的追求了我3年，我都没答应他。这就是你前男友啊？说话时候，对方鼻孔朝天，因为张康的老爹是临江市辉明县纪委书记，高官厚禄，作为名副其实的官二代，20多岁就做了县办公室副主任，前途远大，自然傲气十足。小伙儿挺精神的，叫什么名字？林峰一句话没说，直接扭头就走。你看到了吧，燕如，我给他在领导面前表现和争取的机会了，他不懂把握，你可别说我不提拔他。康哥，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就是个小交警，没见过什么世面，也不知道您这位26岁的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是个什么概念。我3年前的失误就已经是他这种人一辈子的天花板了。对了，再跟你说个秘密，我爸正在给我疏通关系，未来一段时间组织上会对我秘密考核，副主任、辩证主任应该问题不大。什么？康哥26岁的正科，我的天哪，人家要怎么努力才能赶上康哥你的步伐啊？真是嫉妒死人了。张康笑逐颜开，得在口袋里摸出一张房卡递给刘艳茹。晚上我告诉你该怎么赶上我的步伐。讨厌，人家还没准备好呢。哈哈，没事，慢慢准备，先熟悉熟悉。康哥，我有点紧张，从来没有跟人去过酒店。没事，我也是第一次，磨合一下就不紧张了。众人的指指点点对林峰来说都是浮云，如今他只需要做的就是等风来。下午，支队长姜雷忽然找到林峰，你小子犯事了，大概什么事儿？心里有数没？怎么突然这么紧张啊？姜队，我没犯事啊。市局刚才来人了，二话不说，把你的资料全都带走了。按照我的经验，这种情况要么是要下去，要么是要进去。你小子8成是要完蛋了。下去和进去是什么意思？下去就是下岗，进去就是蹲大狱。那不可能，调资料吗？说不定是上去。上去，亏你想得出来。昨晚单位公车被你撞成那样，出车祸了吧？你最好跟我老实交代，有没有酒驾、知法犯法，或者是别的什么情况？我警告你啊，端上个铁饭碗不容易，别自己给自己碗搞砸了。你现在老老实实告诉我，我或许还有为你辩解的余地。姜雷平时对林峰非常照顾，只是前世姜雷在升任县交通局副局长后不到2个月，就背了一个大锅，锒铛入狱。这一世，林峰绝不允许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真没有啊，姜队，昨晚的确是出了点剐蹭，但是唐叔叔说过会来找你解释的。哪儿的唐叔叔？我可没见到任何当事人来找我解释。就在这时，姜雷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他又匆匆离开了。看他神情肃穆的样子，大概是接到了大人物的电话。同一时间，市局赵东已经带着林峰的资料到了省委唐丰年的办公室。唐书记，你判断的没错，这小子的履历非常亮眼。从来不收礼的省委副书记竟然收下了眼前这位交警的礼物，只因前几天这位交警救下了他的女儿。为了表示感谢，省委副书记不仅收下了他的礼物，还邀请他留在家里吃饭，并且表示要提拔他。唐书记，你判断的没错，这小子履历非常亮眼，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无父无母，全靠社会资助上的大学，毕业于2005年，3年军旅生涯，大4退伍开始备战考公，当年获编上岸，军旅生涯的成绩也非常亮眼，军事素质极强，立过个人2等功3次，集体2等功2次，这样的人才如果放在我们市局的话，我大概能直接给他提副科级，另外再给他安排到行政职务上，直接从快快上给予提拔和重用。打住，糖水少喝点，别说话跟唱戏一样。坐在办公椅上的唐丰年不等赵东把话说完，直接就打断了他。你小子的如意算盘打得真响啊！我让你去调取他的履历，我是为了给你挑人才的，我是给自己用的，没你的份。混混，我知道的，唐书记，我也就是这么一说。赵东是唐丰年曾经的门生子弟，工作的时候称职务，私下里都叫老师的，所以平时在私下场合说句玩笑话也是常有的事。唐书记，如果你要用这个人的话，还是有点太夸张了，我真心建议先把他放到我这里历练一下。行了，这个人怎么用我自有安排。昨晚对严严下手的人，幕后主使查清楚了吗？查清楚了，还是和盛集团的人搞的鬼。又是他们。这个企业盘踞临江这座省会城市时间太久了，巧取豪夺，侵吞资产，大量的为非作歹和违法实施，令人发指。可是背后的靠山究竟是谁，我们居然至今都不清楚。现如今他们居然对我下手了，既然如此，我看我们也没必要继续等了。赵东，我命令你近期组织一场斩首行动，把和盛集团所有涉嫌违法犯罪的生意全部给打击掉，涉及到涉黑涉恶行为的，统统一网打尽。动作要快，对面的人对我下手，我没有理由不反击。好的，唐书记，我立刻组织抓捕预案，将涉及此次谋杀行为的所有人统统干掉。预案出来之前，我找您具体汇报。可以。至于林峰这个人怎么用，我自有打算，你不要打他的主意了。明白。就在这时，唐丰年的私人手机响了起来。唐书记，那我就先走了。赵东见有电话，就主动告辞了。
喂，妍妍，怎么这个时候给爸爸打电话？唐丰年语气中充满着宠溺，对工作运筹帷幄的一方大佬，在面对自己女儿的时候，何许又可亲？爸，你打算什么时候请林峰到家里来吃饭？我还没好好感谢人家呢。另外，我手上有他落在我车上的一件东西，正好借此机会还给他呢。你能出院了，爸爸这不是考虑着让你这个当事人当面感谢人家，等你出院再安排吃饭吗？今天上午就出院了，也没啥大事。再说了，我也是当干部的人，哪有那么脆弱啊？哈哈，行，那就今晚吧，你给你妈打个电话，然后我来约一下林峰，怎么样？好呢，爸爸，那就这么说定了。你晚上早点回来。没问题。唐雪妍今天把车子送到修理厂，取走车上个人物品时候，发现了一个墨绿色的平安口，质地非常好，上面还镌刻着一个林字，一猜就知道是林峰救自己的时候不慎掉落的。刚好他打算借此机会还给林峰。对于林峰来说，这平安扣关乎着自己的身世，意义重大。前世哪怕他做到副市长，都没能查出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乃是一生的遗憾。干完今天的工作后，林峰正打算去公车上找平安口，没想到冤家路窄，刚好又碰上了辉明县办公室副主任张康，正在和支队长江磊交谈着什么。我说雷队，你们支队的车子怎么被剐蹭成这样？谁搞的？张主任，是队里一个队员不小心剐蹭的，已经走程序报修了。是你们队里一个叫林峰的人搞出来的吧？出事的时候是执行公务还是在公车私用？张康纯属是故意的，目的是找存在感，在刘艳茹面前装一把，所以张康丝毫没有在意江磊的面子。你一个县府办的副主任，交警支队的事儿轮不到你来管吧？就在这时，林峰走了过来。我告诉你，雷队长，公车私用还出了事，导致了公车受损，这种行为是要坚决予以打击的违纪行为，不管涉及到谁，都需要个人承担责任，而不是损公肥私，让队里的公款去报修。林峰，你当着你队长的面跟我解释解释，你开着这辆车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剐蹭？又是谁给你的权利在队里报修的？你把交警支队当你自己家了，你是不是疯了？张主任，江磊实在是搂不住火了，这辆车子该如何走报修程序，是我们3大队内部的事。林峰同志用车是不是公务，涉及到很多大队内的工作安排，根据保密条例，我还轮不到向你解释。张主任，如果对这件事有意见，或者有什么建议，你可以去廉政办反映问题。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吗？张主任，江磊毕竟在体制内多年了，你张康才吃了几天白米饭，几句话瞬间把张康噎得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江磊乘胜追击，把目光转向了刘艳茹。刘艳茹，现在是工作时间，你手头工作都结束了，那就半小时后把你上个季度的工作日志交到我办公室来。对不起江队，我只是。刘艳茹面红耳赤，却是一句诡辩都说不出来。张康则是脸色铁青的说道：江队，我也没别的意思，只是……江磊则是一点面子没给张康留，直接转身走人。你小子看来跟你们队长关系搞得不错啊，你给他送礼了？我有没有送礼你不知道，但是纪委书记张树生，也就是你亲爹，有没有行贿受贿？天下可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说什么？你在胡说八道！你信不信老子揍你？别激动嘛，张主任，我有没有胡说八道？你要不然回去问问张书记。临江市天宇地产集团的老总田鹏宇，这几天应该没少往你家里去吧？一张银行卡，整整160万现金。这小子怎么会知道这种事？连具体数字都知道。他区一个交警，居然知道这种情况。事实上，林峰的确说对了，地产老总田鹏宇这几天都快住在他家了。林峰，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有时候胡说八道会出事的。呵呵，张主任说的对，我也就是随口一说，您别放在心上。张康气急败坏，眼看着林峰大摇大摆的扬长而去，他下意识握紧了拳头。艳茹，这小子以前是干什么的？能干什么的啊？康哥无父无母，孤儿院长大，我可太了解他了。本事没多大，仗着当过几天兵，脾气却不小，跟你比可差远了。他相信自己作为一个重生者，一定能在张树生被双规之前，把张康玩弄于股掌之间，做执拗者。康哥，最近这段时间风头挺紧的，不管是张叔还是你，都要谨慎一点。艳茹，你说的没错，就连丁福珍都被抓了呢。看来得给林峰这个小子来点教训，要不然他还真是个麻烦。刚回到办公室的林峰，手机就响了起来，顿时他受宠若惊。唐叔叔，你好，我是林峰。小林啊，晚上到家里来吃饭吧，时间安排的怎么样？没问题的，唐叔叔，我一定准时到。那就晚上6点，地址在紫树庄园，你直接过来就行。没问题，唐叔叔。晚上5点半，林峰简单买了点补品和礼物，赶到了紫树庄园。唐叔叔，你小子来都来了，还买什么东西啊？唐叔叔，一点小心意不成敬意。再说我都叫您唐叔叔了，做晚辈的给叔叔买点礼品不是应该的吗？不然该是我不懂事了。哈哈哈，你小子这张嘴啊，好，放下吧。唐丰年从不收任何人的任何东西，独独林峰这小子带来的礼物，他收下了。厨房里做饭的柳凤仪都觉得诧异万分。看来老唐是真看好这个小林呀。小林来了，快坐快坐。谢谢柳阿姨。妍妍呢？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还说呢，上午出院，下午就去单位了，应该马上就下班回来了。小林，你先坐，饭菜马上就好。我来给您帮忙吧，柳阿姨，我厨艺也不错的。
不用不用。哎呀，水管怎么漏水了？老唐，你快点来帮忙。唐丰年这时刚好接到了一个重要电话，连忙起身接电话。小林，你去厨房帮一下你柳阿姨。好的，唐叔叔，我马上去。林峰赶忙跑到厨房去，水龙头接口处爆裂，水花滋的到处都是。柳凤仪头发和身上的衣服全都被喷湿了。林峰眼疾手快，冲过去迅速修好了水龙头。回头看柳凤仪的时候，他惊呆了。丈母娘真美啊，难怪唐雪妍能生得那么的漂亮。有这样的基因，生出来的女儿岂能不是天姿国色？重活一世，林峰本就打算做唐丰年的女婿，此时此刻他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和奋斗目标。小林，谢谢你啊，你先看着煲的汤，我去换一下衣服。行的，柳阿姨，您去吧。很快，柳凤仪重新换了一身居家休闲装束，依然是那么美，身材好的人穿什么都好看。唐丰年电话刚好也打完了，小林，你出来吧，我正好有事跟你聊聊。好的，唐叔叔。懂得围棋吗？略懂一点。前世唐丰年最喜围棋，林峰为了报大腿也报过专业的课程班，只可惜唐雪妍死了以后，他万念俱灰，根本没有给自己抱大腿的机会。这一世林峰的技术已经非常纯熟了，而且唐丰年叫自己去下棋，必然是以棋去观察自己，林峰有信心对症下药。那好，你一白子先走，饭菜还得一会儿，我们下一盘。我的荣幸，唐叔叔。很快，两人下棋围起来，执子先走，落子无悔，一步一步，林峰很快就展现出了高超的逻辑思维和缜密的心思来。唐丰年是越看越高兴，忍不住问道：这一步棋明明可以左三右开，你为什么选择右三左开？唐叔叔，勇猛激进不是真龙，很多时候是臭虫，围而不攻，攻而不打，不战而屈人之兵。哈哈哈，说得好。那这一步棋呢？反其道而行之，循其善而作为，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唐丰年真是直接被哄开心了。这个年轻人果然是个好苗子，把这样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送到我的面前来，那么我的有些布局就可以徐徐展开了。你小子还真是谦虚，这就是你所说的略懂一点。我看你是个围棋高手吗？你赢了。都是唐叔叔你让着我的，嘿嘿。饭好了。爸妈，我回来了。林大哥，你也来了啊？不好意思，单位有点事，我回来迟了。这段时间我有工作调动，原单位要交接工作呢。那也要注意身体啊，才刚出院就去工作，太赶了。妍妍，嘻嘻，谢谢林大哥关心，我会注意的。妍妍，我也是刚到。那我们就洗手吃饭吧，边吃边聊。好。一顿饭色香味俱全，大家吃的都很开心。席间，三人共同举杯，对林峰的救命之恩表示感谢。吃完饭之后，唐丰年十分认真地把林峰叫到了书房里去。林峰，我现在跟你的谈话十分严肃，你给我听好了。一位小小的交警竟被省委副书记提拔为县长秘书，只因不久前交警不仅以1打5救下了他的女儿，甚至还出谋划策帮忙拿下了出逃的贪污副市长，所以珍惜人才的省委副书记打算任命他为县长秘书。林峰，我现在跟你的谈话十分严肃，你给我听好了。通过这段时间对你的考察和了解，你是个不错的好苗子，把你放在交警支队屈才了。不屈才的唐叔叔，不管什么岗位都是为人民服务。少来这套，你叫我一声唐叔叔，咱们就是自己人，在我面前就别唱高调了。嘿嘿，林峰是故意暴露年轻青涩感才说出来这句话，要不然显得太睿智，难免让人起疑心。细节方面，林哥总是能做到恰到好处，游刃有余。你们回明县几天之后会空降一个县长过去，主抓经济和招商引资问题，发展百强县。我打算亲自下令调任你到辉明县政府做县长助理和代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职务。你先空降县长一步，抵达辉明县了解情况，做好前期工作，随时准备配合新县长的工作，能接受吗？哪怕重活一世，这进步都实在是太快太稳健了。从一个交警支队的队员直接去做县长秘书和代办公室主任，就算是拥有前世经验，林峰也是震惊无比。而且看得出来，唐丰年是打算让自己给空降县长做秘书的，至于代主任，完全是为了给自己增加权力，以便工作更好的展开。我这个打算，你有什么想法？现在就给我说出来。林峰大脑飞速旋转，自己去做县长助理和代主任不重要，给谁做县长助理才重要。唐叔叔，我虽然没做过助理和主任，但是我知道为官之道就是上传下达，为上级决策负责，为领导工作分忧，保持机动地位，全面配合顶头上级的工作和想法，明白的要执行，不明白的也要执行。简单几句话，恰恰扣准了唐丰年内心的主题。很好，回答的非常好。你明天就去辉明县委组织部报道，会有人带你去县政府交接工作。是，唐叔叔。那个唐叔叔，我能不能问一下，半个月后辉明县的空降县长是什么人？这个问题我先给你留一个谜题，等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唐丰年没说，林峰倒是也不着急，早晚会知道的。不过猜测这个即将空降的县长身份一定非常特殊，否则没必要跟自己绕个圈。行了，正事谈完了，咱们再出去杀一盘。你小子这么年轻，围棋居然下得这么好，哈哈！只要唐叔叔喜欢，以后您想下棋的时候，随时给我打电话。哈哈，好啊。二人到客厅，贤妻良母的柳凤仪已经把刚才的饭菜全部收拾干净了，客厅也打扫了一遍。爸，你们还要下棋？我还有事跟林大哥说呢。稍等一下，妍妍，刚才我居然输给了小林，这样不行啊，必须再下一盘。哼，还没见过老爹什么时候对一个年轻人这么喜欢呢？你爸真是爱财。很快，围棋开始，两人刚你来我往的把架势拉开，忽然间传来了敲门声。唐书记，是我赵东，进来吧。
刚进门口，看到林峰居然在唐书记家里，赵东有些意外，却也不意外，只是没想到进度居然会这么快，而且居然已经开始下棋了。这小子够聪明，居然懂得投其所好。唐书记有工作要汇报，您看。林峰听出了弦外之音，立刻起身。唐书记，要不然我就先走了。不用，都是自己人。赵东，你就直接说吧。赵东更加震惊，都已经是自己人了。行，唐书记，按照您的指示，斩首行动抓捕预案已经做好了，您过目一下。我把这场行动命名为1209行动，如果没问题的话，今夜凌晨2点将会实施突击抓捕，伤害妍妍的人一个都不会放过，我保证全部落网。1209行动，这名字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呢？突然间，林峰脑袋灵光一闪，想起来了，前世正是这个1209行动，让临江市局损失了一位厅局级的人物，局长身中8枪，当场壮烈牺牲，而死的这位局长大概就是赵东。想到此处，他忍不住抬头看了这位市局局长一眼。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要死了吗？太可惜了。他既然是唐丰年的人，自己重活一世，也已经和唐丰年站在了同一战线，那么怎么能让他死呢？更何况公安口这么重要的位置，绝对不能丢。准备的很充分，我看可以行动。好的，唐书记，那您签字吧。好的。签好字之后，赵东准备告辞，着手准备今晚的突击行动。等一下，赵局长。怎么了，林峰？你有什么事？今晚的行动让兄弟们准备充分一点，尤其是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防弹衣、子弹都要多准备点。什么意思？你小子怎么会说这样的话？您一个堂局长亲自参与行动，实在是临江老百姓的福气。作为临江的百姓，我发自内心的提醒您注意安全，平安凯旋。哗哗哗！你小子情商不错，我记住你的话了，会小心的。唐丰年也是大笑了一声，来，继续把这盘围棋杀完。好的，唐叔叔。半个多小时后，唐丰年还是输掉。你是第一个赢了我的年轻人，厉害！看来不服输不行了，终究是老了。哪有，唐叔叔您让了我好几次呢，嘿嘿，再加上我运气不错。你就别谦虚了。妍妍，你不是有话要跟小林说吗？你们年轻人聊聊吧，刚好我还有点公务要处理。小林，你们年轻人聊天吧。好的，唐叔叔。刚好唐丰年要办公，柳凤仪也要开始在客厅练瑜伽，两人就出了门，边走边聊。两人走在一起，却是毫无生疏之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小情侣出来压马路，而林峰要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机会。他发誓必须要把唐雪妍追到手。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落在我车上的？我的天，居然在你这里！是不是2天找不到，着急的不行？谢谢，妍妍，太感谢你了，我还真以为丢了，这几天都快把我着急死了。谢什么啊？要谢也是我谢你才对，如果不是你救了我，这东西也不会丢。哎，说真的，林大哥，这2天我一直有劫后余生的感觉，晚上还做噩梦，要不是你，我真的不敢想后果会是多么的严重。还做噩梦啊？害怕吗？唐雪妍轻轻点头，可怜兮兮的样子。精神极度紧张，是需要一段时间走出来的，要不然这样，我带你去放松一下，给你点惊喜，放松一下神经，你看怎么样？惊喜？算了吧，从小到大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惊喜。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花世界惊喜的东西可太多了，你这样的大小姐就是憋在深宫大院里太久了才会这样，我必须再一次解救你。真的吗？你确定有好玩的？包的。林峰拥有前世半生的经验，他太明白了，追求这样出身尊贵的女孩简直不要太简单。如果她涉世未深，就带她看尽世间繁华；如果她历经沧桑，就带她做旋转木马，带她疯，带她闹，带她反复嚣张横跳。这种套路简直是斩女绝上。怎么样，你敢不敢去？包的。你现学现卖挺快的，走，那我带你去玩。两人很快来到了一个普通百姓疯玩的游乐场，一起玩了海盗船、摩天轮，还有旋转木马。怎么样，刺激吗？谢谢你能这么费尽心机的哄我开心，虽然都是假的，但是你很用心，我也很开心。我今晚肯定不会做噩梦了，能认识你这样的好朋友，我感觉好幸福。时间也不早了，我该回家去了。林峰顿时老脸一红，万万没想到唐雪妍这脑袋瓜子也太聪明了。妍，你都看出来了，我又不傻，不过我们还很年轻，务必以工作为重。好，那我送你回家。行，谢谢。送唐雪妍回家后，林峰也回家了。看来重活一世，很多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过好在开了个好头。第二天一大早，他的房门直接被敲响，打开门一看，居然是穿着便衣的赵东。赵局长，您怎么来了？林峰受宠若惊，同时也震惊。震惊的是，赵东没有死在昨晚的行动中，这也就意味着他的命运让自己一手改变了。那么未来，赵东必将成为自己的至交好友。林峰，你就是我和我所有队友的救命恩人。怎么了，赵局？怎么会这么说？林峰同志，有些行动细节，案件还在侦办之中，我没办法跟你说的太详细。我能告诉你的是，昨晚出大事了。刚好行动之前有了你的提醒，我让所有兄弟们弹夹装满，防弹衣必须穿上。果不其然，行动中遇到的那些亡命徒开枪跟我们火拼了，几乎所有的兄弟防弹衣都被打烂了。哪怕现在说起来，赵东还是一阵阵后怕。昨天晚上如果不是林峰的提醒，至少要死10几个人，包括自己在内，全都要光荣了。有了林峰的提醒，非但没有光荣，而且集体1等功，直接砸在了脑门上。这也是为什么赵东不顾一夜未眠的疲惫，一大早就要当面感谢林峰。就为这事儿啊，赵局，您太严重了。你们是吉人自有天相。再说，我只是随口提醒一句罢了。不管你是不是随口提醒，我的命是从你这儿来的。赵东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我今天早上还在想，如果我就这么死了，我老婆孩子还有刚出生的
女儿，可该怎么办？所以赵局，一切行动中安全都必须是第一位的。随后赵东坐了下来，已经跟林峰的关系再次拉近了很多，称呼也已经从同志变成了兄弟。林兄弟，我冒昧问一句，唐书记打算安排你做什么职务？说是辉明县要空降一个县长，让我去做县长秘书兼县府办公室代主任。恭喜你呀，高升了，以后打算怎么干？为还不知道姓氏名谁的空降县长肝脑涂地。哗哗哗，你小子啊，真是聪明的让人嫉妒。你能理解到这一层，证明唐书记没有看错人。只是林兄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只因这位交警救了省委副书记的女儿，感恩的省委副书记就提拔交警为县长秘书。谁知到任第一天就遭县委副书记针对，不仅办公室里故意堆积了成山的文件，甚至还派出了绝美包臀群秘书施展美人计。林兄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辉明县是个特殊地段，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唐书记提拔你是真心的，但是这个职务对你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遇到事情一定要跟新县长配合好，小心小心再小心。这话若不是赵东已经把林峰当兄弟，在官场上是绝对不会说这么多的。谢谢赵哥的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做。好，回头再认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随时给我打电话。辉明县公安局局长廖长友也是我带出来的徒弟，回头我带你认识认识。那就太谢谢了，赵局。咱们俩就别谢来谢去的了，我局里还有事，先走一步。好，我送你。重活一世，林峰实在是太稳健了，如今还没有走马上任，人脉关系已经上至省委副书记，下至省厅、市局等暴力机关的一把手，何愁这辈子不能权势滔天？而刘艳茹这边就难受多了，她憋屈到了极点，甚至有点怀念林峰了。以前每次和林峰完事之后的腿软，居然是那么的难得，只是当时只道是寻常，失去了之后才知道珍惜。因为张康实在是太废物了，但是张康已经答应他了，要跟他领结婚证。只要有了结婚证，管你未来是不是全家都要坐牢。你爸贪腐后转移走的巨额财产，可都是老娘的了。只是让刘艳茹不解的是，时间已经过去3天了，按照前世的进度，热心网友应该已经要公布自己刚正不阿查酒驾的视频了，舆论会立刻倒向自己这一边，而自己也将会被迅速的从交警支队3大队调走，直接去县政府任职的。前世林峰明明就是这个流程啊，我明明记得只是第2天，可是这都3天了，热心网友怎么还没出现？就在这时，刘艳茹的手机响了起来，拿起来一看，居然是张康。喂，康哥，你在哪儿呢？艳茹还在酒店吗？在呢，康哥，人家今天早上都下不了床了，2条腿都是软的。哈哈哈，对不起啊，艳茹，是我太强，有点不知道怜香惜玉了，下次我一定温柔点。呢，康哥你太强了。对了，康哥，你有什么事儿吗？刘艳茹实在是干呕，于是赶紧转移话题。那个艳茹，我们恐怕没办法办理结婚证了。闪，不能办结婚证了？怎么回事？康哥，我都已经是你的人了，我昨晚还是第一次，炫你也看到了。我知道，你别激动啊，艳茹，实在是情况特殊，因为出事了，电话里不方便说，我现在就去找你吧，你在酒店等我。有病吧？这是跟老娘玩这一出？我昨天火急火燎的去找鸽子穴，为了哄你开心，煞费苦心，鞋都跑掉了，你现在跟我玩空城计。张康很快来到了酒店。艳茹，真不是我故意骗你的，我知道你是第一次，你把自己都交给了我，我很感动，我发誓一辈子会对你好的。可是我家老爷子说了，最近风声太紧张了，必须以静制动，我们家必须要老实一段时间了。为什么？张康，我不是什么聪明女人，你现在这么搞，我只会觉得你是在骗我的身子。不是的，艳茹，你听我解释啊。张康显然已经被拿捏的死死的了，昨晚的鸽子血已经让他爽得起飞了，所以他昨晚就发誓会一辈子对这个对自己毫无保留的女人好的。之前我不是跟你说了，老爷子正在运作我当县府班主任吗？现在上面突然下了调令，传出来消息，有一位县长秘书要过来，同时兼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不可能吧？县长职务都还在空缺，秘书先来了，还身兼多职，把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也抢了。所以啊，这太反常了。我家老爷子说，上面可能要动一动辉明县了。这段时间，从省里到市里，出事太多人了。你也知道，丁福珍都已经被抓了，我们必须要收敛一点，重新判断一下形势了。所以艳茹，不仅是我们结婚要搁置，我的县府班主任也要搁置，你一定要理解一下，我是爱你的，我这辈子都只爱你一个人，一定会对你好的。刘艳茹心都累了，她不明白为什么会和前世不一样，甚至张康这边出岔子，她都不那么着急，真正着急的是查酒驾的事。命运的齿轮好像卡死了一样，简直是一动不动。艳茹，你今天好好休息一下吧，昨晚我对你太暴力了，今天新办公室主任去报道，我也必须去欢迎一下领导，正好我也很感兴趣，想要看看这个新县政府办主任究竟是何方神圣。那行吧。刘艳茹现在已经没有耐心哄这个废物了，如果拉着他不让他走，保不齐一会儿又要啃自己一脸唾沫，都不如自己用手。上午10点钟，市委组织部的人带着吊函和林峰一起来到了县委组织部。你好，潘书记，我是市委组织部的洪栋。洪部长，你好，你好。这是林峰同志的吊函，请县委和县政府给林峰同志办理职务交接手续。之后双方又说了一些官场的话，一切就准备就绪了。林峰则是由县委办公室主任段斌带到了县政府办主任办公室。真是没想到，林主任居然这么年轻，而且从交警大队直接调任副科职级，正科待遇，真是让人羡慕啊！官场上听话听音，尤其有了职级的人，长了毛个个都是猴精。但是段
段斌此举主动暴露了他在替人打探消息的事实。这是想旁敲侧击的打听我后台呢？可惜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后台是谁啊，都是组织的安排，我只是服从安排吗？段主任，谢谢你带我过来，辛苦你了。工作嘛，哈哈，行。见打探不到什么消息，段斌也没有用力过猛。林主任，等会儿下面的人会来跟你具体交接和汇报工作，你需要什么材料和有什么问题的话，去秘书科找肖红叶同志，他会全面配合你的工作。谢谢段主任。不客气。另外，今晚或者明晚，县委的潘副书记会给你准备接风晚宴，你熟悉完工作后安排一下时间。谢谢。送走了段斌后，林峰才注意到办公桌上厚厚的资料已经堆成了小山，但是没人来跟林峰交代，也没有任何协调，显然是有人专门给林峰准备的。呵呵，看来我人还没到，就已经有人想要整我了。林峰自嘲地笑了笑，简单看了一下，是各种县政府的文件，但是这些工作该怎么干，从哪做起，谁主抓，谁负责，没有人跟林峰提过。看来自己这个马前卒的工作不太好开展啊。但是林峰并不害怕，重活一世，他能深刻领会唐丰年的意思。那就在新县长来之前，给新县长送上一份大礼包。背靠前世记忆，挖出一个处级干部来开刀，对于林峰来说太容易了。就在这时，林峰的办公室门被敲响。进来。你好，林主任，我是秘书处的肖红叶。看到这个肖红叶，林峰忍不住眼前一亮。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职业装包臀裙，腿上是肉色丝袜，浑圆唯美，无可挑剔。哇，林主任居然是这么年轻的大帅哥，看来以后我有福了哦。听到这话，林峰忍不住疑了，勾引的这么明显吗？与此同时，县委副书记潘宏斌办公室，县委办主任段斌来汇报工作。段斌，打听出什么了吗？这小子什么来头？什么都没说，还挺缜密的，有点水平，但不多，而且年纪太小了，风风火火的来了个马前卒，我还以为是什么老鸟呢，哈哈。工作都安排下去了吗？我已经让肖红叶去跟他对接了，上个季度所有的坏账烂账全都堆给了县府办，他既然是代主任，那些签字批准理应他来做。你说他会老实跳坑吗？当然不会那么老实，不过肖红叶在秘书一科当了8年的副科长了，对付他这么一个生瓜蛋子还不是轻而易举。哈哈哈，说得好，这小子要么签字背锅，要么知难而退。我估计他要是聪明点，在他的新县长来之前，他就该卷铺盖滚蛋了。另外，张书记也是这个意思，新县长来之前，主动也好，被动也罢，让他滚蛋。必然的，潘书记，只是可怜了这个小家伙，还以为自己高升了，结果屁股还没捂热就要下岗了，死的是真惨。算起来，他应该是寿命最短的县府办主任了。他死不死不重要，让新县长知道他的马前卒在辉明县的地界上到任级下马才重要。段斌没再说什么，因为这种事在官场上再正常不过了。自己一路从小科员爬到县委办主任的位置上，连自己老婆都豁出去不知道多少次了。为了段斌这个新县长是什么身份，还没打探出来吗？张书记那边可挺着急的，一直在问我。还是没打听出来，保密工作实在是做得太好了。不过潘书记你放心，我一定发动人脉，拼尽全力。靠，我们也不是非要提前知道，只是以后都是一个班子的同志嘛，提前了解一点，总归是能够更好的协调工作。我明白的，潘书记，我知道该怎么做。回到林峰这边，重活一世，他太明白了，官场上除了裙带关系和门生关系相对稳定之外，其他的人没有朋友，全是敌人。所以对这个稍稍的秘书副科长肖红叶，他也只是浅尝辄止，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你敢信，眼前这位普通的小交警，仅用了3天时间就坐上了正科级交警，只因他靠着前世记忆，不仅救了省委副书记的女儿，甚至连必死的市公安局局长也被他逆天改命。所以爱惜人才的省委副书记直接提拔了他。可没想到的是，上任后的第一次开会就被不长眼的家伙拍了桌子。肖秘书真会说话，当面夸人帅，真是让人无法反驳。人家说的都是实话嘛，咱们县府办可很多年没见过这么年轻帅气的领导了。谢谢肖秘书，这些文件都是怎么回事？3两句玩笑话说完，林峰直奔主题，这倒是让肖红叶意外了一下。是这样的，林主任，因为县长和县府办主任空缺很久了，所以文件有些积压。您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十分着急的，还有一大部分我们秘书科正在整理呢。是吗？这还只是一小部分啊。能者多劳吗？林主任，您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需要我来协调配合的，随时问我就行。你先把县府办主要人员资料给我一份吧，我看一下同事们的信息。好的。对了，林主任，这些文件都蛮着急的，您抓紧时间签字哦。好的。嘴上答应着，林峰却并不为所动。办公留痕和台账听起来只是工作复杂繁琐，实际上可太严重了。谁签字谁负责，谁落款谁督办，字可不是乱签的。很快，肖红叶离开又回来。这是县府办班子成员的资料了，林主任。放在桌子上，你出去吧。另外，召集所有同志来开个会，我们内部见个面。现在不可以吗？不是不可以，只是有一部分出去外勤了，也不全都在办公室，所以有多少人就叫过来多少人吧。林峰一边说一边翻看资料，瞬间就看到了个刺眼的名字：县府办副主任张康。呵呵，专业对口了。肖秘书，你联系一下副主任张康，让他务必过来开会。他？肖红叶有些迟疑。有什么问题？
张副主任很少来办公室，如果现在要临时开个见面会的话，他可能无法及时的赶过来。萧红叶的欲言又止，林峰当然明白，张康作为纯种二代来县府办镀金，实则就是挂一个名头罢了。1个月30天、28天都不来，也没人敢说什么。人家老爹是辉明县县委常委和县纪委书记，大权在握，大家早就习惯了。如此，林峰自然也能理解为什么需要审批的文件会堆积如山了。你打电话告诉他，他什么时候能来，我就等他到什么时候。我会一直等到他下午6点下班。如果今晚下班之前他还没来，明天他就可以不用来了，就说是我说的。萧红叶被林峰的强干吓了一跳，虽然说硬气的男人很有魅力，可是你究竟是硬气还是无知无畏？如果是前者，萧红叶刮目相看；如果是后者，他只能说这个县府办主任干不长久了。那个，你想说什么？说。林主任，我提醒你一句，你知道张副主任的父亲是谁吗？我没必要知道他父亲是谁，你也不必提醒我，他父亲的任何身份都不是他缺勤和渎职的借口。好了，你可以出去了。萧红叶一口气被堵在胸口，堵得胸口一起一伏，波澜壮阔，差点没飞出来。没人说出来姓甚名谁，就算是回头真出事了，还可以解释说的确不知道你父亲是谁，硬气高明，又高又硬。好的，林主任，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张康这边很快接到了通知，什么？让我务必去开会。好，我知道了。挂断电话，张康脸色阴晴不定。我本来是要去见见这位新主任是何方神圣的，可是他威胁味儿这么重，老子反倒不想去了。索性他又重新回到了酒店，打算找刘艳茹温存一番。这时刘艳茹刚刚接到了一个让他天塌了的电话，刘艳茹被单位通报停职了，这让刘艳茹更加焦虑。前世帮林峰上位的热心群众可是早就来了，林峰根本就没有走到被停职的那一步，可就已经直接升职了。艳茹，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张康在楼下的自动贩卖机上已经买了1粒小药吃下去了，打算大战800回合呢。康哥，你怎么又回来了？本来要去见见牛妈主任呢，结果这小子让秘书科通知我务必去开会，老子不惯他那个臭毛病，所以啊，艳茹，我不去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待在酒店吧，玩一玩，放松一下。别，我没心情了，康哥。为什么啊？我刚刚被3大队给停职了。还能有这种事？我来给江雷打电话问一问。别，康哥，你还是别问了。关于查到副市长酒驾的事，刘艳茹不想让张康知道，这是他一个人的青云之路，无需他人插手。而且我建议你还是去见一见这个新主任，人家毕竟第1天走马上任，你做得太过，有些说不过去。反正我也不用上班了，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吧，走个过场也行，给他个面子。不管怎么说，你这个主任是副的，人家才是正职。刘艳茹说来说去就是不想和张康待在酒店，要不然一会儿免不了一脸唾沫。行了，艳茹，你真是个好媳妇儿，我这辈子能娶到你，真是我祖宗18代的福气。正好我给了他面子，又带着女朋友去见他，告诉他，他这个主任在我这里屁都不是，他的面子是有，但是不多，哈哈哈，简直绝了。那就走吧。里边县府办主任办公室，林峰在看完这些资料后怒不可遏，全是坏账烂账，这些台账我但凡是在任何一份文件是签了字，以后都是掉脑袋的活。辉明县委县政府给老子挖的坑可真不小啊！这些坏账烂账做得十分隐秘，手段高明，查无可查，非专业审计机关和工作人员根本不可能看出问题。可是偏偏遇上了前世主抓全市经济和招商引资问题的副市长林峰。与此同时，萧红艳已经再次接到了县委副书记潘洪斌的电话。萧科长，马上催促县府办林主任在文件上签字，那些文件已经拖得太久了，不能再等了。接到指令的萧红艳明知道是在坑林峰，却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催促。林主任，刚才接到县委通知，因为县府办主任职务空缺太久了，一些台账工作也拖得太久，必须要马上签字了。尤其是涉及到公务人员、事业编制、教师队伍等群体的补贴下发，还有符合农业补贴、冬季救助、冬季基本农田抗旱补贴发放程序的，已经超期了。谁让你来催我签字的？林主任，谁让签字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文件痕迹，而且这的确是县府办的分管工作。是不是听不懂我的问题？我问你的是，谁让你这么着急找我签字的？林峰的横眉冷对和突然训斥，让萧红叶这个官场老手顿时有些慌神。是潘副书记，那请你转告一下潘书记，这些字我一个都不会签的，再等等吧。萧红叶第一次感觉到这个林峰不简单，8成是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好的，林主任，我如实转达。萧红叶刚出办公室，就碰到了张康和刘艳茹。张副主任，您来了啊，这位是……萧秘书，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刚刚确定关系的女朋友刘艳茹女士。你好，你好，艳茹小姐真漂亮，气质真好，很高兴见到您。谢谢。哈哈，萧秘书在哪儿开会？林主任就在办公室呢，您去找他就可以了，我帮您敲门。不用敲门，我在县府办，要去哪儿？要找谁？什么时候敲过门？张康拉着刘艳茹直接推开了办公室的门，而一下子推开门的张康看到办公椅上坐着的人
人的那一刻，他脸都绿了。你居然是？怎么会是你？新上任的县府办主任是你林峰？要说脸上表情最精彩的，还不是这厮，真正精彩纷呈的是旁边站着霎时间呆若木鸡的刘艳茹。她浑身一震，四目相对的那一刻，那种感觉简直比以前跟林峰在一起的时候到了的感觉都来得猛烈。林峰，反观林峰，看他们两个脸上倒是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异常变化，只是平平常常，不咸不淡。张副主任，你在县政府要见谁，想去哪儿都不用敲门是吧？我呵，没事儿，你也不用这么害怕。这次不敲门就算了，但是下次你还是敲门再进来。我是军人出身，在部队的时候，如果有不敲门就进来，我会把他当成敌人对待的。张康足足愣了好几分钟，才回过神来。林峰，怎么会是你来做县府办主任？你就一个小小的交警支队的民警，什么级别都不是，你怎么可能？这就不是你要考虑的事了。如果你真的特别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县委组织部问询。张康被噎得喘不过气来，林峰则是大马金刀的已经开始追究工作问题了。张副主任状态不太好啊，你先坐下休息一下吧。等县府办其他同事过来后，我们简单开个见面会。至于刘艳茹，林峰自始至终看都不曾看他一眼。很快，县府办的同志陆续到了办公室，各自找个位置坐下来。好，同志们，我们开会。这其实是个见面会。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峰，部队转业回来的。从今天开始，我将和大家一起在县府办并肩作战，希望我们能够通力合作，以最大的耐心、决心、勇气和精力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同时举一反三，牢记初心使命，为人民服务。即便所有人都脸色阴晴不定，却依然是掌声雷动。面子虽然不多，但是也好。废话说完了，我们就该说正事儿了。我理解县府办主任职务空缺期间，大家工作有些掣肘，但是关于人民教师等群体的补贴以及一系列福利的下发不能延迟。可是现在呢，冬季都快过去了，取暖费还没发下去，是要等到来年6月再发下去吗？你们是想让老师们都中暑吗？此话一出，下面的人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是批评所有人，事实上都是在建制副主任张康。还有，我刚才看了一下考勤问题，为什么工作推进不下去？因为有些人甚至是主要领导，大量的缺勤，胆大包天，胡作非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林峰让他自挂东南枝，他岂能受得了？如果自己还不爆发，别说自己了，老爹堂堂县委常委的脸面都被这家伙踩在泥坑里摁着打了。林峰，你瞎说什么呢？被省委副书记提拔的县府办主任就职第一天，就把嚣张跋扈的县纪委书记儿子给暴打一顿。得知消息赶来的县纪委书记，看似表面无所谓，实则背地里已经找来了智囊团策划，准备派出绝美包臀群秘书，对县府办主任施展仙人跳。林峰，你瞎说什么呢？我那是出外勤了，什么叫缺勤？你去纪委监委问问，谁敢说出外勤是缺勤？补贴的发放是县政府的工作，县府办只是其中一环，没有领导，找是签字，我来签字吗？你不应该签字吗？我觉得我不应该。张康的胡搅蛮缠，显然是打算仗势为样。还有林峰，我问问你，你张口闭口说你是军人转业，怎么不说你是交警支队的小交警过来的？你懂县府办业务吗？你没来之前，在座的哪一个不是你的领导？你还狗叫起来了，你也配？另外，我告诉你，抓考勤的领导都是废物，这是全民公认的准则。上来就说考勤问题，让我不得不怀疑你的能力，究竟适不适合当这个县府办主任？谁也没想到，林峰抬手一个大嘴巴子，毫不客气的直接甩在了张康的脸上。这声惨叫响彻整个办公室，余音绕梁。你居然敢打我！我告诉你，张康，我之所以提前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军人，就是在告诉你们，我的脾气就是这样，工作要抓，纪律也要抓。你再跟我说一句不尊重我的话试试。现场突然间静得可怕，没有人敢说一句话。林峰扭头指着桌子上的文件，所有下辖部门把你们分管的工作，所有文件统统给我带回去，重新核查对账，每一条每一款涉及金额款项的给我查清楚，再发到我手机上。哎呀，林哥，你换新手机了？对啊，之前手机拍视频有点模糊，就换了台新的。那你那台旧的呢？旧的当然第一时间在转转上门回收了，卖了2800多，他们家价格公道，打钱又快又干脆。现在转转不止收手机，就连平板笔记本这种数码产品，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趁着旧的还值钱，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就这样，散会。办公室的气氛开始渐渐的松动，所有人都噤若寒蝉，缩着脑袋快速的把桌子上的文件拿得一件不剩。张康则是一脸怒火：林峰，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可以，我就在这办公室等着你。想必10分钟之内，张康挨了耳光，这事就会传遍整个县政府大楼。众人都走光之后，刘艳茹呆呆地看着林峰，眼神中情绪复杂。林峰，你怎么会突然当上了县府办主任？林峰，我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你知道张康的父亲是谁吗？你居然敢当众打他，你也太胆大包天了吧！你还站在这干什么？你男朋友恨我入骨，你这么孤男寡女的在我办公室，不怕男朋友误会啊？林峰，好歹我们曾经有过一场不。行，林峰，你有种，牛，你等着后果吧你。说完，刘艳茹直接转身离开。另一边，县委副书记潘宏斌办公室，县委办主任段斌正在汇报情况。潘书记，近来这小子真魔性，您知道吗？他召集部门开了个见面会，见面会上直接把张康给打了一耳光，当着众人的面打的。
神了，他居然能做出这种事！他不知道张康的老爹是县委常委吗？这么抽象吗？谁说不是呢？所有人都看着呢。这小子看来是个刺头啊！张树生呢？什么反应？打了他宝贝儿子，他还不得疯了？恰恰没有。您想啊，潘书记，张康在县府张扬霸道，飞扬跋扈，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这个林峰这一巴掌扇的其实挺得民心的。那不行了，这县府大院除了张书记和我能得民心，不允许有第三个人得民心。段主任，那些坏账烂账的文件，林峰签字了没有？没有，被林峰那小子给打回各个部门去了。看来他是不想好了，连这点规矩都不懂，还敢上来就打人，不给他上点眼药，他是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了。那潘书记，我们现在怎么办？张树生肯定不可能咽下这口气的，就等着他来找我吧。本来踢走这个林峰，也就是张书记的指示，等到张树生来找我的时候，正好卖张树生一个人情。段斌本来还猜测张树生会不会来，没想到一扭头，张树生刚好走了过来。潘书记，您真神了，那我先去忙了。去吧。几分钟前，张树生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徘徊，如坐针毡。他现在最担心的不是儿子被打这口气的问题，而是儿子告诉他一件随时掉脑袋的情况。这个新来的林峰居然知道160万银行卡的事，小杂种，你这是给你自己掘坟啊！潘书记，新来的这个主任是个什么来头啊？虽然他也是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但是潘宏斌和一把手相知多年，铁板一块，他只能是第二梯队了。怎么，你对这个年轻人感兴趣？我这个儿子平时在咱们单位有时候是飞扬跋扈了点，的确是我疏于对他的管教。可是这个新来的主任今天居然打了他，你说说看，潘主任，咱们都是单位的老人了，我儿子被打这事，我不是为张康开脱啊，他的确是该教育，但是对面明摆着不是打儿子，这是在打老子啊！这个事呢，我也听说了，年轻人不懂规矩，做的是挺过分的，你打算怎么办？我是这么想的，潘书记，年轻人有时候不懂分寸，很多工作是无法开展的，到头来只会耽误正事儿，追悔莫及。如果能让这个家伙滚蛋的话，就最好不过了。滚蛋？你开什么玩笑？人家今天刚刚拿着委任状来报道，我转头让人家滚蛋，老张你可真敢想啊！你觉得这是我能说了算的吗？还有啊，张书记特别指示，我明晚还要安排接风宴招待人家林主任呢。那他如果犯了严重错误呢？我们纪委对犯了错的人眼睛里可不揉沙子啊！人家刚来，能犯什么错？哈哈，年轻人嘛，谁还没个血气方刚的时候？人一冲动就容易犯错，而我们纪委部门专管犯错的干部正好对口啊，潘书记。血气方刚倒是真的，那你想让他怎么犯错？算什么错？哈哈，想让男人犯错，不就那么回事吗？明晚不是接风宴吗？我也过去。年轻人都贪杯，一旦喝醉，什么都不是事儿。至于人选，萧红叶这个寡妇玩过的人多了，也不差他林峰一个，他也不敢说一句不配合的话。就他那个模样，勾一勾手指，林峰也就该老实上钩了。潘宏斌一听这话，忍不住大笑了起来。老张啊，老张，你是真够坏的啊！你都对萧红叶下手多少次了，还打算把她送给别人？你不心疼啊？真是一点怜香惜玉都不懂啊！张树生心里直接就骂娘了，你不是也没怜香惜玉吗？之前你找他的时候，可没见你对他有半点心疼。嘴上张树生倒是换了个口吻，缺一个死了男人的寡妇，我心疼他个什么劲？潘宏斌心里的算盘也很响亮，本来新县长到任之前让林峰滚蛋是上面给他下的命令，但是现在突然间冒出了个人替他干，这就很合理了吗？行，那你就去安排吧，但是记住，一切以低调稳妥为主。明白，瞧好办，您就。里边，林峰坐在办公室，迅速地翻阅了大部分的文件。在一份资料中，林峰注意到了一个本地企业飞宇地产，这不就是给张树生送160万银行卡那家地产商吗？2009年，地产行业才刚刚起步，做地产的公司也都只是在尝试建造家属院以及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大的商品房项目还没人有胆子开始吃螃蟹。林峰很快就有了自己的打算。既然天宇地产很快就会因为经济问题倒台，那么顺便拔出萝卜带出点，不是顺理成章吗？另外，要积累自己的资本，一些大的民企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上才行，倒不如自己私下里办一家地产公司，利用前世记忆和这辈子的手段与能力，政绩也有了，钱最后也是到了自己腰包，完美。至于资本金，就先从加速干掉天宇地产开始吧，到时候幕后收购天宇，重新整合包装成一个新的集团企业，前期的一些麻烦事儿也免掉了。林峰打定这个主意之后，直接开始翻阅天宇地产的资料，找出漏洞，送他们进去，撕开回民县铁板一块。与此同时，萧红叶被县纪委书记张树生喊到了办公室。萧秘书，连坐下说话。不了，张书记，您有什么吩咐，直接告诉我就行了。叫张哥，这是工作时间。我让你叫张哥就叫张哥，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萧红叶眼眶红红的，却是不敢说半个不字。你看一下这个。张树生已经把自己的计划全都写下来了，直接交给了萧红叶。我告诉你啊，重点就是拍照、录像，掌握他酒后作乱的证据，交给我。萧红叶看到纸条上的字之后，本来就红着的眼眶再也忍不住直接落了下来。
张哥，我不能这样，我家里还有孩子。再说林峰就是一个年轻人，他今天才第一天到任，你们不能这么对他啊。怎么第一天到任你就心疼了，爱上他了？看他年轻帅气。不是的，张哥，我只是没办法接受，我家里还有瞎了眼的公婆需要照顾，孩子也需要照顾，这种事我做不来，也没时间做啊。你别忘了萧红叶，你老公的事情到现在还没解决，你要是不听我的，这件事永远都不会结束。你还是乖乖听话，这样对大家都好。说着，张树生站起身来，缓缓地凑了过去。与此同时，林峰手上的资料倒是没拿出什么有关天宇地产集团的漏洞。前世他是怎么倒台的呢？突然，林峰脑袋里灵光一闪，前世好像是因为160万的款子分赃不均，导致的狗咬狗一嘴毛，最后闹大了，一查一个准，直接就爆雷了，并且举报人还是董事长田鹏宇的老婆，好像是因为家暴，还是老公找小三来着，反正就是他老婆直接开撕了。最后一个女人毁掉了一个企业，也就是说，这一世只要自己能找到田鹏宇的老婆，引爆这个女人，那么从天宇地产开始，再到经济问题，涉及到张树生这一系列的人，就全都要轰然坍塌，完美。林峰打定主意之后，心情不免美妙。就在这时，手机响了起来，拿起来一看，居然是唐雪妍。喂，妍妍，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林大哥，听说你今天已经到任辉明县了，怎么样，顺利吗？顺利，当然顺利。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在外人看来不算顺利，不过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太顺了。顺利就好，过几天我就去辉明县找你了，你做好准备哦。行，我知道了，时刻准备着。挂断了电话，林峰突然有种恋爱了的感觉。重活一世，年轻真好啊！对了，换新前旧机一定要先估价，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只因我打了县纪委书记的儿子，县纪委书记就派出了绝美包臀群秘书，打算在接风宴上灌醉我，并且施展仙人跳。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包臀群秘书早就将他们的阴谋暗示于我。于是为了知己知彼，刺探情报，我让已经投靠我的秘书去那边做双重间谍。重活一世，年轻真好啊！请进。肖秘书，你怎么来了？有什么安排？林主任给你安排的接风宴定在明天晚上6点钟了，在天宇大酒店，是本地最豪华的酒店了。宴会安排由潘宏斌副书记到场，2个县委常委陪同，另外还有张树生书记、张康副主任以及宣传部和武装部的领导。太客气了，酒店选得太好，领导们也太热情，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林主任，您初来乍到，又一下子当了这么大的官，理应有这个标准的，您准备一下就好。好，知道了。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好，去吧。萧红叶走后，林峰靠在办公椅上，开始盘算琢磨。萧红叶最后说的那句话，听起来话里有话啊。什么叫一下子？是我这种程度的火箭提拔，有人不乐意了？肯定是的，谁不眼红啊？再说，肯定也有人能看出来自己是带着任务来的。神秘县长会再过几天空降，自己这个县长助理和代主任又何尝不是空降？那么让我做好准备，又是什么意思？重活一世的林峰对这些话特别敏感，他断定萧红叶恐怕是话里有话，他是在提醒自己要万事小心。呵呵，明白了，看来这辉明县的班子也不是铁板一块啊，还是有人愿意撕开个口子给我看的吗？但是萧红叶究竟是敌是友，林峰现阶段还不能够妄下定论。第二天晚上，萧红叶再次来到了办公室。林主任，我们一起去天宇大酒店吧。您刚到，人生地不熟，我刚好给您指路。行啊，那就辛苦你了，萧秘书。走吧，坐我的车。随后，林峰跟着萧红叶一起下楼，上了一辆大众帕萨特。林峰刚上车就发现了副驾驶放着2箱酱香型的酒，这是什么意思？这玩意价钱可不低啊！但是萧红叶完全没有觉得不正常，反而是林峰的反应让他有些无所适从。林主任，这是给今晚的接风宴准备的酒水啊！辉明县的接风宴标准这么高吗？这时候林峰才一下子想起来，现在才是2009年，那8项的规定也是在3年后才提出来的。现阶段喝这个似乎的确很正常，还是不喝这个了。没记错的话，你们辉明县有一款本地的酒水叫奢酿，对吧？就喝那个吧。后世林峰记得很清楚，这个本地奢酿在经过一次的配方改良之后，迅速成为省内知名白酒品牌。只可惜本地人不认本地货。林主任，您确定吗？奢酿我都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是因为县府的领导从来都没喝过，太便宜了。萧红叶也不敢说什么，老老实实打了个电话，让人把酒给换了。很快，天宇大酒店到了，本地最大的酒店，隶属于天宇地产公司，同时也都快成了县府的招待专用酒店了。入席之后，各级领导开始陆陆续续到场。潘宏斌到了后，第一眼就看到了草箱子的奢酿。萧秘书，这什么意思？我不是说了要用酱香招待林主任吗？这是什么玩意哦？哪来的杂牌？萧红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时候，林峰站了出来。潘书记，这是我们辉明县本地的白酒品牌，老工艺、老技术，最传统的老式固态法原浆哦。我没来之前就有所了解，我觉得这个就不错。本地的？是的，价格也便宜，口味也不错。来，大家都尝尝。我初来乍到，还劳烦诸位给我准备这么盛大的接风宴，实在是受宠若惊。我先敬诸位一杯，希望以后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大家能够多多关照。谢谢大家。林主任太客气了，我们是东道主，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来，干杯，干杯！
这酒不错啊。有人给出了高度评价，但是潘宏斌的脸色并不怎么好看。这小子是话里有话，我们本地品牌的白酒我都不知道，你知道这么清楚？你是来之前做足了功课，还是专门打我脸呢？还以后开展工作时候多多关照。笑话，过了今晚你8成就要滚蛋了，还盼着以后开展工作呢。很快，大家就开始轮番敬起酒来。张树生尤为主动。肖秘书，你们秘书一科以后可要全面配合林主任的工作，你就坐在林主任旁边，跟林主任多喝2杯。好的，张书记，林主任，我敬您1杯，谢谢。淡淡的香味涌入林峰的鼻孔，只是那香水味有些劣质。对于重活一世，前世也算阅女无数的林峰来说，太浓，有点刺鼻。倒是萧红叶衣品很好，也很年轻。张树生对这一切都很是满意。推杯换盏之间，所有人都开始有些醉醺醺。林峰已经开始不省人事了。事实上，当兵几年，在部队里，林峰是有名的千杯不醉。今晚这点酒又算得了什么？我倒是要看看，我真喝醉了，你们究竟想要干什么？林峰靠在椅子上，开始闭目养神装醉。潘宏斌还有另外2个县委常委已经撤了，只剩下张树生在把控全局。这小子已经喝醉了。萧红叶，楼上房间已经开好了，你带他去休息。记住我交代你的，别给我掉链子，否则你老公的事永远别想好。萧红叶默默的点点头，心酸、无奈、排斥，却又不得不低头。我知道了，林主任，您喝醉了，我带您去休息吧。他现在多么盼望着林峰能醒过来了。这个小家伙书生意气，年轻气盛，不畏强权，给张康的那一巴掌，帮县府办多少人出了一口恶气。单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林峰是个好男人。只可惜啊，人家马上就要脖子上戴锁链了，一旦戴上，一辈子都摘不下来。萧红叶搀扶着林峰走到了房间门口，此时的他依然抱着希望。林主任，醒醒啊，林主任！可是林峰烂醉如泥。不远处，走廊尽头，张树生还在死死的盯着呢。进了这扇门，你可就完了。你现在不醒过来，我也没办法了。之后进门，关上门，一切顺利。此时此刻，张树生激动的直接给他儿子打电话：小康，你现在来天宇大酒店吧，一会儿那一巴掌，我让你10倍的偿还回来，好好的出一口恶气。真的吗，爸？我今晚可以打回来？对，狠狠的打，他屁都不敢放一个。好的，爸，我这就去，并且还要让我女朋友一起去，把面子找回来。可以。对于张树生来说，公是公，私是私，打了他儿子一巴掌，林峰就要还回来10巴掌。此时此刻，酒店房间内，萧红叶已经把林峰倒在床上的照片和视频拍好了，刚放置好手机，林峰醒了。你这是干什么？谁让你这么做的？我没有，林主任，都是误会，我也喝多了。是误会，还是你不敢说背后指示你这么做的人是谁？萧红叶被林峰的强势吓坏，再加上心里实在是太苦，再也忍不住直接哭了起来。林主任，你就走了吧，反正我也是个家人了。林峰站起来，直接把手机给关了。萧秘书，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管你是不是有自己的苦衷，但是你这么害我，很难让我对你有任何兴趣。做完这一切，林峰起身直接离开，扑通一声，萧红叶给林峰跪了下来。林主任，你不要走，求求你了，我如果不这么做，他们会打死我的，我求求你，别走，别出去。他们谁？我不能说，我真的不能说。是张树生还是潘宏斌？林主任，我求求你别问了，我真的不能说。林峰的耐心被消磨干净，也知道此地不可久留。你起来吧，萧秘书，不管是谁让你这么做的，你是个好女人，别这么作践自己。我也不问你了，你好自为之吧。林峰头也不回的直接走了，只留下萧红叶在簌簌流泪。林主任，临门一脚的时候，萧红叶再次叫住了他。林峰虽然没有了耐心，但是看得出来萧红叶本质不坏。你还有什么事？林主任，谢谢你给我保留了作为一个女人最起码的尊严，你是第一个到了酒店了还能尊重我的人，谢谢。所以我想提醒你一件事。什么事？回明县的水太深了，你还是辞职吧，这里不适合你。萧红叶这话说得非常诚恳，完全是由心而放。呵呵，你忘记了，我们见面会第一天时候，我就跟你们说过，我是个军人出身，军人最擅长的就是跋山涉水，水要是不深，我还就不来了。说完，林峰直接走人了。萧红叶在房间里死死地攥着被子，放声大哭起来。半小时后，张康美滋滋地把刘艳茹带到了酒店，开了一间房，就在隔壁不远处。林峰，你就等着死吧，等会儿老子一定狠狠地抽你丫的！还有，过了今晚，你就会变成一条再也不敢呲牙的狗，我还要当着你的面刺你的女神。张康就是这么打算的。就在这时，张康的手机响，拿起来一看，是他的老爹。傻，他跑了，怎么会这样啊？爸，不是说好了，过了今晚，他林峰就会变成一条我们的狗吗？15分钟前，县纪委书记办公室。张哥，我已经很努力的配合了，但是他根本没有喝醉，没有上钩，我也没办法。什么照片都没拍到？没有。这个林峰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很多啊，居然没能收拾得了他。此时此刻，林峰就躲在楼道里，张树生父子的对话，林峰听得一清二楚。原来是你们憋着害我啊！张树生啊，张树生，本来按照前世，你还有2个月时间的。既然你这么着急，那我就只好给你提提速了。打定主意后，林峰就准备走了。
刚到大门口，就看到了刚下车并且左拥右抱的田鹏宇。田总，今晚县府办有一个主任在这里举办接风宴，您要不要去打个招呼？打个屁的招呼！一个小小的主任算个什么东西？走，喝酒去。按理说，你这个级别的女人还没有资格问我，但是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浩浩荡荡，每个人都身处洪流之中。期间，有的人凭借着自身的努力，或者说是幸运，站在了潮头之上。打个屁的招呼！一个小小的主任算个什么东西？走，喝酒去。天呀，田总，你太厉害了，我们都被你灌醉了呢。随后，田鹏宇等人摇摇晃晃地进入了飞宇大酒店。这就是田鹏宇啊，左拥右抱，玩得这么花啊，那就早点引爆你老婆吧。林峰走到田鹏宇的车旁边，轻而易举的就拉开车门坐了进去。部队是个历练人的地方，一个合格的兵掌握的技能可不是一星半点，所以开一辆民用车的车门对于林峰来说易如反掌。在找到行车记录仪的储存卡后，挥挥衣袖潇洒离开。回到家后，林峰在网上单位的内网查了一下田鹏宇老婆的基本信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田鹏宇这家伙还娶了个好老婆啊！姚诗敏，经济管理学校的高材生，婚后却退居二线，甘愿当起了家庭主妇。经济学高材生却当起了家庭主妇，这不是浪费了吗？随后，林峰很顺利的查到了姚诗敏的手机号和网聊的联系方式，然后把节选的视频片段发了过去。见个面吧，可以吗？可以，地点你定。明天下午4点钟，我在霞飞路蓝月亮咖啡厅等你。好的，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次日，林峰开车到县府大院，县委办主任段斌早早的就在楼下等他了。林哥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特斯拉，才花了9万9。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宝马、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多了。这么方便，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也能在瓜子高价拍卖。买卖二手车，我看瓜子更靠谱。林主任，通知一下你，今天是周5了，周末2天你加个班，下周1要开常委会扩大会议，潘书记特别点名要你也参加。具体什么事啊？那些文件必须要抓紧签字了，补贴款发不下去，始终是职能部门的失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万一碰到上级部门突然抽查，就麻烦了。林峰一下子就明白了。还什么扩大会议，就扩大到我了呗，直接说冲我来的不就得了？行，我知道了，我一定准时参会。好呢。段斌再也没多说什么，直接就走了。而对于签字这件事，林峰也绝对是一步不退的。坏账烂账，只要不搞清楚，自己绝不签字，这是原则问题。下午4点，林峰来到了咖啡厅赴约。当林峰看到姚诗敏那一刻，整个人都呆住了。前世著名的女企业家，坐拥几十亿的资产，创造税收，创造就业岗位无数，省级10大女企业家的领头羊没有之一。就连林峰这个副市长，在前世为当地招商引资的时候，都要主动的带着政策去找他。他的女儿姚之涵，更是在他的带领和培养下，将独属于他们母女2人的企业变成了巨大的常青树。先生，我们认识吗？没有，我是林峰，之前倒是没有见过，只是见到气质与美貌并存的女人，多少有点精神恍惚了，不好意思。看你年纪也不大，我一个30几岁的人了，你这么夸我可就太假了。没有，说的都是真心话。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吧。我不会问你手上的视频是哪儿来的，你报个价就是了。报价？林峰明白了，感情对方是把自己当成卖货的了。你误会了，姚女士，我是来找你谈合作的，不是来卖货的。视频你可以直接拿去。林峰直接大大方方的把烤在 U 盘里的视频递了过去。你不是来敲诈的？当然不是，姚女士，我知道你是干部家庭出身，有自己的操守和原则。你看不上田鹏宇的官商勾结和心狠手辣的做生意方式，更加无法接受你们现阶段的婚姻状态。只是当年他这个凤凰男，背靠着你父亲的权势和地位，一步步的把生意做到了今天的样子，他是绝对不会愿意跟你离婚，坐实凤凰男背上骂名的。但是有了这些证据就不一样了，你不仅可以顺利离婚，还可以让他和他背后的那些人一败涂地，得到应有的惩罚。姚世民的眼睛越瞪越大。你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县府办代办公室主任林峰。你是县府领导林主任，你为什么要帮我？不是要帮你，准确的说是帮我自己。你斩断了田鹏宇，对我也有莫大的好处。准确来说，我们算是合作伙伴。姚世民很是聪明，一下子就明白了，体制内的争斗总是会和社会层面的人物联系起来。天宇地产作为目前回民县最大的一家地产企业，自然会被人盯上。可是林主任，我跟你合作，我得到的好处似乎并不大。你的好处很大，如果我们能成为合作伙伴，我可以带给你巨大的财富和地位，我能让你实现你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哈哈哈，林主任，你逗我开心呢。虽然说您是官，我是民，再小的官，对于我们这种平头老百姓来说都是大人物。可是恕我直言，您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你能做我的靠山，还是能带给我什么政策性的福利？这太不着调了，或者说太假了。
姚世民果然是聪明人，他说完这话，先是收下了 U 盘，紧接着拿出了一个信封。林主任，我想我们还是谈交易的事儿吧，合作就算了。这里面是2万块钱现金，我买下这个视频资料，咱们两清了，就当从来没见过面。姚世民站起身来，点头微笑示意后，就打算离开了。如果我说10天之内我能让你迅速赚到1000万以上，这个合作还能谈下去吗？林峰吃定了姚世民这种高材生，内心深处是有一头狼在蛰伏的。他不会甘愿做一个家庭主妇，或者离了婚的女人混吃等死。所以我吃定你了，包括你的女儿。林主任，您确定没跟我开玩笑？我没有跟你开玩笑。那林主任说说看，怎么10天之内赚1000万？按理说，你这个级别的女人还没有资格问我，但是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浩浩荡荡，每个人都身处洪流之中。期间，有的人凭借着自身的努力，或者说是幸运，站在了潮头之上。潮头之上是风光无限，困惑无限，同时也风险无限。激昂与困惑，毫无疑问交织在每个人的心头。看未来，远不如看过去来得清楚。假如有一天，一夜之间，城市化进程铺天盖地的涌到全国大大小小所有城市，那么就会有太多的人因为没有笃信而错失良机。每座城市的方向都是向东发展，城东有一块绝佳的耕地，将会在未来几天内变成住宅用地。我们现在如果买下来，政策一到，东风一吹，直接翻倍。纯利润1000万，林峰其实都说的保守了。姚世民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的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他今年36岁，而眼前这个林峰比自己女儿也大不了多少。他这个年纪怎么会能说出如此掷地有声的话出来？扪心自问，含金量太大了。这一番言论，毫不夸张地说，非省部级的大人物根本不可能有如此见地。地价上涨，耕地变住宅用地，还10天之内。姚世民果然是很懂经济的，他一下子就能说到最重要的问题上。你要是信我，就抓紧时间跟你老公田鹏宇划清界限，拿回属于你自己的婚内财产，用这一笔钱在几天之内把城东的地块拿下来。如果你不愿意相信，这2万块钱你拿回去，U 盘我送给你了。至于该如何处置你的婚姻关系，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我只给你2分钟考虑时间，时间一到，我立马走人。其次，林峰不缺钱是10年年初开始，惠民县的一大波政策就抵达了，而现在已经是09年冬，政策一旦落地，猪站在风口都能飞起来。林峰有理由相信，过几天唐丰年安排的神秘空降县长一旦到任，会带着政策来的。如果姚世民这一世没有这个魄力和能力，林峰不介意换一个人培养。林主任，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有魄力，我喜欢。那我就告诉你该怎么做。有了你手上这个 U 盘，你就可以起诉离婚，和田鹏宇划清界限。而你在天宇地产公司的股份兑换成现金，也可以全部掌握在你自己手上。在婚内财产和公司财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账目和经济问题，提前策反或者说是买通公司财务，请审计部门和税务部门到公司去，将天宇地产和惠民县政府之间的非法勾当全部公之于众。到了这个阶段，你就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天宇地产倒台之后，你第一时间注册一家地产公司，取而代之，我会给你提供必要帮助。拿下那块地之后，你就坐在家里等消息就够了。姚世民感觉自己被点燃了，一直以来的压抑、痛苦、迷茫、困惑，突然之间因为这个林主任的出现变得有了转机。这一把我赌了。很好，那就照我说的去做。林主任，如果赌赢了未来新公司的股份，我只要3成。冥冥之中也不知道怎么了，姚世民觉得眼前这个人和普通人不一样，他必须要以自己能想到的所有方式牢牢把握住这个男人，彻底的锁死，让他成为自己的靠山。可以，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林峰主动伸手跟姚世民握了个手，姚世民也伸出纤细白嫩的小手跟林峰握在一起。握到的一瞬间，林峰从那柔软无骨的小手上察觉到了一丝异常。怎么了，林主任？资料显示你有一个女儿。是的，19岁了，今年大2。可是姚总，按照你的身体条件，你不可能生育过孩子。我可以说的再直白点，你到现在还是完璧之身。姚世民却是心头一震，刹那间犹如一道炸雷响在耳畔。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听到林峰的话，姚世民愣了一下，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不过旋即他的脸色就恢复了正常。呵呵，林主任说笑了，我都30多岁的人了，怎么可能呢？你判断错了。最后再多说一句，二手车瓜子更靠谱，坐在家里就能挑。仅仅是科级干部的县府办主任，居然敢调查纪委书记的贪腐问题，只因他身后的靠山是省委副书记。然而成功找到证据准备收网时，更大的意外却要发生了。不知情的证人以为纪委也在调查此事，所以手持证据资料的他，竟然想交给正被查的县纪委书记。我女儿19岁，我36岁，看起来似乎年龄上不符合常理，对吧，林主任？其实是因为90年代特殊政策的原因，年龄上做了一些隐瞒，所以现在看来有些异常罢了。这个说法倒也算合理，林峰并未拆穿什么，毕竟是人家的隐私，对方不想说，那就不说吧。好吧，那可能是我判断错了。不过姚总，从脉象上看，你身体极寒，要注意饮食起居的习惯。好的，林主任，谢谢。这是我的电话，随时联系。好的。
姚世民走后，林峰也打算离开，没想到一扭头，居然看到了刘艳茹。你怎么在这儿？这是咖啡厅，公共场所，我不能来。他对林峰是越来越感兴趣了，尤其想不明白林峰为什么会突然从一个交警坐上了副科级的位置，这根本不符合常理。所以他今天实际上是在跟踪林峰。你当然能来，但是出现在我面前就不太正常了。你最好别让我发现你在跟踪我，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哼，刚才那女人是谁啊？这么快就找到新欢了，长得挺漂亮的嘛。今天是工作日，你不应该在3大队值班吗？我被停职了。停职了？林峰转念一想，顿时笑了起来。呵呵，看来这一是刘艳茹的捷足先得，并没有等来热心群众曝光视频啊，居然都已经停职了，可真够惨的啊。刘艳茹，我们俩已经分手了，我希望你以后别跟着我。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让我发现你是在跟踪我的话，我会对你不客气。说完，林峰直接离开了咖啡厅。林峰走后，刘艳茹拿出了手机，看了一下刚才偷拍照片。林峰，怪不得你对我这个态度，原来是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少妇啊！呵呵，我会让你后悔的。姚世敏这边直接去了天宇地产公司总部，找到了财务负责人裴月月。姚总，您怎么来了？你是负责财务的，天宇集团有多少财务上面的漏洞和税务问题，你应该心里最清楚吧？姚总，月月，人的一生中有很多次选择，但是每一次选择都会影响未来5年、10年，甚至以后的一生。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和选择一条错误的路，有时候就再也回不了头了。姚总，我明白您的意思。天宇地产的财务有巨大的漏洞和不知名的财产去向，根据我的判断，这笔钱是行贿用了。太好了，你知道这些钱的具体流向吗？具体的流向我不知道，田总从来都不让我参与这些，但是我能够整理出所有的财务亏空和账目问题。行，你把这些资料全都整理好发到我手机上。姚总，你换新手机了，我也想换一台，但这大价钱又舍不得。跟我在人人租上租一台啊，抖音搜索人人租，租比买划算。我这台苹果16租一天只要8块多，租机换新无压力。那挺好啊，但靠谱吗？当然，他们家是专业做租赁平台，官方质检，我才知道人人租上除了手机，还有相机、电脑都能租。总之，人人租啥都能租，省钱又靠谱。裴月月很快整理好了一份材料，交给了姚世敏。拿到这些证据后，对于姚世敏来说，就可以谈谈离婚问题了。不出意外的话，可以大获全胜。次日一早，姚世民走进了辉明县政府的大门，他打算把这些事先告诉林峰，却没想到刚好碰上了张树生来上班。你好，我要找办公室主任林峰。林峰这小子才刚到辉明县，有人来找他干什么？林峰刚刚到任县府办，今天下去调研工作去了，不在办公室。女士，你找他什么事儿？也可以跟我说，我是纪委的张树生。纪委的？那太好了，领导，我有事情要举报。听到这话，张树生心头一震。好的，没问题，我就是专管这个的。你是举报林峰是吗？请跟我来办公室吧。很快，他顺利的进到了纪委办公室。你好，女士，我是纪委书记，你要找我举报什么事？我叫姚诗敏，我举报我法律意义上的丈夫。姚女士，你不是举报林峰的？不是。如果是举报林峰，那可真是有乐死了。但是举报丈夫这种私事，你应该去找民政局啊。姚女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去民政局去问问看。可是我要举报的人是辉明的人代表。那你要举报谁？辉明县人代表天宇地产公司的田鹏宇偷税漏税，账目作假。张树生心头一震，举报田鹏宇，那可是自己的兄弟啊。姚女士，你是田鹏宇的妻子？是的，不过领导，这事儿跟我要举报的事没关系吧？当然没关系，那当然没有。你要举报他这些，你有什么实际证据吗？张树生突然间表现得非常着急。姚女士，你有什么证据，大可以直接拿给我。你放心，我们纪委专门就是管这个的，我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聪明的姚诗敏已经察觉到了异常，显然张树生认识田鹏宇，而且他更愿意听到的是自己的举报对象是林峰才对。进了这个大院，果然是一句话都不敢说错。没有，领导，证据我倒是没有，但是他昨天晚上家暴打我了，我实在是气不过，所以。家暴？你确定？你刚才不是说有证据吗？公司的事儿我知道的并不多，都是在正常经营，但是他嫖，还出轨，还家暴，领导你们不能不管啊，他是代表，他归你们管啊。张树生吐出一口浊气。这样吧，姚女士，你的问题我都记下了，回头我联系一下妇联的同志还有民政办的人，去实地走访一下。那好吧，谢谢领导，你们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啊。会的会的。姚世民转身离开了，但是忽然又想到了什么，于是选择在出大院之前去了一趟厕所，解决完了问题后，这才开车回家。就在他回去的路上，忽然一辆车拦住他的车子，前车很快下来2个人，两个男人疯狂的敲击车玻璃。下车，马上给我下车！你们想要干什么？姚世民还没反应过来，车门就被从外面拉开了。你们干什么？我报警了。然而两个男人一言不发，上车直接把车上翻了个遍，最后什么都没找到。身上的东西呢？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钱的话，包里有现金，你们可以拿去。两个男人看着姚世敏吓得魂不守舍的样子，并没有拿姚世敏的钱，而是相互使了个眼色，就下车离开了。姚世敏惊魂未定，开上车抓紧回家。他明白自己今天太不着急，这是进了狼窝了。
回到家后，他第一时间给林峰打电话。喂，林主任，出事了，我已经拿到了一些证据，但是今天出事了。姚世敏迅速说清楚了来龙去脉，林峰吓了一跳。你太莽撞了，姚总，你身上的东西呢？我离开大院的时候，察觉到不对劲，感觉东西不能带在身上，于是假装上厕所，藏在公共厕所女卫生间的天花板夹层里了。好，你不要再有任何动作，保持冷静。好的，林主任，我记住了。姚世敏吓坏了，到现在都还觉得脊背发凉。同时，那2个男人什么都没搜出来，这才又打了个神秘电话。车上还有他的包里，什么都没找到。多一阵子吧。好的，张哥。不可能啊！他一开始的确说是要举报的，怎么突然又扯起家暴的事儿了？而且他一开始要找的是林峰，不可能，绝对不是这么简单。张树生又想起来，前几天还听到张康说，林峰这小子也提起过关于那160万的银行卡的事情。现在问题从田鹏宇的老婆这里出现了，对上了，全都对上了。张树生几乎可以断定，姚世敏这个女人手上肯定是已经掌握了什么证据，只是他临时察觉到了异常，最后决定不拿出来了。可是为什么拦住他又没搜到什么呢？东西去哪儿了呢？张树生放下手上的打火机，忽然想到了什么，随即找来了监控室的负责人。张书记，您找我。小胡，立刻查监控，刚才进我办公室的人，他从进院到出县政府大院都干了什么？全部拷贝一份给我，我现在就要。是，张书记。大概不到半个小时，视频就拷贝过来了。张树生快速把 U 盘插进电脑，监控中显示，姚世敏离开大院之前进了一趟厕所。好嘛，真是个聪明女人，东西肯定是藏在里面了。想起此处，张树生动身要亲自去找，但是一想又觉得不合适，于是他把电话打给了儿子张康。喂，小康，你在县府办吗？没有啊，爸，怎么了？你怎么又缺勤了？现在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我知道你刚谈了女朋友，那也不能做得太过分。你现在马上给我回来，带上你女朋友一起来见我。就这样。半小时后，张康带着刘艳茹来到了纪委办公室。艳茹，这是我爸。叔叔好。你好，小刘啊，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年轻人嘛，自由婚姻、自由恋爱，我还是很满意的。谢谢叔叔，康哥对我也很好，我们会好好相处的。叔叔，请你帮个忙，你去一趟女厕所，把里面所有能藏东西的地方全部给我翻个遍。我和小康在门口等你，记住，一定要查个清清楚楚，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刘艳茹作为重生者，怎么会听不出这事情的严重性？前世张树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出事的，这一世8成是还要继续上演。好的，张叔叔，我一定找到您想要的东西。走吧，我们一起过去。刘艳茹在厕所搜了半个小时后，从女厕所里走了出来。怎么样，艳茹，东西找到了吗？不好意思，叔叔，我把里面所有角落里里外外的都翻遍了，没有找到任何不属于厕所里的东西。你确定？你看清楚了？确定啊，叔叔，我肯定全都看清楚了。不可能，我亲自去找。张康，你守门。张康和刘艳茹都吃了一惊，县纪委书记进女厕所，真是天大的笑话啊！张树生刚进去，就听见门口传来了林峰的声音：“哟，林主任，您怎么到这来了？这可是女厕所啊！”林峰也来了，那就说明东西肯定在这儿。刚刚空降到任的县府办主任，居然敢调查县纪委书记的贪腐问题，只因他不仅有省委副书记做靠山，甚至还有省市公安机关一把手的支持，所以稳如老狗的县纪委书记也害怕，于是主动找上门，向县府办主任示好。林峰也来了，那就说明东西肯定在这儿。这个林峰还真是条咬人的狗啊，怎么一来就偏偏盯上我了呢？门外，林峰知道情况已经来不及了，索性不装了。女厕所旁边不就是男厕所吗？你就只看到女厕所了？倒是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守着女厕所门干啥？中午没吃饱，还是有这个爱好？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才没有这爱好。此时，张树生揣着一包纸，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呵呵，原来是张书记有爱好啊！失敬失敬。我来找东西来的，东西已经找到了。林主任，你该不会也是来找东西的吧？说完，他故意在衣服下面晃了一下，装作里面有东西一样。我不找，我来方便一下。是吗？憨。张树生冷笑一声，之后扬长而去。艳茹，我们走。张康也带上刘艳茹快步离开了。纪委书记办公室，张树生阴沉着脸：“爸，东西找到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让我看看。”找到个屁！我骗林峰的啊！骗林峰？难道说林峰也是来找这东西的？没错，可是怎么就丢了呢？真是奇了怪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爸？算了，你别问了，你先开我车出去玩吧，我打个电话。爸，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没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特斯拉，还花了9万9。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宝马、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了。这么方便，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也能在瓜子高价拍卖。买卖二手车，我选择瓜子。张树生很快把电话打到了田鹏宇那里。喂，张书记，什么风把您电话给吹来了？田鹏宇，
不是，张哥怎么发这么大火啊？怎么回事啊？你老婆今天带着举报材料来县府了，她要把你送进去啊！你知不知道，你要是出事了，很多人都要跟着你出事，你连你的家务事都处理不好，要不然我看你在辉明的生意别做了，趁早滚蛋吧！田鹏宇的眼神中顿时出现了一团火，杀意顿时喷薄而出。他居然敢去找你，我看这个臭娘们是活腻了。张哥，你放心，我现在就回家去处理家务事，我保证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你最好给我处理干净，还有他手上到底有什么材料，立刻给我查清楚，销毁掉，否则要出人命的。我知道，我知道。此时此刻，县府办主任林峰办公室，他正在和姚世敏通电话。那东西你藏在哪呢？是个什么东西？关于天宇集团的账目问题，我已经联合公司财务找到漏洞了，是一份手打的举报材料，在一个文件袋里，我就藏在天花板的夹层里了。东西已经不见了。林峰几乎可以断定东西丢了，但是不是被张树生拿走了，倒也未必。对不起，林主任，我不知道，我真没想到居然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不起，我坏了你的大事，都是我不好。别着急，事情还没有糟糕到这种程度，你先处理你离婚的事情吧。县府办的事就交给我就行，你不用管了。林峰一边安慰着姚世敏，一边快速的寻找对策。这东西只要找到，顺藤摸瓜，张树生、天宇集团以及这条线上的所有人全都要完蛋。这算是自己给省委副书记唐丰年的第一个大礼包。就在这时，电话里他听到了暴躁的开门声音，显然大门是被一脚踹开的。在跟谁打电话？姚世敏果然在外面找了野男人，是不是？你是真阳了，跟外人合起伙来坑我是不是？你干什么？田鹏宇，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姚总，姚总，你在听吗？电话里一个清脆的耳光的声音传入林峰的耳朵。林主任，救我！姚世敏最后发出了求救。林峰站起身来，就要走出办公室。就在这时，办公室门响了一下，刘艳茹闪身直接闯了进来。林峰，你站住！谁让你进来的？让开！林峰，张书记去女厕所要找什么东西，你应该知道吧？你出现在女厕所也是为了找那份重要的东西，对不对？我记得之前说过，我的办公室不允许任何人不敲门就闯进来。你别跟我打马虎眼，林峰，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你在玩火，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是谁突然把你推到县府办的位置上来的，但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在我看来就是个生瓜蛋子，你就是个马前卒，你懂不懂？滚蛋！就在这时，刘艳茹的手机响了起来，拿起来一看，是个神秘号码。喂，刘女士，我手上有你查酒驾的视频，有没有兴趣见一面？林峰浑身一震，重活一世。对这个声音他熟悉至极，就是那个神秘的热心群众，身份神秘，能量巨大，极其难缠。后世的林峰哪怕官居高位，都根本斗不过这个家伙，只能任其宰割。刘艳茹却是瞬间又惊又喜，她激动的下意识抓紧了手机，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她等了太久太久了。好，见一面，见一面。你在哪儿？我们在哪儿见面？今天晚上你到希尔顿酒店房间来，房间号稍后我发到你手机上，我们见面详聊。好，没问题。挂断电话后，刘艳茹整个人都飞起来了。这一天终于来了。然而林峰对这些已经不在意了。呵呵，你刘艳茹今日的欣喜若狂，都将化成未来的子弹，正中眉心。林峰，看在我们曾经爱过的份儿上，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有了我，你就算得罪了纪委张树生，我也保你能飞黄腾达。你今天要是敢就这么走了，我保证，等你后悔的时候，我绝不多看你一眼。给我一次机会，什么意思？我该怎么把握这次机会？你身上我需要的也不多，你明白我想要什么的。做你需要的时候呼之即来，不需要的时候挥之即去的男人。看来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滚远点吧！林峰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开上车直奔姚世敏的家中。说你今天干什么去了？曾经的天之骄女，出身官员家庭的高干子女姚世敏被一巴掌打的嘴角淌血，倒在了沙发上。把你手上的东西交出来，否则我让你死！你打死我吧，打死了我，你也别想好过。田鹏宇，我姚世敏跟你杠上了，我不会后退半步。你呀，你真以为你能告倒了我？你今天去县府大练了吧？又如何呢？你还没有走到家，你干了什么，我就已经知道了。你觉得你的行为有意义吗？姚世敏心都疼了，太黑了，官与商一旦勾结起来，令人发指。你打死我吧！打死你！我不仅打死你，我还要打死你的贱女儿！老子这么多年替你养了这么多年女儿，你是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啊！就在这时，大门被一脚踢开，田鹏宇扭头一看，心中更是怒火中烧。好啊，野男人都敢跑到家里来了，你找死！林主任，救我，救我女儿！林峰一言不发，像是拎起小鸡仔一样，把田鹏宇从地上提了起来。田鹏宇毫无招架之力，直接就被打了个半死。饶命啊！别打了，我不想死。但如果你再对姚世民有任何不轨行为，下一次我打死你。是，我滚。田鹏宇是真怕了，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哪怕心中万分不爽，身体却怂得真实，连滚带爬的直接跑了。姚总，你没事吧？我腹部很痛，林主任，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别这么说，这个圈子的黑暗你没有见识过，这次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带你去卧室床上，帮你查看一下伤势。
林主任，原来你真的懂医，我真的已经感觉完全好了。关于今天的事，你不要有任何心理压力。举报材料虽然不在我们手上，但是我断定肯定也不在张树生手上，没事的。另外，你的离婚材料交给我吧，你离婚的事情我来操办。你这2天就抓紧时间准备注册公司，最重要的是把我跟你说的城东的那块地拿下来，明白吗？林主任，我。此时此刻，姚世敏看林峰的眼神都拉丝了。晚上，林峰准备下班的时候，县纪委书记张树生最先坐不住了，主动敲响了林峰的办公室门。请进。张书记，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哎呀，林老弟，都是一个班子的同事嘛。这时，张树生掏出一罐茶叶，放在了桌子上。这是我平时最喜爱的大红袍，香得很呐。你刚开展工作，办公室里来来往往的人也多，没茶叶总是招待不周。在部队习惯了，喝不惯茶叶，我平时都是白开水。还是收下吧，林老弟，同事之间1盒茶叶而已，也不算违规违纪。找我来什么事儿？林老弟，我虚长你几岁，按理说你得叫我一声张哥呢。晚上一起喝2杯，不谈公事，就纯粹谈心。你放心，林老弟，这次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把我们之间的误会都给解开。我们之间可没什么误会。没误会那就更好了。林老弟，今晚没别人，只有你我以及萧红叶秘书。呵呵，上次都把萧秘书给灌醉了，人家一个女人老跟着一群大男人喝酒不合适。林老弟，你不懂，萧秘书可有活了，上次你没体验到，实在是太遗憾了。但是上次大家还生疏，刚刚接触，谨慎点可以理解吗？但是这一次，林老弟你完全可以敞开了玩，我保证，萧秘书一身本事使出来，一定能让林老弟你开心的找不着北。林峰只感觉一阵恶心，真不知道萧红叶究竟是犯了什么天条，能被这一群老东西给逼成这样，却还是不敢反抗。是吗？那今晚我可是要好好见识一番了。只是一会，张哥你可不要再灌醉我，人喝醉了容易办糊涂事。说得好，林老弟啊，你说的太好了，人喝醉了不仅容易办糊涂事，还容易拎不清。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小酌怡情，那就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最后再多说一句，二手车我选择瓜子，坐在家里就能挑。身为副书记火箭提拔的县府办主任，空降第1天就开始调查县纪委书记的贪腐问题。阴险狡诈的县纪委书记当即带上了房产证和银行卡前去示好。张哥，其他人都还没到啊？哪还有其他人了？林老弟，不是都说好了吗？今晚上我们俩就是来谈心的，不聊公事。对了，萧秘书还要准备一下节目，一会儿就到。林老弟，我们先喝起来。张哥，怎么又喝这个酒了？咱们辉明县本地的赊酿，上次大家不是都尝过了吗？味道不错的，价格也公道，我觉得还是扶持一下本地企业比较好。老弟啊，要不说你年轻呢，这里面可大有文章呢。你说说你，就说上次吧，你毫不知情，上来就自作主张换了赊酿，你这不是打领导的脸吗？张哥，指教一下，这里面还有什么内情不成？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林老弟，我们这些部门要扶持起来一个企业不容易，坦白讲，要毁掉一个企业那可太容易了，有的是手段。这么说，赊酿这个小酒厂得罪了人了？你也说了，酒本身是不错的，哈哈哈。林老弟，算了不说了，今晚咱们不谈公事，就言尽于此吧。我只能说，咱们辉明县这地界水深着呢。萧秘书，快进来，快进来。萧秘书，你可来晚了，跟你的主任喝一杯，表达一下诚意和歉意。不是，张哥，萧秘书刚来，不能这样。林老弟，你听我的就是。张树生一个眼神，萧红叶接过酒杯，仰头直接把一大杯白酒一饮而尽。对不起了，林主任，我来晚了，这杯酒是我敬您的，给您赔礼道歉。不用，我陪你一杯吧，但是我酒量不如你。坐下吧。萧红叶老老实实的坐下，一句话都不敢多说。林老弟，吃菜，也不知道什么饭菜合你的口味，就让厨房多做了点，都是咱们辉明的特色。林峰看着桌子上足足几10个菜，心疼的滴血。我看南厂也差不多了，萧秘书你也该展示一下了吧？张哥，萧秘书要展示什么啊？萧秘书，你空腹喝了那么一大杯酒，还是先吃点饭吧，要不然晚上胃疼了就不好了。不用管他，萧秘书你继续你的。林老弟，咱们这位萧秘书大学时候可是传统舞的市级比赛第1名啊，舞姿优美，你是没见识过，那叫一个绝了。跳什么舞啊？张哥，跳舞就算了，咱们这么多菜，色香味俱全，已经够养眼的了，不必看跳舞了。他不是不想看，是不忍心看。张树生此举所表现出来的已经很显然了，一来是对自己进行非物质的会，二来是在展示他在辉明县这地界的绝对权威，俗称亮肌肉。犹豫什么？不知道让你来干什么的是不是？萧红叶给林峰递过去一个不要再拦着的眼神，于是开始了他优美的舞姿。怎么样，林老弟，我就说舞姿优美吧，怎子我都看不够，你继续。指挥了萧红叶一句之后，张树生开始跟林峰谈正事了。林老弟，我不知道即将来到辉明县空降县长的人是谁，但我知道你肯定不愿意说，我也就不问了。可是老哥长你几岁，很多事情比你看得明白，不管带着什么任务到什么地方任职，咱们这些人都要明白，任务是公家的，生活是自己的，对吧？什么意思？这是什么？你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林峰看了一眼，里面是一个大红色的本本，是房产证，上面已经写着自己的名字。
这怎么会写着我的名字？哈哈，林老弟啊，这房子是你的，当然写着你的名字，不然还能写着我的名字。另外，在房本中间还夹着一张银行卡。张哥，这东西我不能要啊！林老弟，你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工作是组织的，生活是自己的。张树生说完，不再废话。林老弟，饭菜呢？我也吃的差不多了，老哥我不胜酒力，我就先走一步了。肖秘书，你今晚就留在这儿，好好陪着林主任。关上门的瞬间，房间里只剩下萧红叶和林峰两人，这可就让林哥犯了难了。不是鸿门宴，反而比鸿门宴还要棘手了。怎么，林主任，你不敢看我？我没什么不敢看你的。先吃饭吧，吃饱了饭，我们换个地方聊聊。萧红叶不知道林峰要聊什么，但是不管要聊什么，他都没有拒绝的资格。萧秘书，根据资料，你在县府秘书科8年了吧？今年第8年了。我听说本地的酒厂赊酿是得罪了什么人，得罪谁了啊？你应该有所耳闻吧？酒厂老板是个女孩子，不懂人情世故，得罪人太正常了。林主任，你要管一管这事儿。不能管吗？呵呵，就怕你管不了，而且就算是你管得了，也怕你管不过来。萧红叶言尽于此，吃饱喝足之后站起身来，走吧，下一场节目就咱们2个了，你打算去哪儿？我奉陪到底。萧秘书话里带刺啊，你好像对我也有很大意见。你都一口一个张哥的叫着了，你还想让我对你多友善？你还是想想去哪儿玩，你能尽兴吧？早点结束，我也好回家去照顾孩子了。那就去你家吧。萧红叶瞪大了眼睛，那一刻委屈的几乎要落泪。你比那些人还要恶，太会欺负人了。所以呢，我能不能去？走吧，但是在我家里你要注意点，我公婆和孩子都在家。林峰知道，不管他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对方都会答应的。可是越是这样，林峰就越是想要撕开天宫的一角，看一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萧红叶家里气氛有些压抑，是张树生逼着你做这些事的吧？包括上一次趁着我喝醉，你把我送到酒店房间，也是一样的情况，对不对？你有什么难言之隐，直接告诉我，我来为你主持公道。主持公道？哪有什么公道可言？还是别说了，林主任，你既然选择跟他们站在了一起，就这么着吧。我什么时候跟别人站在一起了？那大红本上不都已经写着你的名字了吗？张树生今晚给你的房产，呵呵，他腐蚀人总是那么别出心裁。萧秘书，你真觉得我跟张树生站在一起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他今晚没让你拍照，不意味着他真的对我示弱。给我房产，对于他来说更不是退让。你知不知道，他和天宇地产的田鹏宇是一条船上的人。一套房子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座大山，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堆钢筋混凝土罢了。他今晚不让你拍照录像，你以为包厢里面没有针孔摄像头？房产证上写着我的名字，他大可以扭头就安排商人出面告我假公济私，以职务之便敲诈勒索本土地产企业，你明白吗？这一番话下来，萧红叶震惊的瞪大了眼睛。原来是这样，对不起，我还以为你已经打算跟他们站在一起了。我虽然没有房子，但是我也不会要这种不干不净的财产。倒是你说说吧，你为什么会被一步步的逼成这样，还完全不敢反抗？还有，我看过你的履历，你的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不管是组织遴选还是升职，早就应该安排了。为什么7、8年时间了，一直原地不动？因为过去几年，我从来都没有跟他们喝过一滴酒，没有被他们拉去过一次夜。我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太不懂事，不降职使用就算不错了，甚至不降职，其实是因为已经没得降而已。直到1年多以前，我的丈夫马二壮开了一家运输公司，主要就是接一些国企业事业单位外包运输的活儿，日子一直过得不错，业务也挺多的。可是1年多以前，他高高兴兴的接了回民县政府一单活儿，要去外地拉一批树苗回来。为了多赚点钱，我丈夫就和公公一起出车去了外地，结果路上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二壮当场就死了，公公也拉了个残废。当时我觉得天都塌了，好在我还有工作，而且这单拉货的生意刚好就是回民县公家的，会有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足够这一家老小的基本生存了。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在后续赔偿过程中打起了官司，这官司一打就是1年多，时至今日我还没有拿到1分钱的赔偿款，而我也被他们骗着一步步的走到了今天。还有这种事？他们外包出去的运输单都是有人身保险和安全保障的，赔偿款都无法到位，这怎么可能？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啊。林峰越想越觉得心疼，残废的公公，神经的妈，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儿子，这样的情况如何不把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逼上绝路？其实后来我打听过了，真正让人觉得恶心的根本不是这笔钱不愿意支付的问题。那是什么？是因为有人不想让他们支付，只有我拿不到这笔钱，生活困难着，我才能任人宰割，被他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萧秘书，你放心，我一定还你一个公道，这里面不管涉及到什么人，多少人，我一定将他们统统绳之以法。林主任，你还记得我上次在酒店里跟你说过的话吗？什么话？你辞职吧，就像你问的关于生酿酒厂的问题，你管不了也管不完，这种事太多了。那就管一件算一件。对了，林主任，你跟那个叫刘艳茹的女人是什么关系？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你忘了我是做什么的了？一个秘书最重要的就是察言观色，就算别人看不出来，我也能看出来了。你们俩关系不寻常。以前上大学时候在一起过一段时间，后来就分手了，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我跟你说一件事吧，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什么事？昨天有一个女人藏在了县府办女厕所里一样东西，我亲眼看到的。什么？你确定？你怎么知道的？那女人上厕所时候，我刚好路过，她进去之后慌里慌张的把一个东西藏在了天花板吊顶的夹层里。那个女人藏的东西对你很重要吗，林主任？非常重要。红叶，你知道那神秘东西现在在谁手上？就在刘艳茹手里。不是，红叶，那可是一份文件啊 ，A4 纸还有档案袋，放在身上不会被发现吗？她放哪儿了？她把文件袋卷成一条像是姨妈巾一样夹住，然后贴身放置，这样就能满天过海了。好地方啊！如果不是你刚好看到，普通人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的绝佳之地啊！县纪委书记为了防止自己被调查，当即送给林峰一套房产进行贿赂。林峰表面上很爽快地将房产证收下，实则背地里转手就将证据移给了省委副书记，目的就是为了迷惑对方，钓身后面的大鱼。如果不是你刚好看到，普通人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的绝佳之地啊！炸裂吗？可是真正炸裂的不在这儿。那个刘艳茹实在是太心思缜密了，就在我以为她完美的满天过海了的时候，她事后又掉头折返回来了。可能是担心张树生不会完全信任她，又担心自己没有能力，那份文件她带不出县府大院，于是她聪明的选择了灯下黑，回到了女厕之后，又把那份文件藏在了里面。林峰再一次的瞪大了眼睛，果然人人都是人精啊！所以现在文件在哪儿？在这儿。我昨天下班的时候，趁着女厕没人，就悄悄去把它拿回来了。不过林主任，你放心，我没有打开看过。不仅是我，就连刘艳茹其实也没来得及看里面是什么东西，这一点我可以确定。林峰又惊又喜，本来还以为举报材料的丢失，以及张树生还有他背后的人的加紧攻势，会让自己迅速处于被动了。现在看来，一切都开始扭转了。太谢谢你了，肖秘书，有了这份材料，张树生会完蛋的。萧红叶眼神中绽放着光芒，却又转瞬即逝，可能是想到了什么，但是他没有明说。能帮得上忙就好，那文件你就带走吧，林主任。谢谢。林峰站起身后，直接离开了萧红叶的住处。当天晚上，林峰直接去跟省委副书记唐丰年见了一面。小林啊，快来快来！哎呀，都说了不让你带礼物了。唐叔，您是我叔叔，又是我的伯乐，我从小就被教育做人要常怀感恩之心呢。您不能让我背叛从小接受的教育吗？嘿嘿，你这小子这张嘴啊！但是小林，事不过三，不能有下次了，明白吗？明白明白，下次还敢。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林峰可太明白了。把补品之类放下后，唐丰年就直接拉着林峰要杀一盘围棋了。这时候，漂亮的唐雪妍也从房间里出来了。林大哥，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爸，人家刚来，你怎么就拉着给你下棋啊？真是的，连水都不让人家喝。瞧瞧我这脑子，到底是老了。不用唐叔叔，我也不渴。刚好上次通过跟您下棋，我又学到了一招，打算现学现卖一下呢。是吗？那来开杀！林峰用见招拆招和现学现卖的本事，很快跟唐丰年来了一场片甲不留的厮杀，最后以不分胜负结束。唐叔叔，你太厉害了，我这次实在是赢不了您了，我这点本事全都被您给看穿了，哈哈哈哈哈！我不是也没能赢了你吗？臭小子，太厉害了！这时候，柳凤仪端着2杯蜂蜜水给林峰递过来一杯。小峰来了，喝水。哎呀，阿姨的皮肤越来越好了，比我上次见您年轻多了。女人总是喜欢被夸皮肤好的，就算是身居高位的女人也不例外，尤其是被这么一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这么当着面的夸，谁能不脸红呢？阿姨可都40岁了人了，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你这张嘴啊，怪不得你堂叔这么喜欢你。我都是实话实说啊，柳阿姨，从小接受的教育可不允许我胡说八道。哈哈，阿姨谢谢你，喝水吧。谢谢阿姨，这蜂蜜水真好喝，是妈妈的味道。旁边的唐雪妍一下子脸红了。这么晚来找我，是有工作要汇报吧？来到我书房来说吧。好的，唐叔叔。妍妍，你也来听一下辉明县的情况吧。这一句话让林峰有些迟疑。大人物的每一句话乃至每一个动作都有其中的奥妙，这是肯定的。让唐雪妍也去听辉明县的情况，难道说？林峰忽然间心头一震，不可能不可能。他暗暗思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大胆猜想。前世自己对辉明县太了解了，辉明的县长在8年间换了一任又一任，但绝对没有女县长。好的，爸爸，走吧，林大哥。三人一起进了书房，林峰很快进入状态，把自己到任意州所了解到的情况以及张树生的犯罪事实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出来。唐雪妍瞪大了眼睛，唐丰年尽管心中有数，却也还是震惊错愕。你说的是真的？小林，你才刚到辉明县1周就抓到了张树生的把柄，你知不知道你只是一个代主任，而张树生可是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啊？是的。可有实际证据？有的。我果然没有看错人。林峰给唐丰年的惊喜可实在是太大了，短短几天时间，若是能扫清障碍到这个程度，
度，自己可真是选到了好苗子，简直是意外惊喜。拿来给我看看。好的，唐叔叔。唐丰年阴沉着脸，仔仔细细的看着这些材料。哦，对了，唐叔叔，还有一笔天文数字的款项，整整500万，也是从天宇地产流出的，但是不确定流向了哪里。其实林峰知道这笔款子流向了谁，张树生从来都不是大鱼，真正的大鱼只能在一把手、二把手身上。也就是说，还有大鱼。是的，跟这个人比起来，张树生只能算是小虾米。再给我一段时间，我能把大鱼全部钓出来。一个小小的辉明县，居然有这么大的腐化问题，真是触目惊心啊！好样的，小林，这份材料来得太及时了。辉明县这只小船，只要摇晃摇晃，上面也能吹起一阵风了。对了，唐叔叔，还有这个。林峰拿出了银行卡和一本红彤彤的房产证，这也是张树生给我的。唐叔叔，烫手的山芋，我可不敢接，就交给您了。哇，好苗子！燕雀尚且知道拼尽全力给自己弄一个主座，眼前这个林峰小小年纪，面对这种东西却完全不为所动。年轻人中有这样的鼎力的，我从政这么多年，独只见过这一个。好啊，就放在我这儿吧。小峰，还有别的什么发现吗？回唐叔的话，辉明县的问题挺多的，所涉及到的人也绝对不是张树生一个县委常委的问题，而是自上而下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到过书记张成功，一直都没有露面过。倒是副书记潘宏斌对我颇有兴趣。另外，眼前最让我棘手的是一些涉及到县政府的坏账烂账的问题，他们已经察觉到我到任辉明县来者不善了，所以一方面想让我背锅，一方面给我房产，目的很明显，要么让我滚，要么让我受制于人。明天就是常委会了，我估计常委会上那一批坏账烂账的担责问题，肯定要转移到我身上。这群人手段可真够狠的，那你是怎么想的？有问题的账，我是绝对不会签字的，更不会去稀里糊涂的当背锅侠，否则到时候事情搅和不清楚，稀里糊涂的就站一条船上了。说得好，你的想法是正确的，小林，我可以给你吃下个定心丸。常委会上你大可以无所畏惧，不该你做的事严词拒绝，我倒是要看看他们能怎么样。另外，辉明县的空降县长将会在下周内到任，至于这个张树生的问题，你可以以他作为诱饵，看看大鱼是否咬钩。好的，唐叔叔，我知道该怎么做，有您给我做保障，我就什么都不怕了。那再去杀一盘。好啊，只要唐叔叔您有兴致，我奉陪到底。哈哈哈，走吧。唐雪妍也是一脸欣慰和赞许的看着林峰，那让我也跟着你们学习学习。我也正有此意。小林，你们年纪差不多大，可是身上有太多好的品质和能力需要你学习，走吧。好的，爸爸。另一边，辉明县委副书记潘宏斌的家中，潘哥，事情已经办好了，东西他已经收下了，女人和钱都收下了，大可放心。周一的常委会上，只要您和张书记给他施加点压力，那些坏账烂账他必须签字。这小子可是个刺头啊，他要是敢在常委会上呲牙呢？我张某人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还拿捏不下这么一个毛头小子吗？他既然敢收了我的房产，我就有把握让他跪下做人。他要是敢在常委会上呲牙，我转手就能送他进监狱。好兄弟，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这个家伙治理不好，可是个麻烦啊。张书记也很关注这个人的。次日上午9点半的县常委扩大会准时开始，会由县委书记张成功出席，副书记潘宏斌主持，由县委办主任段斌做会议纪要。开会之前，萧红叶悄悄到了林峰办公室。林主任，今天你恐怕要麻烦了，会议名单你看了吗？不就是扩大会议，专门扩大到我了吗？能有多麻烦？不是的，人家是专门给你做了格局啊，也难怪你看不出来，你才刚任职几天，这里面的门道多着呢。林主任，你看到下面的局级单位了吗？教育口、医疗口、农业口以及涉及到农综开发等项目的相关单位负责人全都来了，那些坏账烂账都是涉及到这些单位的补贴之类的，他们是第一责任人，只要有这些人在，等一会儿你肯定会被千夫所指的。呵呵，看来你这8年秘书没白干，看得还挺透彻的。林峰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县委把这些人找来，摆明了就是为了瞄准自己的眉心来一枪的，让自己立于众矢之的，然后赶鸭子上架，让自己不得不背锅，接力打力，这是官场上的惯用伎俩的。若是前世碰上这样的情况，林峰可能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是这一世截然不同，谁能想到有省委副书记唐丰年在自己背后坐镇？好，谢谢你的提醒，我知道了。时间马上就到了，说这么多也没用了，林主任你自己看着办吧。9点25分，林峰抵达会议室。几分钟后，除了书记、副书记之外，常委们也脚步匆匆。随着人多起来之后，那些相互之间熟络的人都开始窃窃私语起来。这就是新的县府办主任啊！两委办这么重要的职务，全都给杜金的孙子们了，什么风气？是啊，回头1年半载的拍屁股走人了，他杜金是杜好了，我们这些人却要跟着被耽误。就在此时，张树生也到了。怎么样，林主任，昨晚玩得开心吗？被省委副书记火箭提拔的县府办主任林峰，上任第一天就拒绝签字背锅。县委书记当即召开常委会批斗了，逼他签字背锅。殊不知，这全是省委副书记与林峰的阴谋，目的就是调出县委班子里的大鱼。都是一个班子的同事，要和谐也要团结。林主任，你终于开窍了，今天的常委会不要调皮哦。说着，张树生美美的喝起茶来。呵呵，还喝，用不了多久，相关部门就收你们来了。
很快，段斌和潘宏斌相继抵达会场，随之张成功也到了，手上带着保温杯，气场强大，大势庞然。这是林峰上任1周以后第一次见到县委的张书记。人都到齐了吧？我们坐下来开会。潘宏斌跟鲍木一样，作为会议主持，先是说了一大堆有的没的，之后就丝滑顺畅的通过县局级农业、教育口等负责人的发言，把矛头指向了林峰。张书记、潘书记，我们的补贴至今都没有发放，眼看着都年底了。是啊，天寒地冻的，农作物的灌溉补贴、冬春救助，至今没有发到老百姓手上，天地干旱，影响明年的春种秋收，这可是民生大事，会影响收成的。真不知道补贴卡在什么地方了，为什么就是迟迟发不下来？矛盾有了，解决矛盾的人自然也该浮出水面了。潘宏斌恼怒地看向了林峰，听听下面人的呼声吧，同志们，相关部门都在干些什么？林峰、张书记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教育口、农业口等身处一线、奋战基层的兄弟们是最辛苦、功劳最大的群体，他们承担着社会的正常运转、孩子们的学习、民生的稳定等重要的职责。可是提交到你们县府办的补贴问题，为什么至今迟迟都没有签字下发？潘宏斌直接唱起了白脸，不等林峰反驳，红脸就要来了。张成功开口了：潘书记，不要这么激动嘛，林主任毕竟刚刚到任，虽然说没有及时办空，肯定是有他的问题的，但是对待自己同志还是要引导为主，批评为次。林主任，今天你当着扩大会议所有人的面给我表个态吧，我给你1天时间，今天下午下班之前把该签的字全都签了，该办的手续办好，补贴下发下去，有没有问题？好一出赶鸭子上架的戏码，不知道的还真以为张成功是在团结同志的，殊不知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要的就是这个疗效，要的就是让林峰老老实实的夹起尾巴做人。对不起，张书记，这些手续我办不了。此话一出，现场瞬间就热闹起来了。张成功的脸一下子就黑了，死死的盯着林峰，仿佛能杀人的眼神，一言不发。大家不要激动，这是在开会，不要嘈杂。林峰，你不签字可以，那你就看看这个。段斌直接拿出了一沓材料扔给了林峰，你自己好好看看吧。下面群众的举报材料都送到县委办公室来了，我告诉你，如果不抓紧时间办手续，这就是你的渎职之罪，相关部门是要追究你的责任的。林峰看了一眼，的确是群众材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款项的确是延迟了很久都没有发放下去，按照规定也的确是早就该发了。林峰，你真以为是大家在为难你啊？我告诉你，这是你的分内之事。我还要提醒你一句，事关补贴发放问题，年底之前相关单位是要来稽查的，你如果真的不打算干，等到出问题的时候，你可别说没有人提醒你。这不对啊，张书记、潘书记，林峰是从我那里离开，然后到县府办来的，我最清楚不过了，他才刚到任1周，就算是这些举报材料送到上面去，就算是真的被稽查，也查不到林峰头上吧？他才上任几天，上任时间短，就不是在任上吗？任上出了问题，就不该他负责吗？江支队长，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姜伟，我知道林峰是你的老部下，你为他打抱不平可以理解，但是不要胡说八道。如果你和大家的意见不一致，你可以发表意见，但不要胡作非为，否则就请你出去。不，姜雷张了张嘴，哑口无言。谁都知道官大1级压死人，更何况人家比他大了8级。对不起啊，林主任，没能帮上你的忙。没事，张书记，我不签字是有原因的，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原因。没有原因，任何原因都不是你找理由的借口。1天时间不行，我就给你3天时间，3天之内所有的补贴如数发放，这是今天我说的话，也请所有与会人员做个见证。我张成功说到做到。好啊，谢谢张书记，谢谢张书记为我们主持公道。林峰头都大了，压根不给人解释的机会，因为他压根就知道自己要解释什么。会议结束后，县委副书记潘宏斌来到了林峰办公室。林峰，会上你想说什么？说来我听听。潘书记，补贴数额问题，我从账面上看到，像是一条越来越窄的河道，越到下面越少，但是我签字的数额却是标准金额，这对吗？第二，农业补贴问题，我从县府办的资料上看，大量的补贴全都流向了同一家农业科技公司，这对吗？第三，我说句推卸责任的话，补贴这么大的事儿，就靠我一个代主任签字，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快速下发，你也可以签字，张书记也可以签字，甚至县委办主任段斌都可以，不用非得是我吧。林峰的一番话暗有所指，潘宏斌顿时眼中喷火。好啊，林峰，好小子，看来你虽然到任时间不长，功课是没少做嘛。你是觉得大家都在针对你是不是？你思想觉悟真是有待提高。那好，既然你有疑问，我就一个一个的回答你的问题。第一，资金越来越少的问题不是你该考虑的，从来都是如此。从来如此便对吗？这个你跟我说不着，我来回答你第二个问题。不管流向了谁，都是符合法律依据的。人家农业科技公司承包土地，补贴就应该流
流向相应公司，承包30亩就有30亩的补贴，承包300亩就有300亩的补贴，你管得着吗？第3个问题，去年开始，根据上级精审、减压减负、精简审批的指导思想就已经下发到各级党委和政府了，减少签字盖章，一件事只跑一趟，一件事只办一次，压实责任，落实责任主体的思想是统一准则。相关补贴发放问题就归县府办公室管，这更轮不到你来质疑。潘宏斌说完，盯着林峰的眼睛，你还有话说吗？林峰震惊了，死的都能说成活的，不愧是潘副书记啊！我无话可说，那就去签字办理吧，不要让张书记再动肝火了，明白吗？潘宏斌说完，气呼呼的直接离开了林峰办公室。很快，他又找到了张树生。这就是你说的能拿捏他，拿捏在哪儿呢？今天的扩大会议，多少人丢了面子？张树生，你在搞些什么啊？我告诉你啊，1天之内，这小子如果不签字，就按照你的办法，让他去坐牢吧，不能再让他继续蹦跶下去了。我保证，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常委会之后，惠民县的空气中都流动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林峰明白，唐丰年看中的从来都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能力。他要扶持的是空降县长，而不是自己。想起此处，林峰给姚世民打去了个电话：“喂，见一面吧。”有了上一次的接触，姚世民和林峰已经完全统一战线了。两人约在一家还不错的餐厅见面，吃完了饭，顺便在楼上开了个房间。谢谢你啊，林主任，财产分割挺顺利的。最近田鹏宇应该是捅了什么篓子，在我拿出他出轨的证据之后，我们俩已经顺利的离了婚了。他们公司有巨大的财务和行贿受贿问题，你及时抽身出来是对的。那块地参谋的怎么样了？我已经安排人去和村支书接洽了。因为那块地现在土地性质没有变更，而且发展规划也不明朗，地价非常便宜，哪怕是村支书狮子大开口，几十亩地大概也就800万不到的样子。可以多给他们一点，抓紧时间把文件落实下来。那块地我们势在必得。明白。你这边呢？怎么样了？那份举报材料至今都还没找到，会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呵呵，现在举报材料已经放在大人物的办公桌上了，你完全不需要担心了。姚世民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林峰，他有点越来越看不懂这个林主任了，到底是什么人物，什么身份？另一边，刘艳茹天都塌了，热心群众是出现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热心群众居然要钱的。刘女士，我这不是要你的钱，而是拿你的钱办你的事。你放心，我们公司是专业的，钱一到账，视频立马就会曝光出去，到时候你甚至根本不需要花钱找媒体炒热度，一切都交给我们，你就等着舆论的推动，把您推上刚正不阿、百姓爱戴的先进个人的位置上就行了。到时候升职加薪我不敢保证，但是对您来说绝对是赚的，而且这10万块钱性价比非常之高。刘艳茹虽然生气诧异，万万没想到居然是这种情况，可是他有的选吗？前世林峰就是靠着这个视频一步步飞黄腾达，他是亲眼目睹了的，这一世他必须牢牢把握机会，人生能有几回搏？可以，但是我现在手上没有这么多钱，你能不能先把视频曝光出去，然后我再想办法筹钱？你也知道的，我参加工作没几年，工资也不高，10万块钱实在是天文数字了。刘女士，这种事不是来咖啡厅喝咖啡，更不是去饭馆吃饭，不是可以先吃喝再付钱的事，你说能？而且10万块钱贵吗？如果你不愿意出这个钱，我大可以把这段视频交给另外一个当事人，我想那位当事人比你还愿意花钱买下这段视频。我之所以先来找你，纯粹是为了正义罢了。明明我刚被省委副书记提拔为县府办主任，可一上任就因为收受贿赂被纪委检察院带走，只因此番操作是省委副书记给我提前安排好的，表面是为了调出县委正副书记这2条大鱼，可实际的真相是让我这个马前卒以身作饵，扫荡省委副书记女儿上任县长前的一切障碍。真希望刘女士不要消磨我正义之举的耐心啊！这个钱我来筹，你给我几天时间？几天呢？那就2天吧。时间已经拖得太久了，刘女士应该知道，对面也在疯狂的运作，一旦运作完毕，我就算是想要帮你推视频，也不可能推得出去了。我知道，那就明天晚上之前10万块钱，我一定给你。行，那就一言为定，再见。压上望男人起身离开了，刘艳茹随即把电话打给了林峰。喂，林峰，我们见一面吧，我有点事想跟你聊聊。有事跟我聊，咱们之间有什么好聊的？林峰，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说。刘艳茹知道自己手上能打的牌不多，她虽然搞不清楚林峰为什么会突然升职，但是那份举报材料还在自己手上，10万块钱自己一个女人是筹借不来的。但是林峰现在身居高位，他肯定有办法。什么事儿？长话短说吧。我手上有你想要的东西，那天女厕所里的东西，你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拿给你。呵呵，你是打算跟我交易吗？我之前给过你机会，让你做我的人，但是你拒绝了。既然我们之间没有丝毫情分了，那就只能是交易了。我听说常委会上你遭遇了大麻烦，那材料对你来说能救你的命吧？我只要20万。刘女士，换手机了，挺贵吧？不贵，转转的2手手机还挺划算的。我这 iPhone 13只要1900，比新机便宜了2000。看着挺新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验，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
谱，而且转转不只有手机，联想小新224也只要1600多，买靠谱的二手，我推荐转转。呵呵，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林峰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怎么会这样？难道说那东西对林峰并不重要？究竟是什么东西啊？不管怎么说，先把那份材料拿回来，看看究竟是什么内容再说。刘艳茹收起手机，打算再去县府办一趟。里边，林峰始终没有签字背锅，于是县委副书记潘宏斌让张树声这个先锋官立刻开始对林峰展开了报复行动。什么？林峰涉嫌以权谋私，敲诈本地企业，敲诈了人家1套房。是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天宇地产集团的总经理梁文先生刚刚已经举报到县纪委了。好的，我们知道了。挂断电话后，张树声与潘宏斌带着举报材料找到了县委书记张成功，召开了内部会议。同志们啊，简直是让人心痛啊！我时常在会上讲，我们的干部必须要洁身自好，做到廉洁奉公。可是现在呢，刚到任立马就出现这种情况，经受不住诱惑，简直是令人作呕。同志们，我以辉明县委书记的身份，代表县委县政府宣布决定，把这个林峰抓起来，由县纪委监委牵头，让他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自己的问题。这还有什么好交代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看我们纪委监委走个流程，就直接可以移交检察院提起公诉了。省市各级一再强调营商环境，坚决反对干部的吃拿卡要。可是这个林峰倒好，贪婪无度，胆大妄为。我看直接找来宣传部立个典型，就移交检察机关吧。所有人都是在表演，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一场表演，但是每个人的演技都在线。大家意见怎么样？表决一下，是先归起来，还是直接抓起来？我赞同直接抓，树典型，通报出去。我也同意树声书记的看法，这是典型的腐败问题，十分具有代表性，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其他同志呢？很快，其他的几位县委常委也表示同意。那好，既然全票通过，那就抓人吧。下午，林峰收到了肖红叶的紧急来电。喂，林主任，你出事了！宣传部和纪委监委网站上已经公布消息了，你被免职了。呵呵，动作可真够快的。官场上从来都是这样，成为了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那就只有2个结局，要么就范，要么滚蛋。不等林峰反应过来，房间门被打开了。林峰，我们是辉明县纪委，跟我们走一趟吧，好好的交代自己的问题。一个小房间，四周都是摄像头，还有强烈刺眼的灯光。张树声冷冷地看着这个年轻人，嘴角上扬，带着冷笑。不管用什么方法，抓紧时间给他录口供，盯死他。好的，张书记。林峰被抓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唐丰年的耳中。爸，林峰被抓了，他们胆子也太大了，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来。爸，我等不了了，手续都办好了吧？我明天一早就要去辉明县吕县长职。明天就上任，你着急什么？我告诉你，林峰今天被纪委带走，他自己也是心中有数的，你完全不必要为他担心，他也是在钓大鱼，等着大鱼浮出水面，你再去履职也不迟。唐丰年直接拒绝了女儿的请求。爸，我也是一步步从基层干过的，林峰一个无权无势的人，被人坑害带到纪委审讯室，你知不知道他在里面会受什么样的欺负？那些人肯定会想尽办法，无所不用其极的快速定死他的罪状。爸，您身居高位时间久了，根本不知道基层是什么样子，但是您当年也是从下面慢慢走上来的，就算是看不见，也不应该一点不清楚吧？林峰会被打死的。唐丰年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唐雪嫣着急的直跺脚。爸，你不能只利用他，不给他一点帮助吧？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你说什么？什么叫我利用他？如果不是我亲自火线提拔，他能够从一个交警支队的队员连升3级去做代主任？在我看来，这并不影响您在利用他为我铺路的事实。唐丰年顿时无话可说，尽管他对林峰也是不错的，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被利用的，可是总的来说，自己的确是在给自己的女儿铺路，这是不争的事实。妍妍，官场上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爸，我知道您是为我好，是在为我铺路，难道你以为林峰他自己不知道吗？他其实是明知道如此，却依然躬身入局。我们更加不能那么冷血啊！现在外面都在传他是有史以来最短命的县府办主任。妍妍，看来有些事你还是不明白。我这么跟你说吧，真正成熟的时机是林峰借助张树声调出辉明县委副书记潘宏斌这个大鱼，进而斩断张成功的左膀右臂。到时候你在辉明的路才真正好走。区区一个张树声算得了什么？我要的根本不是区区一个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到时候潘宏斌也倒台了，你再去履职，你就可以坐上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代为行使县长职务。这样你在辉明县未来开展工作时候才不会有掣肘，否则书记和副书记沆瀣一气，你这个县长的工作还好干嘛？现在潘宏斌的问题只是刚刚浮出水面，你就急于去走马上任，以后你的麻烦只会更大。我不管，我不可以放任林峰就这么不管不顾。再说抓了一个张树声，一样可以从他嘴里撬出信息，拔出萝卜带出泥。如果潘宏斌真有问题，他是跑不掉的。唐丰年张了张嘴，确实无话可说，最后仰头哈哈大笑了起来。年轻人到底是年轻人，妍妍啊，你真的这么决定了？没错。
唐雪岩此刻意志非常坚决，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自己听说林峰被抓起来出事了的消息之后，他的心都乱了。好吧，年轻人吃点亏也好。说完，他直接拿起了桌子上的一部红色电话。喂，老潘，你到我家里来一趟。好的，唐书记。潘建，临江市委副书记兼市委组织部长。很快，潘建到了唐丰年的书房。唐书记，妍妍最近身体恢复的怎么样？谢谢潘叔叔关心，我已经完全恢复了，让潘叔叔担心了。坏话，妍妍永远都是这么知书达理。老潘，明天上午妍妍要去辉明县履职，任县长由你安排人亲自送过去。我只有2个要求：第一，任职过程中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妍妍的真实身份，记住了，是任何人。第二，暗中给我保护好妍妍的安全，绝对不能出现上次被绑架或者暗害的情况，否则我唯你是问。明白。这是第2件事。唐丰年拿出了事关张树生的犯罪事实。责成市纪委部门以及你的组织部门立刻对张树生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直接归起来，严肃处理。这2件事明天上午要同时进行。好的，唐书记。潘建离开后，唐丰年看着自己的亲闺女妍妍，爸爸让你去辉明县，不是为了让你镀金的，是让你真正从基层干起，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起来，成熟起来。希望你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同时干出成绩。知道的，爸爸，我会努力的。父女2人又谈心半天，唐雪岩这才回到自己的房间。他想要给林峰打个电话，但是想想还是算了。一来，林峰既然已经被县纪委带走，电话肯定是打不通的；二来，他还想要给林峰一个惊喜。可是你今晚8成是要受苦了。不行，我还是先帮帮你吧，免得你受皮肉之苦。想及此处，唐雪岩又把电话打给了潘建。喂，潘叔。怎么了，妍妍？这么晚了还给我打电话？潘叔，我想麻烦你去一趟辉明县纪委，关于林峰的事，你见过他的，他现在被抓了，理由是一套房子和一张银行卡，但是房子和银行卡就在我爸刚刚给你的文件袋里，林峰是清白的。我看到了，林峰同志的确是清白的。不过妍妍，这个事儿我打算明天上午亲自去处理的，你这么着急吗？不是我着急，既然自己同志的问题查清楚了，就应该早点让人家回家休息，待在县纪委1晚上算什么回事？潘建诧异之余，又忍不住笑了起来。林峰这小子运气也是真好啊，从一个小交警一跃成为县府办代主任也就算了，这下好了，堂堂省委副书记的女儿对他一个小人物的事，居然也是如此的上心。行，妍妍，那我就亲自跑一趟吧。新到任的县府办主任因为收受贿赂被纪委带走调查，得知消息的省委副书记女儿当即通知市委副书记前去救人。县委副书记得知林峰被救走后，立即抛弃县纪委书记，让其自生自灭。林峰这小子运气是真好啊，从一个小交警一跃成为县府办代主任也就算了，这下好了，堂堂省委副书记的女儿对他一个小人物的事，居然也是如此的上心。行，妍妍，那我就亲自跑一趟吧。辛苦你了，潘叔叔，回头我请你吃饭。好，我等着你请我吃饭。同一时间，林峰在纪委的审讯室，四目的灯光瓦数越来越大，越开越大，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睛。几个人轮班坐着审讯，要的就是疲劳战术。林峰，已经5个小时了，你还打算继续一言不发吗？我没什么好说的。你以为你不说话就行了？我告诉你，现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你就算是不说话，我们也能领口供定你的罪。呵呵，那就定罪呗。林峰太明白这些人的手段和伎俩了，真能领口供定罪，还用得着车轮战术在这儿跟我轮番上马吗？实在不行，就用大记忆恢复术吧。这真的行吗？不然还能怎么办？天亮之前他不开口，我们全都要受处分。好吧。两人商量好之后，相互点了个头。其中一个人直接去关闭了监控录像设备，另一人则是拿着一本厚厚的书籍走到了林峰面前。四目灯光关闭，房间一瞬间遁入黑暗。林峰，你不开口是想不起来是吧？我帮你回忆回忆。下一刻，书籍直接垫在了林峰的胸膛。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帮你回忆回忆你犯的事儿。哎呦，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帕萨特，才花了6万多。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宝马、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了。这么方便，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也能在瓜子高价拍卖。买卖二手车，我选择瓜子。林峰猛然间侧身一躲，紧接着一个脚踢。呵呵，你不是关闭了设备吗？设备拍不到你干了什么，自然也拍不到我干了什么。很快，林峰重新坐了回去。在打开灯时候，两个人都懵了，鼻青脸肿的自己，以及依然气定神闲的林峰。臭小子，你这个短命主人，你是真勇啊！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是的？走，带他出去，带到后院笼子里去。两人一左一右架着林峰的胳膊，就要带出审讯室。就在这时，门忽然被一脚踢开了。嗨，潘书记，你有什么情况要了解，先到我办公室去，我详细跟您汇报情况。肖刚玉，堂堂纪委副书记，你失职，他们这是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这是在违法犯罪？肖刚玉羞愧的无地自容，脸都快贴在脚面上了，支支吾吾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潘书记，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啊。不知道？你跟我说你不知道，你坐在那个位置上是干什么的？睡大头觉的吗？对不起，是我失职，对不起。你等着处分吧。
潘建黑着脸走到林峰面前，没事吧？林峰摇摇头，因为上次在唐雪岩病房里时候见过这位潘建，所以还算熟悉。没事就好，人我带走了，有什么问题你让张树生直接来找我。是，潘书记，您要带走就带走，没问题的。肖刚玉脑门上大汗淋漓，潘建则是直接带着林峰离开了县纪委审讯室。人走了之后，肖刚一打开灯，这才看到自己这边的两个人鼻青脸肿的。你们俩这是怎么了？什么情况？肖书记，问问，你们真是把反派演活了，人才啊！肖书记，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要不要通知张书记？废话，人被从我们这带走了，还不上报，工作不想干了。你们打电话就说人已经被带走了。是。里边，张树生正在举办庆功宴，却没想到一个电话让他本来已经醉意朦胧的脑袋清醒了一大半。什么？林峰被放了？谁让你们放的？谁放的人？谁有这个权利？什么？是潘建还是亲自来带人的？如果林峰被放走的消息让张树生清醒一大半的话，听到潘建的名字，他则是直接完全清醒了。旁边一同参加庆功宴的还有潘宏斌，听到潘建这个名字，直接走出了包厢，打了一个神秘号码。几分钟后，潘宏斌回到座位上，张树生已经脸色煞白了。潘书记，出事了，林峰被带走了。本来打算天亮之前盯死他的罪状的，可是现在市委的潘副书记居然亲自去把人带走了，这可怎么办啊，潘哥？我已经知道了。潘宏斌见张树生的杯子空了，又给张树生满满的倒了一杯酒。不是，潘哥，我喝不下去了。显然林峰的后台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强。这一次如果咱们玩脱了的话，就全都完蛋了。老张，你先把这杯酒喝了，咱们在一起开怀畅饮这么多次了，我还亲手没给你倒过酒呢，真是惭愧。张树生哪有资格让潘宏斌倒酒啊？潘宏斌的后台在市里，正因如此，明明都是县委常委，可是在潘宏斌面前，张树生始终低他一等。张树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潘哥，不能再喝了，还是赶紧说正事吧。什么正事？你刚才说的什么？我说不能再喝了。前一句。我说我们低估了林峰的后台，这一次如果我们玩脱了的话，我们就全都完蛋了。老张啊，是你玩脱了，不是我们，明白吗？张树生愣住了，一句话直接给他干茫然了。潘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从一开始我跟林峰同志就没有任何的矛盾，他不愿意在坏账烂账上签字，我也拿人家没有办法，不是？都是一个班子的同志，工作之中有分歧太正常了，多沟通多协调就是了。可是你倒好，你给他设局定罪，结果棋差一招，搞了个误会。你说说你怎么能对自己同志做这种事呢？张树生瞪大了眼睛，听到这话，眼珠子差点从眼眶里飞出来。不是，潘哥，这明明是你让我这么做，还说这是张书记的意思，我才照做的。潘宏斌一个大嘴巴子直接抽在了张树生的脸上。你他妈胡说八道什么？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这是张书记的意思？我什么时候让你这么做了？张树生明白了，潘宏斌跟自己说的话从来都是拿捏的，想办法处理好这一类字眼。而关于张成功的指令，他也只是说过一句领导也在关注这件事，仅此而已。潘宏斌，你这是打算跟我切割了？从来都没有绑在一起，何谈切割？张树生，事已至此，出了事总要有人承担责任，挨打要立正。如果说明天市纪委和市组织部来找你调查，我希望你明白，自古忠孝难两全，你还有老婆孩子，你儿子还在县政府工作，张康这小子，我还是挺看好他的。明白了，全都明白了。张树生也是老油条，怎么会看不透？自己转眼间就成了弃子了，这是要把自己推出去一锅包了。潘哥，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怎么感觉像是做梦一样？我也多希望这是一场梦啊，可是这不是梦。老张，刚刚你接电话的时候，我也接到了一个电话，明天上午9点钟，新来的县长将会到任辉明县。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林峰刚刚被你坐实了罪名，刚刚被抓，还不到24个小时，这位呼之欲出的县长含苞待放了这么久，恰好突然就要来了。如果这两件事无法联系起来的话，你再想想另一件事，明天县长要上任，就在今晚，林峰就突然被放了。大人物一句话的事，牵动的却是数不尽的利害关系，所以现在只能有一个人顶上去，把辉明县的所有事全都承担下来。张树生心脏颤动着，颤颤巍巍地说道：“这个人只能是我吗？潘哥，只能是你。老张，你付出了，你儿子就会得到，有舍才有得，明白吗？领导也会持续关注张康的。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是我警告你，潘宏斌，我就张康这么一个儿子。放心，你让领导满意，领导不会亏待你儿子的。你毕竟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嘛。那我能给康康再打个电话吗？当然，在相关部门来找你之前，你还是自由的。”说完，潘宏斌直接离开了包厢。潘宏斌走后，张树生瞬间瘫软在地，随即拿出手机给张康编辑了一条短信：“儿啊，我给你准备的银行账户都是安全的，里面的钱足够你下半生衣食无忧，不必担心爸爸。辉明县委县政府的人都不值得信任，不要信任他们。记住，把这笔钱保护好，爸爸就放心了。”
另一边，张康收到了短信：燕如，我爸突然给我发了这么一个短信，宝贝儿，你不是老家亲戚要做手术，需要10万块钱吗？这下你不用发愁了，我转给你10万就是了。听到张康的话，刘艳茹浑身一震，她知道张树生肯定是出事了，但是她想不明白的是，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时间线上不对，分明比前世快了许多。提速了，燕如，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身体不舒服吗？叔叔给你发的什么短信？给我看一眼。就是这个。张康把手机递给刘艳茹，刘艳茹一看就确定了自己的猜测了，这是短信吗？就差写明这是遗书了。但是张康这个傻儿子根本就看不出来。康哥，你知不知道张叔叔为什么会给你发这个短信？可能是觉得我这段时间成熟了吧。再说我有你了啊，男人成熟的标志就是成家立业，我都有女朋友了，财政大权也该交给我了。燕如宝贝，把你手机给我。张康潇洒帅气的主动拿过刘艳茹的手机，找到手机银行实时转账10万元整。燕如，赶紧拿回去给你家亲戚做手术吧，救人最重要，病人可等不及你去别处筹钱了。谢谢你康哥，你对我真好。最后再多说一句，二手车我选择瓜子，坐在家里就能挑。上集讲到，林峰被纪委带走调查，千钧一发之际，唐雪岩求自己的省委3把手老爹救林峰出来。唐丰年出手后，陷害林峰的县纪委书记便沦为了弃子，等候正义的审判。燕如，赶紧拿回去给你家亲戚做手术吧，救人最重要，病人可等不及你去别处筹钱了。谢谢你康哥，你对我真好。燕如，你说什么胡话呢？你是我女朋友啊，我的不就是你的吗？只要你需要，我随时可以把生命都给你的。再说上次说好了跟你领证的，后来说了要儿子没领成，搞得好像是我在欺骗你感情一样，我一直都有愧于你呢，一直都觉得很对不起你。谢谢你康哥，你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别说这么多了，不过燕如，我手上这么多钱，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用，现金还有一些债券之类的，居然有这么多。有多少？整整1200万，我都不知道我爹居然有这么多钱。刘艳茹眼睛都看红了，谁能想到一个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张树生转移过后的财产居然有这么多钱？也就是重活一世的人才知道，有钱不一定有权，但是有权肯定有钱了。用来投资吧。投资？我怎么没想到呢？燕如，你脑子可太好使了，投资是个好办法。现在游戏机厅、老虎机什么的挺流行的，非常赚钱。燕如，有了这些钱，说不定以后我能成为千亿富翁大老板呢。如果真有这一天，区区一个县府办副主任又算什么？我完全可以辞职不从政都行啊。康哥，你知不知道老虎机是犯法的，是赌博行为，以后国家肯定会严厉打击的，到时候怎么吃进去的，就要怎么吐出来。会吗？我看现在县城里，包括市里，到处都是啊。如果你找不到好的行业的话，就买点股票吧。股票？哪方面的投资呢？燕如，你懂这些吗？我跟你说几只股票，你只要长期持有，肯定能赚钱。作为重生者，别的本事不一定有，但是提前买点有前途有发展，未来大型渠道企业的股票还是可以做到的。哪些股票？安卓系统的手机、3G 网络行业相关公司的股票，未来几年之内 3G 网络会快速铺设并普及，到时候国内肯定会应运而生一大批国产手机品牌，以及一大批3C 类电子产品企业都将会站在风口上飞起来。风来的时候，猪站在风口上都能飞起来，明白吗？你就找这些企业的股票买一点就可以了。燕如，你怎么这么厉害？你连这些都懂？你能听懂，你也能判断出这些？那不能，只是这些话从你嘴巴里说出来，听起来挺高端的。那就去买点吧。没问题，我全仓直接买入。不对啊，燕如，公职人员是不能买股票的，我爸我妈都是公职。那怎么办呢？你家还有个弟弟是吧？燕如，要不然这些钱转移到你弟弟名下去买股票，反正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你就这么信任我？那当然啊，不是都说了吗？我们是一家人啊，早晚都要结婚的。我张康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遇上你这么好的女朋友，我当然信任你的，有你是我的福气。不，你才是我的福气。拿到10万元钱之后的刘艳茹迅速去找了热心群众。这不愧是刚正不阿的好干部，这么多钱，这才1天时间就搞到手了，牛的啊，刘女士！我只想知道什么时候能把视频公布出去。3天之内，刘女士请放心，我们是专业的团队，办事牢靠，你就等着升官发财吧。得到肯定答案后，刘艳茹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那就抓紧时间去处理吧，免得夜长梦多。没问题，刘女士，那就合作愉快，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好。4日上午，惠民县政府大门口，县委书记张成功、副书记潘红碧以及其他的县委常委全部列队迎接新县长的到来。女的还这么年轻。大家好，我叫唐雪岩。别说其他那些小人物懵了，就连做了书记多年的张成功都一头雾水。随后，张成功给县委办段斌一个眼神，段斌心领神会，立刻去安排彻查这个女孩的真实身份。只用了不到2分钟时间，段斌就查清楚了。张书记，这个唐雪岩现在她的真实身份查到了，她居然是……此刻潘健已经笑呵呵走了上来，段斌懂事的直接退到一边去了。张书记、洪斌书记，我来介绍一下，唐雪岩唐女士从今天起将担任惠民县县长职务，主抓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等工作。唐县长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工作成绩非常突出。从农民家庭毕业之后，干过妇联、屯战、市团委等诸多一线工作，基层工作经验十分丰富。唐县长，以后你就和张书记、洪斌书
书记一起搭班子了，你们要协调合作，共同进退，为回民县百姓谋福祉。是潘书记，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说了一堆官话之后，潘健拒绝了接风和吃饭的邀请。吃饭就不必了，张书记、洪斌书记，我手上工作还很忙，接风宴什么的，你们就和唐县长自己安排，局部庆祝吧。另外这2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好的，潘书记身居要职，日理万机，理解。之后，由副书记潘洪斌把唐雪岩带到县长办公室。唐县长，这就是您的办公室了，您隔壁就是县府办，右手边隔壁是秘书科。好，知道了，谢谢洪斌书记。唐县长，我还有别的事要处理，我就先走了。等一下，洪斌书记，我想召集同志们开个会，我初来乍到，跟班子的同志们也认识一下，顺便有点事情要了解一下，也便于后续开展工作。行，那我汇报给张书记之后，立刻安排，包在我身上了。好的，谢谢洪斌书记。不客气，唐县长。唐雪岩可不是表面上的傻白甜的样子，他要开会认识同志们是其次，锐不可当的把林峰给叫回来才是真正目的。里边，张成功办公室，潘洪斌也在。段斌火急火燎的来汇报情况。张书记、潘书记，查清楚这个女县长的真实身份了。快说，她到底是什么来头？和市里的潘健副书记说的情况一样，这位唐雪岩是从基层起来的，一个农民家庭的姑娘，父母早亡，上学的时候也都是助学贷款，没有什么背景，但是履历的确很是精彩。经济管理大学硕士毕业之后，直接隔壁县下面一个乡镇任副乡长，之后开始主抓妇联统战工作，成绩突出，在老百姓群众里非常有口碑，被称为闺女乡长。1年零2个月之后，从乡政府提拔到了市委机关去负责市团委工作，半个月前悄悄的被免去了市团委副书记工作，现在一纸调令到了我们回民任县长。不可能，你开什么玩笑？一共工作才几年，这是坐上火箭了。从副乡长主抓妇联统战工作之后，直接就去市委负责市团委工作，在乡镇1年零2个月，不多不少，刚好就调走了。没背景的哪个人能坐上这种快车道？你说她是农民的女儿，谁信啊？1年零2个月不是被提拔速度的极限，而是相关规定的极限。可是查出来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就是真实的材料啊！这的确是不可信。他来之前就先来了个林峰为他开路，县长还没到，助理兼办公室主任先来了，任谁都不得不怀疑他的身份背景啊，太魔性了。不管这些了，既然真实资料显示是这样，我们谁还能怎么样呢？就算是有所怀疑，这也的确是真的，就只能当真的看。是啊，走一步看一步了。但是不管他是谁，在我们的地界上，他要是老老实实，就皆大欢喜；如果也和前县长一样不老实，那就让他早点滚蛋。对了，张书记，唐县长刚才说打算开个会跟同志们认识一下，您看怎么安排？我就不参加了，你帮他安排吧，看看他想要干什么。是，张书记。唐雪岩办公室，萧红叶敲响了门，走了进来。唐县长您好，我叫萧红叶，是秘书一科的，我来看看您办公室里还缺什么东西，我来帮您安排。你好，萧秘书，东西我看挺齐全的，办公室也是你打扫的吧？真干净，谢谢。都是我应该做的，唐县长。另外，怎么了，萧秘书，有话要跟我说？这份材料是前办公室代主任林峰让我帮忙交给新县长的。林峰啊，他知道是我要来，不能吧？不是，他不知道您。这份材料，林主任被抓走之前就已经放在我这里了。他说这份材料新县长上任第1天肯定就用得上，让我直接给新县长就行了。那你给我吧。唐雪岩接过贴着封条的档案袋，直接拆开了，打开一看，顿时脸色都变了。萧秘书，你先出去吧。好的，唐县长，有什么吩咐您随时叫我。好的。萧红叶走后，唐雪岩翻看着林峰整理好的资料，那叫一个触目惊心。辉明县财政亏空，债台高筑，高达3000多万，这都是真金白银的数字啊！自上而下，各级机关全面举债。我刚上任第1天，直接就变成千万富翁了。好你个林峰，套路够深的啊！上任第1天你就想敲打县长，我一个县长，以后凡事都要求着你这个县长助理，想的可真够美的。我爸是让你来给我铺路的，可不是让你来拿捏我的。想及此处，唐雪岩直接起身，打算去找林峰。林峰这边正烦阵，就在这时，唐雪岩的电话打了过来。喂，妍妍，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吗？怎么样，从纪委审讯是放出来了吧？出来了，现在在家里睡大头觉呢。谢谢你啊，昨晚要不是你，我在审讯室恐怕要遭老罪了。你知道是我在帮你就好。再次感谢妍妍。那你起床准备一下吧，我来找你了。然而不等林峰解释什么，唐雪岩已经把电话挂断了。15分钟后，唐雪岩到了。妍妍，今天是工作日，你不应该在市里吗？怎么突然来辉明了？该不会是专门来找我的吧？倒不是专门来找你的，我是来当县长的。县长？你啊，县长、县太爷，我信你个鬼！你能当县长？哦，听你这话意思，你是瞧不起我啊？认为我当不了县太爷？是的，我的确不是来当县太爷的，我是县太奶，我是你太奶。刚刚到任的新县长在大会上提议召回被停职的林峰，殊不知县委书记在会上安排了离休老干部，故意刁难新县长。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位新到任的县长是省委副书记唐丰年的女儿。
林峰同志，给我留一份，这个是什么意思？小小县长助理，将我县长的军啊你！当林峰看到唐雪岩扔出的文件袋的时候，他懵了，这是自己提前给空降县长准备的文件袋，现在在唐雪岩手上，这就意味着一直以来神秘兮兮的县太爷真的到任了，真的是这个丫头。喂，林峰，你愣着干什么？我问你话呢，用这些材料将我的军。一直以来，林峰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前世唐雪岩早在半个月之前就已经死了，而这一世因为自己的出现，一切都改变了。我是真没想到，唐叔叔居然真的让你来当这个县长。可是我更没想到的是，你们爷俩的脑子。脑子怎么了？林峰，你什么意思？你在骂我爸？那倒没有，我的意思是收网太快了。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突然上任，就意味着张树生要锒铛入狱了。他一旦入狱，后面的大鱼就不咬钩了，时机根本不成熟啊，这样会吃大亏的。怎么连你也这么说？还有谁这么说了？我爸也不建议我突然上任，郝延香劝了我大半天，但是我没听他的话。这就对了，我还以为你爸的脑子也跟你一样拉呢。你说什么呢？林峰，你当着你县长的面就这么说话的？我突然上任是为了什么？还不是因为你被纪委给抓了？要不是我，你昨晚就等着受皮肉之苦吧你。妍，我知道你是担心我的情况，只是如此一来，我们损失就大了。我不信，张树生今天一早已经被悄悄抓起来了，纪委监察和检察院等有的是办法让他开口，拔出萝卜带出泥，我就不信查不到大鱼的丝毫蛛丝马迹。你啊，太年轻了，妍。如果官场真的有你想的这么简单就好了。是吗？正义会迟到，但是绝不会缺席。我始终相信，正义的光辉之下，犯罪分子都会无所遁形。抓了一个张树生，和他有牵连的人全都跑不掉。哦，对了，还有件事要跟你交代一下。我来到辉明县之后的身份就和省委唐丰年无关了，我还叫唐雪岩，但是履历和唐家无关。你不要暴露我的身份，以后在外人面前更不要叫我妍。我知道。就在这时，唐雪岩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是潘健打来的。喂，潘叔，是张树生吐出什么线索了吗？他背后是谁？妍，张树生对于他的犯罪腐化事实供认不讳，但是根据现有的线索调查，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做的，跟任何人都无关。什么？不可能！潘叔，你觉得这可能吗？只他一个人能做得了这么多事？天宇地产那么多财务问题，都是他一个人在背后做保护伞，他这把伞也太牛了点吧？妍，你可以有怀疑，但是我们的原则是证据说话，有事实有依据才能办案。现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些事情都是张树生一个人做的，而且他也的确承认了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做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晰。唐雪岩张了张口，却是哑口无言。妍，我们会继续从细节处入手查处的，但是目前为止情况就是这样，我只是跟你通个气，就这样，挂了。好。唐雪岩挂断电话后，一脸失望和不可置信，扭头看向林峰。你都听到了？我都不用听到，突然收网就是大鱼逃离的开始。你相信那么多事都是张树生区一个县委常委做的？你也相信？我当然不相信，但是他愿意一个人独揽所有罪名，你有什么办法？这就是官场。就在这时，萧红叶敲响了房门，请进。萧秘书，有什么事儿？您之前跟我交代，让我知道县长上任后第一时间当面汇报新县长身份的，所以我刚刚抽身出来，立马就过来汇报了。唐县长，刚刚秘书科得到通知，下午1点半您的理职会议要召开，这是参会人员名单，我放在您办公室一份了，刚好手上还有一份。好，你放下吧。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萧红叶走后，唐雪岩惊讶地看着林峰。可以啊，林峰，你才刚到辉明几天啊，都已经有自己的亲信了。还是先考虑一下正事吧。当天下午就找你开会，8成是要给你施加压力了。你这个新县长可不好干。这会是我主动提出要开的，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我本来打算趁着见面会让你官复原职，回到县长助理和代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来。只怕你新官上任的一把火还没烧起来，人家就要先烧你一把了。因为现在你我已经是名牌的绑在一起了。你这个县长既然来了，对方的矛头立刻就会指向你。那你分析一下他们会怎么给我施压？办法太多了，首先就是我给你的那些文件。你是县长，整个县财政你是第一责任人，人家要敲打你，肯定会把经济问题当做第一把利剑。所以你提前准备好这份资料，就是为了让新县长早做准备，不是为了敲打新县长。那不然呢？唐叔叔让我来，不就是干这个活的吗？之前一共找我下了3次围棋，一次是暗示我干掉一个县委常委，打开局面；一次是暗示我拔出萝卜带出泥，让你在县长的任上拿下县委副书记的位置；第3次则是经济问题。你们俩下围棋还有这么多说道呢？你以为呢？这里面的路数多着呢。瞧把你能的，我倒是要看看这会议他们会不会拿县财政问题说事儿。另外，等会儿你跟我一起去开会，我借此机会直接把你官复原职。张树生已经被抓了，你的问题就清楚了，抓紧回来，想必没有人会拦着。
下午会准时召开，参会人员居然来了一大批离休的老干部。林峰，没记错的话，你现在还是停职状态吧？谁让你来的？谁通知你来参会的？段斌是故意这么做的，表面上是打林峰的脸，实则顺从书记的心意，隔山打牛，给唐县长一个下马威。唐县长让我来的，那我管不着，会议室我在安排，我只知道参会名单上没有你。林峰，现在请你出去，立刻离开会场。我让他来的。此刻，唐雪岩刚好赶到会场，对这一番对话听得清清楚楚。唐县长，参会名单可没有林峰。就在这时，副书记潘宏斌、书记张成功刚好进入会场。张书记，既然林峰同志的问题查清楚了，我让他回来参会，没问题吧？这位段主任似乎挺不满意的，要不然让市纪委的同志来给段主任解释一下，然后下一个正式的书面的澄清文件。林峰回来了，问题查清楚了，自然可以回来。林峰，你找个位置坐下吧。但边都是自己同志，不必如此刻板，要灵活一点嘛。林峰同志毕竟是你任唐县长的助理，还是办公室代主任。好呢，张书记。段斌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受，活是自己干，锅也是自己背，没办法，谁让自己干的就是这个活呢？好，那我们开始开会。首先，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欢迎唐县长的到来，大家给唐县长鼓鼓掌。一番介绍之后，所有人都算是认识。张成功很自然便把问题开始往唐雪岩身上圆了。唐县长，众所周知，咱们辉明县经济发展滞后，整体面貌一般，再加上在过去出现了像张树生这种腐败分子，官商勾结，更是使得整个县域几百万人口蒙受经济损失。好在一直以来空缺的位置，如今由唐县长补上了。往后咱们辉明县有了财政大管家，老百姓们都翘首以盼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狠抓落实，快速的把具体工作落实到行动中去。这也是我们今天开这个会的主要目的。会议基调定了之后，所有人又是一番鼓掌，而下面给张成功的掌声显然要高过刚才欢迎唐雪岩的掌声。潘副书记，你说两句吧。唐县长，有些情况比较紧急，我们必须要抓紧处理了。林峰同志在出现误会之前，一直在追查财政补贴的问题。由于县财政的资金压力，账目上的确是出了点问题。先期的亏空是800万，由于不够充裕，迟迟没有发放。各级单位和受补贴的老百姓都是怨声载道。今天正好咱们县委县政府离休的老干部们、老同志们也都在场，就请唐县长给大家做个表态，看看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如果要保质保量的发放，这空白的800万从哪儿来填补？请唐县长给拿个主意。如果说补贴款要暂时压后一部分的话，也请唐县长给明确的态度，要不然有些同志迟迟不肯往下推进工作，我们政府部门的公信力颇受影响啊。一番话下来，唐雪岩气的牙都痒痒的。一共3200万的亏空，我上任第一天就直接推给我800多万，这么一个贫困县，我去哪给你找800万出来？同志们可能不清楚，唐县长之前在基层的时候可是干出过十分优秀的成绩，尤其是在石门乡的时候，还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为闺女书记，如此殊荣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也是我今天把诸位老领导都叫来开会的原因。咱们老中青同志们3代同堂，恰好可以一展唐县长的风采嘛。唐雪岩直接就被架在了火上。好在中午在林峰家吃饭的时候，他就已经吃下了林峰给他的定心丸。妍妍，你听好了，我判断他们大概率会从经济问题给你施压，会议上你直接就会被倒逼的进退两难。如果你拒绝担负责任，就证明你既无能又没有魄力，当着所有人大政协等老干部的面搞成这样，以后你的工作开展直接就被打入冷宫了。而你要大包大揽，那就刚好中了他们的圈套。你要做的是在一定程度范围内把牛先吹出去，不就是钱吗？回头再想办法。唐雪岩吃饭的时候还只是半信半疑林峰的说法和判断，现在人在会场，所有的说法一应验。好，既然大家让我拿出态度，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涉及补贴问题，必须保质保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你敢信吗？新到任的县长在会议上被县委书记刁难，令其3天内凑齐800万，殊不知林峰早就准备好了800万，准备打脸县委书记。所有的补贴按时发放，不打折扣，不能让老百姓和下面基层的同志流血流汗又流泪。此话一出，张成功、潘宏斌皆是眼前一亮，入坑了，这么快就入坑了，比想象中来的还要快。也就是说，唐县长的意思是，这800万由你来想办法补上。是的，不愧是唐县长，有你这句话，咱们辉明县几十万老百姓就有福了，基层和一线的干部同志也都有福了。同志们听到了吗？这就是唐县长的魄力。来，我们代表辉明县80万老百姓给唐县长鼓鼓掌。一时间掌声雷动，不觉院张成功直接把会议气氛推到了最高潮。那么唐县长保质保量的发放补贴，这可都是真金白银了。财政上现在没有这800万啊，所以当着这么多老领导的面，能不能明确一下，你打算几天时间把这笔钱筹集出来呢？只有
有钱到账才好发放补贴嘛，下面可都眼巴巴等着这笔钱呢。官场杀人向来是兵不血刃，会议现场明明所有人都在喝茶，可实际上血腥味都快顶着鼻尖了。唐雪岩第一次感觉到了举目皆敌的滋味。同志们，这笔钱我说了，我来想办法，就全包在我身上了。我唐雪岩说到做到。他完全是硬着头皮说出来的。林峰说了，今天这一仗要是败了，以后自己这个县长在回明县就别想混了，所以受理也要拉硬实。好，同志们，我们应该感谢唐县长。既然唐县长应下了这笔钱，我们就等着唐县长的大好消息吧。唐县长初来乍到，对很多情况还不够了解，我们也能够理解。那就3天吧，3天之后就是阳历年了，节日之前把这笔补贴给发下去。后面唐雪岩都不知道会议是怎么结束的，总之就是跌跌撞撞的回到了办公室。林峰，怎么办啊？800多万啊！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现在倒好了，变成了我欠下这么多钱。所以我说你来得太早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要抓紧时间想办法才是啊！他们只给了3天时间，我人都麻了。你是不知道，那些老干部一个个心里明摆着呢，看我的眼神都带着怜悯了。为今之计，只能招商引资了。林峰其实成竹在胸，姚世敏那边正好有800万等着交给县政府了，但是现在时机尚不成熟，重活一世，除了人情世故，还有套路。我林峰既然要走上权势滔天之路，那就要吃双份。历来财政亏空，要么打商人主意，要么打百姓主意。这样吧，唐县长，我来辉明之后，接触过几个民企，现在县财政亏空成这样，800万想要从官家挪用已经不现实了，张成功他们也不可能允许，所以此路不通。辉明县是个穷困县，老百姓也没有水可榨了，咱们就只能打商人的主意了。找民企来当这个冤大头，亏你想得出来，哪那么容易啊？冤大头不好找，合作伙伴还不好找吗？给好处不就行了？那你有把握吗？没有，800万又不是800块，但是事在人为，就试试呗。行，林峰，我可全靠你了。真没想到辉明这地界的工作居然这么难干。张成功的办公室里，几个人满脸笑容，胜利者的姿态总是优雅的。张书记，还是您的办法高明，这下我看这个小丫头片子能玩出什么花来？800万啊，这想想都觉得头皮发麻。呵呵，等到他拿不出来这笔钱的时候，回头还是要来找我求放过。张书记，他毕竟是县长，也算是大权在握，保不齐民营企业有愿意抱大腿的，还是不得不防啊。如果真被他给撬开个口子，拿出了这800万，我们反倒是给他做了个嫁衣裳。是吗？那你可太小瞧我张成功了。咱们辉明县大的民企一共就2家，一家是城南的杜老九，一家是城北的田鹏宇。现在田鹏宇被抓，企业也已经在破产清算和没收，而城南的杜老九想要继续发展壮大，吞并城北的空白地，还要靠我给他保驾护航，叫城北的杜老九来见我。是，张书记。很快，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诚惶诚恐地来到了办公室。杜老九，辉明县最大的企业家，占据民营企业60%以上的老总，黑白通吃。张书记有什么吩咐？老九啊，这几年你过得也够滋润了。都是托张书记您的福，张书记万福金安。吩咐倒是不至于，只是想提醒你一句，这几天把你手上的资金看紧一点，明白吗？能到书记办公室谈话的人，哪一个不是人精？立马就明白过外来了。张书记你放心，我的钱我要是不想给谁，我保证1分钱都拿不走。在辉明县，我要是不想让谁做生意，谁都做不成1万块钱以上的生意。好，你可以走了。好的，张书记，那我就告辞了。晚上，林峰约见了姚诗敏。林主任，资金我已经全部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去找县政府谈办土地购买手续的事儿？不着急，现在对于所有人来说，城东那块地都是一块毫无价值的垃圾地块，明白我的意思吗？聪明的女人总是一点就通。姚诗敏先是一怔，很快就明白过来了。林峰的意思绝对不是杀价，因为800万这个价格之前林峰是同意过的。那林主任什么时候见相关负责人？随时，是关县域土地出卖，是县长直接负责。那就明天上午吧，我去见一见县长大人。可以。哦，对了，林主任，公司的注册手续已经是最后一步了，就是还没有取一个新名字。你既然是幕后老板，名字当然由你来取，就叫九州资本吧，取横扫九州之意。九州资本的确是好名字，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次日，林峰来到县长唐雪岩办公室汇报情况。冤大头企业找到了。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啊，唐县长，您是一县之长，咱们要的是政府和企业通力合作，达到双赢的目的，怎么能叫冤大头呢？说正事儿吧，具体什么情况？城东有一块地，不毛之地，一直都是荒废状态，有一家企业想要买下来，出价800万，地块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您看一下。唐雪岩迅速看了这块地的资料。荒地啊，这么一块毫无价值的破地，800万，真有人愿意买？哪家企业啊？九州资本刚刚成立的。林峰，我们现在虽然需要这笔钱，但是你不能以势压人，更不能以县府办的名义欺负民企。改善营商环境一直都是各级一再强调的事，绝不允许只喊口号。那不能，人家只是有意向而已，具体买不买的还要看你们怎么谈。这样啊，好，那你约个时间，我见一下这个九州资本的负责人吧。人我已经安排好了，你这边只要时间排得开，我立刻就能安排他过来您办公室面谈。行，抓紧时间。
很快，姚世敏一身职业装，干练成熟的知性女人的模样出现在了唐雪岩的办公室。你好，唐县长。你好，你就是姚世敏女士吧？快请坐。唐县长，我跟林主任之前接触过了，咱们就开门见山吧。那块地我是非常感兴趣，但是一来开发难度大，二来价格偏高，价钱是不能少的。希望姚总能理解，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毕竟涉及土地出卖，而且还要走改变土地性质的手续。唐县长，您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我今天来也不是跟您讨价还价的，那没意思。只是我公司初出茅庐，想要打开局面，在咱们辉明站稳脚跟，以后免不了要和官府打交道，所以我和我的团队都不会在价格上面浪费时间。那你想要什么？唐县长，公司的发展成长离不开政府的关怀和政策支持，如果我们以此等天价买下这块地，我公司是否可以商谈一个其他地块的优先权？未来3年或者5年内，如果政府有需要开发出卖的地块，我公司是否可以在法律层面优先拿下，选择开发？唐县长，我觉得姚总的要求并不过分。我可以以县政府的名义给你出具优先权，那么这块地钱什么时候能到账？如果唐县长同意的话，我回公司走个手续就可以马上到账了。好，那就等你的好消息。送走姚世敏之后，唐雪岩欣喜若狂。林峰，你简直就是个天才！对方提出的优先权，我们欣然同意。不管以后九州资本经营的如何，我们也不算坑他，这才叫合作双赢。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更适合当这个县长。可别，唐书记会杀了我的。当天下午，资金到账，县副书记潘宏斌第一时间得到了县财政传来的消息。张书记有重要事情要汇报，唐县长认领的那800万资金筹集出来了。此话一出，张成功差点以为自己听错，整个人脸色瞬间巨变。说好的3天时间筹集完毕，这才第2天，一共也就不到24个小时，800万的巨款搞定了。你确定这是800万啊？不是800块，就跟喝糖水一样简单。确定，具体的情况段斌已经去查了。就在这时，段斌风风火火的进来了。张书记、潘书记，事情查清楚了，这800万来自于一家本土刚刚注册的民营企业，名叫九州资本，公司也才成立不到几天时间。这个九州资本买下了城东的一块鸟不拉屎的荒地，摆明了就是为了主动给唐县长送这笔钱的。因为正常的商人都不可能花这个价钱买那么一块破的，而且补贴已经发放下去了。这个唐县长没有做任何汇报和台账，2个多小时之前，补贴款就已经陆陆续续下发到下面各级单位公户上去了。潘宏斌立刻看向张成功，张成功的眼神中闪过一抹杀意。张成功一个眼神，潘和段2人都知道这是触碰到书记的逆鳞了。鉴于上次会议上唐县长一点面子都没给自己这个县委办主任，所以段斌不介意再帮唐雪岩上眼药。张书记、潘书记，还有更为重要的情况，你敢信吗？新当任的县长在大会上狠狠打了县委书记的脸，县委书记十分生气，当即召集自己的亲信商量如何对付新县长。张书记、潘书记，还有更为重要的情况，下面的各级部门还有老百姓拿到补贴款之后，都在传回明县来了个包青天，而且也不知道怎么的了，以前所谓闺女书记这个名头也传开了。拿到补贴的老百姓们一知道这钱是曾经的闺女书记发下来的，一个个都跟疯了一样。我刚刚接到信访部门的电话，他们说从今天一大早开始，去信访窗口投递表扬信的老百姓非常多，基本都是表扬唐县长的。这一把火拱出来的瞬间，张成功的脸色就更难看了。这个丫头片子够狠的，这不是打我的脸吗？张书记，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张成功脸色铁青，一言不发。这个九州资本莫非是唐雪岩带来的，专门给他新官上任烧一把火的？为了政绩和打开局面，居然连这种赔钱的买卖都干得出来。看来我们有点小瞧了这个黄毛丫头啊！通知杜老九，把他给我叫过来。是，张书记。不多时，杜老九被叫到了县委办公室。短短2天时间，自己一个商人接连2次被叫来面圣。聪明的杜老九猜出是怎么回事。张书记，有什么事儿您直接可以吩咐我老九，我别的本事没有，但是在辉明县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手段还是有点的。好啊，老九，我一直都认为你是个聪明人。都是张书记提携的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嘛。废话不多说了，老九，我记得前几年城东那边你也囤过几块地是吧？张哥，你换新手机了？对呀，之前手机拍视频有点模糊，就换了台新的。那您那台旧的呢？旧的当然第一时间在转转上门回收了，卖了5300多。他们家价格公道，打钱又快又干脆。现在转转不止收手机，就连 LV 包和腕表这种奢侈品，还有运动相机之类的摄影器材都能回收。趁着旧的还值钱，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张书记，那几块地压的资金差点把我给拖死。那几块地我给你找个接盘的，你看怎么样？接盘？张书记您真会开玩笑，谁会接盘那种破地啊？没人接盘吗？未必吧。杜老九后知后觉，自己这张破嘴啊，说的这叫什么话？面前坐着的是辉明县的一把手，县委书记，人家要找接盘侠，还能找不来吗？张书记，我明白了，只要这块地能找到接盘的，哪怕打白条就行，我可以暂时1分钱都不要。那你就等消息吧。另外，注意一下城北新注册地价
家企业，叫九州资本，或许这家公司会成为你的劲敌。明白，张书记，我这就去办。唐雪岩啊，唐雪岩，你不是自带资金来打开局面吗？不是能卖地吗？可以，那就给你上难度，把城东的破地全卖给愿意抱你大腿的企业。当天下午，张成功召开了内部会议，表扬唐雪岩太厉害了。唐县长一来，直接就解决了我们一直以来掣肘的问题。唐县长，那些老干部同志们对你的评价也是相当之高啊！谢谢，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唐雪岩知道这场会议绝不是专门为了表扬自己的，果不其然，说了一些官话之后，书记话锋一转，直接就说到了真实目的。唐县长，县财政的资金情况你也都知道，这800万可以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是解决不了剩下那2000多万的亏空，债务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办法腾出手来谋发展，所以要抓紧时间。现在既然有公司愿意跟你接洽，愿意从县政府手上买走这些闲置的土地，我和县委经过充分讨论之后决定，由你去牵头，把城东另外几块土地也卖给这家企业。什么？张书记，您这不是开玩笑吗？那些地块是什么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九州资本愿意买下这块地，已经是意料之外了。而且我还给人家开了未来合作优先权的绿灯，现在还要卖地给人家，您岂是冤大头吗？我们不能可着一家企业连续坑吧？此话一出，所有人脸色都变了。唐县长，什么叫冤大头？什么叫坑？你是干部，说话要注意一点，这是政企合作双赢的事情，怎么能叫坑呢？双赢？鸟不拉屎的地方算什么双赢？唐县长，不要这么死板了，你可以转变话术啊。反正九州资本已经在城东买了几十亩地了，再买点儿，他还可以做个大项目，到时候我们政府也可以给予大力的政策扶持，不就是开绿灯吗？政策方面的绿灯，我们完全可以放手大胆的开啊。呵呵，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这不是坑民企，这是画大饼，这样可能会更好听一点，是吧，张书记？你放肆，唐县长，我也是为了咱们辉明县的发展，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这是我的个人私利？财政亏空不解决，我们怎么腾出手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还有，你不要仗着你解决了800万的问题，就可以在常委会上胡说八道。在座的哪一位常委，过去几年中不是为了当地发展废寝忘食、功劳苦劳沾全了？功劳谁都有，可不仅仅只是你一个人。一场内部会议在不欢而散中结束了。当林峰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忍不住笑了。喂，你还有脸笑？都什么时候了还笑得出来？我算是发现了，他们坑人的办法是绝妙的。我要是解决不了财政问题，就是我无能；我要是能解决，那就让我继续解决，能者多劳，对吧？是这个意思，只要能吃苦，你就有吃不完的苦。不过对你来说未必是坏事，城东的地块谁都是知道是破地，可是九州资本不还是买了吗？人家有自己的规划，各花入各眼，对他们来说未必是坑。你确定？你觉得他们还愿意继续买地吗？凡事都是商量出来的。会上张书记不是也说了吗？政策绿灯可以放开手脚的开，这等于是给你放权啊！你只要给政策，我相信九州资本会继续买地的。林峰自己都没想到，好事居然能来得这么快。后天就是阳历年，也就是元旦了。按照前世记忆，过了后天，新年第一天，辉明县城东区的发展规划就会由省市2级直接下发下来，文件一到，地价立马就会翻10倍。我是没脸主动去找姚总谈了，这任务交给你吧。林峰，任务完不成，你就别回来了。我说唐县长，人家要对付你，给你上难度，你就扭头过来给我上难度啊！你不能欺负弱小啊！那谁知道呢？谁让我是你太奶呢？唐雪岩浅浅的开了个玩笑，之后认真的指了指桌子上的一堆表扬信。今天上午到下午，我已经收到这么多信笺了，全都是夸我的。我如果办不成这件事，我还有什么脸看这些表扬信？那行了，唐县长，趁着还没下班，我早点去九州资本接触一下姚总，探探口风。其实根本就没难度，这几块地有多少有多少，自己说了算。出门的时候，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引起了林峰的注意。你们就让我进去吧，我是来见唐县长的，我也是来送表扬信的。今天送表扬信的名额已经满了，想送的话明天再来吧。什么？真是没听说过，宋锦旗还有名额，你让我进去吧。不行，上面领导说了，进来的人太多，影响办公了。这位女士，你可以把你的感谢信给我，我帮你转交吧。那不行，我必须亲手给新县长。是林主任啊，你瞧瞧这个女孩要送感谢信，还非要送到县长手上，县长那么忙，还有时间一个一个接待啊？要都像你一样，县长就别上班了。女士，你叫什么名字？怎么送表扬信还要实名登记吗？那倒不是，我只是裴小姐。林峰本来想解释什么呢，恰好县委办的段斌也走了过来，看到段斌后，这位送表扬信的姑娘瞬间向后躲了一下。段主任认识这位女士？认识不认识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林主任这是要出门啊，那就走吧，挡着路可不合适。呵呵，行。
林峰走了之后，段斌直接把裴女士逼到了墙角。你怎么又来了？又来递交举报信的？打算趁着所有人都交表扬信的时候来交你的举报信？我告诉你，裴南星，不要调皮，否则你和你的企业都会比现在还要惨，明白吗？裴南星自知自己是个平头老百姓，惹不起这些大人物。段主任，我没有，您误会了，我真的只是来送表扬信的，因为我也有一部分补贴，迟迟没有收到，今天一大早就收到了。好，你的表扬我会转达的，现在回去吧。裴南星没再说话，转身离开了。林峰出了县政府大门，就在路边停下了。他刚才已经眼神暗示过那个女子了，虽然不便明说，但是他如果聪明的话，或者真有内情的话，他应该能看得出来，会过来跟自己碰面的。哟，林主任还没走啊，在这儿等人呢，想等谁呢？这是，呵呵，你不想让我接触，我还偏要接触才行。我这个人就喜欢不走寻常路，段主任是专门来找我的。专门找你倒是也谈不上，不过既然碰上了，我倒是想跟你说几句话。好的，段主任要跟我说什么，我洗耳恭听。林峰啊，你有这个听从教导的觉悟，这是很好的，那我就长话短说了。希望你在后续的工作开展中也能够提高政治站位，多做一些明白事儿。什么意思？我不是很理解。还要我说的更明白吗？第一，做好自己的分内事；第二，凡事要讲规矩、讲次序；第三，不要多管闲事。听明白了吗？林峰知道这来自县委的敲打，表面上却是人畜无害。这是张书记和潘书记的意思吗？你当然可以这么理解的。那怎么不是张书记或者潘书记亲自跟我说？段斌顿时被气得鼻孔冒烟。林峰，话我已经给你带到了，该怎么开展工作，希望你能做到自己心中有数。说完直接走人了。林峰则是乐呵呵的给曾经的县交警大队江雷打了个电话。喂，江队。哎呦，林峰，你还想起来给我打电话？我不，现在得叫你林主任了是吧？你当着县长的面叫我小林，我不挑你理，私下里打电话你还直呼我的大名，那我可就不高兴了啊，嘿嘿。你小子在我面前还当起领导来了。林峰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前世的江雷锒铛入狱，一辈子也没能出来，让林峰一度黯然伤神。重活一世，能跟老队长开玩笑也挺好的。给我打电话干什么？说正事吧。换新前旧机一定要先估价，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你敢信吗？县委书记为了打压新来的县长，逼迫新县长接洽的企业买下荒废的土地，结果第二天那块地的价值就翻了10倍。殊不知，这背后的一切都是林峰在精心策划。给我打电话干什么？说正事吧。2个事，帮我查一个车牌号的车主联系方式，车牌号是009873，车主姓裴。第2件事，你找一下事故大队，查一下2年前的一场车祸，死者名叫马二壮，这个车祸的赔偿以及责任划分的问题。去，没问题，别的事儿帮不上忙，这涉及交通上的事儿，我还是能解决的。行啊，那谢谢你了，江队，回头请你吃饭。说准了，当官了不能放老同志鸽子。明白。15分钟后，林峰找到了姚世敏，说明情况。林主任还要继续买地？你是担心政策下不来？那倒不是，我把自己都交给你了，当然完全相信你。只是我们账上没那么多钱了。打白条呗。这几块地是城北杜老九压在手里好几年的地块了，一直都是荒草丛生。他现在恨不得赶紧把这烫手山芋给付掉，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机遇，让我们狠狠的杀一波价格，以及去找县委县政府提条件，等于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一鱼两吃。听到这话，姚世民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了。原来是这样，这不是把肥肉往我们嘴里送吗？太好了。县委和县政府的争斗中，你完全可以从中得利。好，那就先打白条。下午，林峰来到了县长办公室。九州资本愿意通过政府主导购买杜老九手上的100多亩城东空地，也只有2个条件：第一是打白条，而且是无息白条；第二是九州资本在后续的政企合作中要有县委县政府上会审议通过的优先权。唐雪岩听到人家还愿意购买，就已经够高兴的了，而这2个条件根本就不算条件啊！好，林峰，你干得好，我马上去找张书记开会。另一边，张成功得到了消息，嘴巴都快笑歪了。这个唐县长可真能找冤大头啊！还真有人这么不遗余力的跳课，那就推他一把，让他在辉明县彻底翻不起身来。张书记，您这一招高明啊！那我现在就安排政企合作会议，让他们2家交接一下手续。可以，张成功都亲自指挥了，办事效率自然非常之高。上午做的决定，下午政企合作专项研讨会暨签约仪式直接就召开了。张成功、潘宏斌等县委常委主要领导出席，还有国土资源部门的也出席做个见证。九州资本的代表是姚世敏，城北的杜老九也亲自出席，会议由唐雪岩主持。好，会议现在开始，请张书记讲话。张成功巴拉巴拉说了一堆狠抓落实、学习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等老生常谈的话，算是给会议定下了基调。唐县长继续主持。好，既然是签约仪式，那咱们就先办正事。九州集团出的条件是先付款10%的预付款，其余的用无息白条的方式后续支付。至于价格，每亩地最多只能出到6万块钱，不能再多了。6万，我当初买的时候可是12万1亩了。姚总，你杀价不能杀我这么狠吧？那可是将近200亩的住宅用地啊，你让我亏1半。杜总，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诚意了。你多少给加点啊？请谅解，杜总。那行吧，谁让这是唐县长主导的呢？张书记和潘书记也在场，那就我同意了，6万就6万吧。
支付细则是半年之内付清，在款项付清之前和付清后，该地块所产生的商业行为和经济效益，皆不影响款项支付的履约。好的，没问题。杜老九乐开了花，这破地有人要就不错了，半年内付清已经是意料之外了。至于后续的商业行为和经济效益，鸟不拉屎的地方有个毛的经济效益啊！好，我全都同意。双方在县委县政府的见证下签署了买卖双方协议。唐雪岩继续提到了关于九州资本的第二个条件，未来政企合作中，九州资本要有全面的优先权，要县委县政府决议并书面化通过。没问题。张成功想都没想就直接同意了，最终解释权在县委这里，这都是小菜一碟。好，那今天的会议就圆满成功了。姚总、杜总，祝你们事业顺利，为辉明县的民企起带头作用，为辉明县增光添彩，发挥自己的中坚力量。谢谢唐县长。谢谢唐县长。会议结束后，林峰去了唐雪岩办公室。唐县长，九州资本明天开业，开业典礼上想要邀请您去一趟，您看。做生意总是要有人站台的，开业时候有人站台和没人站台，未来的发展截然相反。唐雪岩不会拒绝，也没有拒绝的理由，所以林峰专门来汇报一趟。行啊，反正明天休息日再说。这次九州资本帮了我这么大的忙，不管怎么说，我都要去还人家这份人情的。扶持本土企业发展也是县政府的政策导向，可以。那我明天开车去接你。林峰，你对这个九州资本的事情好像很上心啊，难道说你有股份？哪能啊，唐县长！一来扶持本土企业是政策，二来九州资本算是被咱们给裹挟下水了，我能有什么股份？你最好没有。公职人员不能参与企业分红和商业行为，这是高压红线，明白吗？明白的。那你去吧。次日，九州资本顺利开业，县长唐雪岩亲自站台。非常荣幸受邀参加九州资本的开业典礼，我是县政府的唐雪岩。值此元旦之际，我代表辉明县向全县企业家、企业主和工商户说一声新年快乐。借此机会，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辉明县政府从今后开始会着力发展企业、扶持企业、深化改革、推动政企合作。我们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也会做好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请大家同心戮力，趁着改革大势和发展的东风，快步向前，迎风而上。下面掌声络绎不绝，杜老九在下面皮笑肉不笑的鼓了鼓。说的真好啊，只是不知道你站台的企业能活几天，你这个县长又能干多长时间。就在这时，林峰和唐雪岩的手机同时响了。喂，张书记，有什么事吗？喂，红叶，怎么了？林主任，上面突然下来了政策，所有部门都要赶紧回来开会，暂停休假。好，我知道了。唐雪岩那边也接到了电话，内容也是一样的。两人对视一眼，林峰点了点头。姚总，真是不好意思，工作上突然有事，就不能听你们介绍企业了，我们要先离开了。好的，唐县长，工作为重，谢谢您今天的莅临指导。好，那就告辞了。辉明县大院会议室，全体干部停止休假，全部赶回来开会，场面热闹非凡。肯定是有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了，否则不可能搞出这种动静的。是啊，肯定是有大事。随着参会人员陆陆续续到现场，唐雪岩和林峰也到了。县委办段斌及工作人员把关于打造百强县发展方针及意见的文件分发到每一个参会单位和个人手中。随着众人拿到文件后，偌大一个会议室瞬间开始一片哗然。聚焦力量，打造百强县，我们辉明也在百强县预备役之列。我的天呐，之前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这可太让人惊喜了。县城东扩南移，这政策太棒了啊！看来上城要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推动城市化进程是下了大决心了。东扩南移，扩大城市规模，改变城镇面貌。各级部门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之色。同志们，安静一下，张书记到了。在七嘴八舌的议论中，张成功昂首阔步地走进会场，副书记潘宏斌紧随其后，林峰坐在一旁，倒是从张成功脸上看出了猪肝的颜色。来开会之前，张成功说了一句话：我从隔壁县到辉明县，从副书记到书记，加起来当了9年书记了，从来没有像这半个多月来这么憋屈过。这叫什么事啊？就跟有人在背后捣鬼跟我对着干一样。林峰忍不住偷笑，随即扭头看向唐雪岩。这九州资本是背后有高人指点啊，这一招暗度陈仓玩的也太厉害了吧！前脚刚买地，后脚政策就下达了，就跟为九州资本量身定做的一样。唐雪岩扭头看向了林峰，也就林峰跟姚诗敏走得近了，但是肯定不是林峰泄密的，就连自己来回明之前都不知道这茬呢。林峰哪有密可泄的？这个姚诗敏看来不是一般人啊，背后的关系绝对不是一般的人物。这种政策是省一级直接下发下来的，可是就连父亲都从来没说过这个谋划，难道姚诗敏这个女人背景通天不成？同志们，静一下，我们开始开会吧。分发到大家手上的关于打造百强县发展方针及意见的文，想必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上级给我们辉明县的厚望和重担，在新的一年第一天已经落实下来了。我们辉明县的下一个5年计划，就是把百强县的预备队变成现实。县城的东扩南移，扩大城市面貌，大力发展第2、第3产业，将会是接下来5年的第一要务。我们各级部门务必制定计划，压实责任。会议一直从上午10点开到了下午3点钟，终于在激烈的讨论和对未来蓝图的展望中宣布结束。
另一边，杜氏集团杜老九的办公室，打造百强县，城市面貌东扩南移，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那200亩地一夜之间要增值100倍，关键还他妈是打的白条，我1分钱没捞到，反手亏了大几千万，这他妈不是可着我杜老九一个人坑吗？九爷，这事哦，不一直都是张书记帮忙运作的吗？人家是县太爷，现在出了这种情况，肯定会给我们一个说法的吧？说法他必须给，要是让我知道他张成功在坑我，我破船还有3斤钉呢。你敢信吗？新到任的县长和县长秘书竟然在大会上得罪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当即叫来手下商量对策，打算对其出手。殊不知，县长秘书已经知道了他们的阴谋。张书记，怎么现在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我老九要成气子了不成？你这叫说什么话？我就坐在办公室，整天等着接你电话的。一句话直接噎得杜老九哑口无言。人家毕竟是书记，杜老九一个商人，有情绪归有情绪，尾巴还是要夹起来的。不是张书记，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实在是着急呀。下班之后到我办公室来吧。张书记，我们一会儿见。下午，县委书记张成功办公室。张书记，我老九扪心自问，这么多年，算对您老人家忠心耿耿吧？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坑吧？你让我对付那个新来的唐县长和九州资本，我去对付了。现在怎么样？那200亩地，我压在手里亏了那么多年，昨天刚卖，今天翻100倍，我现在比当年我爹去世时候还难受呢。行了，别在我这儿诉苦了。红头文件你不是没看到，要打造百强县，相关政策是自上而下下达的，就连我也是今天上午开完了电话会议才刚知道的。我能怎么办？你以为我不想帮你拦着？可是我怎么拦？我现在脸比你还疼呢。张成功也是气得吹胡子瞪眼，要不是今天开会的时候没办法发作，还要笑脸相对的讲话，他都恨不得掀桌子了，搞得好像自己被架空了一样。这种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好，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张书记。可是就让我这样坐在冷板凳上吃这个亏了不成？我可咽不下这口气啊，张哥。这正是我今天叫你过来要跟你说的事。老九，你现在听着，我给你说3件事。第一，先说县府内部的问题。九州资本从第1次买地到第2次买你的地，背后一直都是有人在主导的，你看出来了没？是那个新来的黄毛丫头？不全是，他一共才到任3天而已，这些事他3天可做不来，在他来之前，已经有一个人在帮他铺路了。听到这话，杜老九眼前一亮，是那个县府办代主任林峰？不错，正是他。这小子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实际上长了毛就能变成猴儿。我可以这么跟你说，你的一切亏损，如果要算账的话，这个林峰要承担80%以上的责任。姚诗敏是个丈夫入狱的寡妇，你知道吗？城北田鹏宇的入狱也和这个林峰有着莫大的关系。张哥，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这个林峰我要弄死他。张成功没有回答这句话，像是默认一样。第2件事，这个姚诗敏不就是曾经田鹏宇的老婆吗？一个女人还是个寡妇，你还对付不了她吗？那200多亩地价值翻倍了又如何？你现在可还是她的债主呢。一听这话，杜老九一直压抑的嘴角终于松下来了。张哥，这倒是提醒我了，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吃进肚子里的才是自己的，没吃进去之前花落谁家还不一定呢。你也是老江湖了，老九，一个女人你还对付不了她吗？哈哈哈，那自然是能，我有100种办法弄了她。那么接下来是第3件事，如果说你最后真的因为这件事吃了亏，县城要东扩南移，整个城东闲置的土地还好几块呢，究竟哪几块地才是核心？还不是当地因地制宜的制定政策的时候说了算吗？你给我做好前面2件事，这最后1件事算是我私下里给你的承诺，你对我忠心耿耿为我做事，我不会亏待你的。一番话下来，杜老九终于舒服了，深深的对着张成功鞠了一躬。谢谢你，张哥，我会好好干的。去吧，别遇事儿动不动就愤怒，愤怒只会降低你的智慧。是，我知道了，我先撤了。去吧。杜老九离开县府大院的时候，刚好看到林峰和唐雪岩2人下班，开着车出了大院。看到这2人那一刻，杜老九眼神中闪过一抹狠辣，随即拿出手机打电话给小弟。阿龙，你带上几个人，跟上车牌号是0A09772的车辆，不用管车上的人是谁，给他们点教训，只要不出人命，给我往死里打。林峰，我怎么有点惴惴不安的，总感觉心跳有点快，你开慢点，我大概是晕车。不是晕车，你看一下后视镜就知道了。唐雪岩将信将疑的通过后视镜看了一眼，很明显的有2辆车，你快他就快，你慢他就慢，分明是在一直跟着自己的车。怎么会这样？林峰，那我们怎么办？甩不掉，就只好正面碰一碰了。你坐稳了，我开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看看这群人究竟是谁。安全吗？要不然我联系一下当地公安。不用。林峰拒绝了，跟踪手段如此拙劣，大概率是最近惹上人了，一个小卡拉米而已，算不得什么大人物。妍，你坐在车上别下来，我很快。林峰说完，直接下车，二话不说，直接冲向那几个人，一个拳脚下，几个人全部被撂倒。谁让你跟踪我的？说。我不说。
我说，大哥别用力了，我说，这才对嘛！大量的事实证明过，嘴硬和骨头硬比起来，根本不存在选择困难症。是九爷，是杜老九给我们的任务是跟着你们这辆车，不用管里面的人是谁，只要不打死就往死里打，要给你们点儿教训。回去告诉他，做生意就好好做，老老实实赚点钱，把尾巴夹起来做人，可保平安。想要玩黑的话，我会让他牢底坐穿。什么玩意儿？这家伙真是这么说的？是啊，九爷，他说如果再有下次，他会让九爷你坐牢。一个小小的戴主任，他以为他是谁啊？还有你们几个废物，就算是跟丢了一辆车，你们4个人啊，还能被打成这样？九爷，这家伙是真的能一打4啊，太狠了！行，林峰，你九爷记住你了，你给爷等着，老子倒是要看看咱们俩谁先倒台。林峰解决完了跟踪事件后，带着唐雪嫣找了一圈房子。妍，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现在住的独家小院可以把楼上让给你，我们合租。你之前也是去过的，条件你都见到了。你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我跟你合租？干嘛这么看着我？合租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啊。当然，我只是提出可行性建议，具体是否合租还要看你的想法。你知道我来辉明之前，我爸专门跟我说过一句什么话吗？唐书记说了什么？我爸说了，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跟你合租。真的假的啊？唐书记还专门说过这句话？不然呢？他真的说过。听到这话，林峰震惊的眼珠子都差点飞出来。没想到唐丰年还专门提到了这件事。震惊之余，林峰冷静下来，不得不感叹，到底是做半步封疆大吏的人，看人真准。不过，其实唐雪嫣说的已经比较含蓄了。唐雪嫣临上任之前，唐丰年的确说了一些话，但并不是说合租的事。妍妍，爸爸跟你说件严肃的事，到了辉明之后，工作上的问题，你可以完全信任林峰，遇到任何事多沟通多交流。林峰这小子聪慧机敏，有手段有魄力，会是个好帮手。但是个人问题上，还是要跟他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不要太过缠绕，不要未来有一天追悔莫及。其实唐雪嫣知道父亲另有所指，此刻唐雪嫣见林峰若有所思，笑问道：怎么对唐书记的话有想法？我哪敢啊！妍，唐书记这么交代，肯定也有他老人家的道理，那就看你自己的想法吧。毕竟我的确也只是一个提议而已，最终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判断。我的判断啊，我觉得我爸说的对，但是我从小到大从来都没听过他的话，就合租吧。那行，我带你去整理一下，你今晚就可以在这儿睡了。可以，我都已经2天晚上没睡好觉了。对了，今天追我们的车是什么人啊？城南杜氏集团的杜老九。胆子这么大，这个人看起来和辉明县的官员们联系的非常紧密啊。是的，后台就在县里，后台就是张成功，或者是潘洪斌，亦或者是县委办的段斌都有可能。不过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九州资本的姚诗敏，她一个女人，面对杜老九生意庞大的地头蛇，很难斗得过。尤其是杜老九本来就有吞并城北生意的野心，现在这200多亩地又坑了他一把，让他吃了这么大的亏，我估计这家伙很快会对姚诗敏下手。什么叫姚诗敏坑他一把？那是他主动卖给九州资本的，现在政策来了，让那块地价值翻倍了，跟坑不坑他有什么关系？这是哪门子逻辑？但是人家不会这么想啊，甚至捎带着连你这个县长都是坑他的主谋之一，所以人家今天气急败坏，说什么都要打你一顿，先出一口恶气再说。林峰，我以县长的身份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要多关注，密切协助九州资本的运营和发展，平时没事多去转转看看。我们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第2、第3产业，绝不是喊喊口号而已，更绝对不允许杜老九这种人对其发动恶性竞争。如果杜老九有任何违法或者过分行为，你直接汇报给我。好的，唐县长。不过咱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杜老九为什么敢如此胆大妄为，还不是因为他有后台？江湖之远和庙堂之高从来都不是2条平行线，而是相互缠绕的相交线才是。想要真正让好的企业健康平稳发展，还是要从根源上治理，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看来我们要想办法赶紧把张成功这坚不可摧的一条船上撕开个口子才行。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他们还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且我已经发现县里部分官员违纪甚至违法的苗头。是吗？你有什么发现？说来听听。昨天不是有很多人给你送表扬信吗？但是有一个女孩打算去找你送举报信，我猜测她之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去送举报信，大概率是投诉无门，又听说了你这个闺女书记的名号，才不得已出此下策的。你敢信吗？新县长在去酒厂调研的路上，被县委办主任当众拦住，只因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链条。昨天不是有很多人给你送表扬信吗？但是有一个女孩打算去找你送举报信。什么举报信？给我的？举报谁的？信在哪儿呢？她连县府的大院都进不去，举报信自然也没敢能拿出来。我后来在她离开的必经之路等着她，结果县委办的段斌显然认识这个姓裴的姑娘，生生跟在屁股后面，把这个姑娘给逼走了，没敢跟我多说一句话。段斌，唐雪嫣记住这个名字了。这样的人，不管职位有多高，本事有多大，只要不为老百姓办实事，藏着秘密藏污纳垢，必须让他滚蛋。那这个女孩现在还能找到吗？我已经托我
我之前的老领导县交管大队的队长江雷去查他的车牌号了，一旦查到，我们就可以联系上这个姑娘了。太好了，到时候我们明查也好，暗访也好，就是要把见不得光的地方统统给暴露在阳光下。就在此时，县交管队的江雷刚好打电话过来了。喂，林峰，昨天你让我查的车牌号查到了，车牌号的主人名叫裴南星，手机号是。哦，对了，这个裴南星还是一家企业的法人。听到这话，林峰下意识一怔，还是企业主呢？他名下企业是一家酒厂，因为这辆车牌号的所属车辆也是登记在他企业名下的，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林峰心头一震，如果是车辆的话，再加上之前张树生跟自己说过的话，那昨天这个裴南星恐怕还真是有大冤屈啊。什么酒厂？酒厂名字是什么？是奢酿吗？的确是奢酿，是辉明县的一家本地小酒厂，生产规模也不大。好，那我知道了，江队，回头请你吃饭啊。你小子吃，你记住就行，我还有事儿，挂了。挂断电话后，从林峰的表情上，唐雪岩已经看出了更大的问题。具体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很多事情都对上了眼。之前我刚来辉明的时候，就注意到一家本地酒厂名叫奢酿，一直被打压。后来张树生还提醒我说，这家酒厂是因为得罪了县里的人了。现在又见到了企业主裴南星，想尽办法要给新来的闺女书记来递交举报信，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刚才你说了要明察暗访，我觉得咱们如果能先见这个裴南星的话，大概就能知道他要举报什么，以及他的酒厂到底出现过什么事了。林峰，这件事已经不是我们和张成功等人斗争的问题了，而是民企被打压、经营活动被故意的破坏导致的百姓利益受损的问题了。你现在就跟这个裴南星打电话，让他给你的地址，我们亲自去找他。今天还过节呢，唐县长，这么着急吗？什么节也没有老百姓的事儿重要。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可以吃饭睡觉，可是让我知道了，不马上处理，我今晚觉都睡不着。辉明县有你这样的县长，是老百姓的福气啊。那我现在就给裴南星打电话。喂，你好，哪位？你好，请问是裴南星女士吗？是我，请问你是？我是辉明县府的工作人员，裴女士，前天我们见过面的，在县府大院的大门口，你还记得吗？你是那个林主任。听到林峰的语气，裴南星也瞬间想起来了，语气中顿时夹杂着惊喜。那天见面时候，他就看出来了，林主任是个好人，而且非常机敏，见自己说话不方便，人家还专门在路口等着自己。只可惜自己还是没机会跟林主任交流，只好错过了。是我，那天有人在跟着我，我没办法停车的林主任。我知道的。这样，裴女士，关于你的问题，我考虑了一下，电话里说不太方便，我们还是见个面吧。那我去找您，算了，我现在出门受限，要不然还是您来找我吧，辛苦您一趟。可以，你把位置发给我。好的，林主任，那一会儿见。林峰挂断电话，很快收到了一个地址，在奢酿酒厂附近，但位置并不是酒厂。唐县长，事情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啊！这个裴南星连自由行动的基本权利都已经受限了。出发，我们现在就去找他。车子刚刚开动没多远，前面突然窜出来一辆大众帕萨特，拦住了两人的去路。前车下来一个人，面带笑容，却是皮笑肉不笑。唐县长、林主任，大过节的不好好待在宿舍休息，这是要去哪儿了？林峰定睛一看，对面车上下来的人，顿时就气不打一处来。唐雪岩早就对段斌这个县委办主任有意见，所以直接推开车门下了车。哟，段主任也是大过节的不休息，这么辛苦的吗？据我所知，辉明县财政压力这么大，你这加班也没有额外补助的吧？那当然没有，唐县长，我也是为人民服务嘛，组织和人民给我的已经够多了，不敢要额外的补助的。没有补助，大过节的还专门拦住了我的车，什么意思？我跟林主任要去干什么？需要向你县委办先汇报汇报？那当然不是，唐县长，我只是刚好路过，正好看到了唐县长您的车子，我想着您和林主任都是初来乍到，对回民人生地不熟的，如果要趁着过节四处游玩的话，我倒是可以当个向导。此话一出，其实段斌已经暴露了，这让唐雪岩和林峰双双都十分的震惊，二人对视一眼，心照不宣，心中早已经是惊涛骇浪。可以。就在一会犹豫之际，唐雪岩大手一挥，直接答应下来了。段主任考虑的真是周到，我和林主任的确是人生地不熟的，那就烦请段主任上我的车当个向导吧。我开自己的车就行了，唐县长。不，你上我的车，我们有些路段也不熟的。段斌一怔，无奈之下只好点头同意。林峰也把驾驶员的位置让给了段斌。唐县长，那请问您打算去哪儿游玩呢？听说咱们辉明有个本土酒厂叫奢酿，我打算趁此机会去转转，考察一下实际情况，大力扶持本土企业，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毕竟不能只是口号嘛。这段斌哪怕早就心中有数，被唐县长这么一说，却还是有些慌了。怎么，段主任不知道这家酒厂的存在？知道是知道，只是这家酒厂规模不大，生产出来的酒水品质也一般，而且酒厂距离城区中心比较的偏远，中间路段也缺乏修缮，开车的话路还挺不好走的。要不然这样，唐县长，我带您去另外咱们本土企业的红木家具厂看看吧，还有2家水
泥砖砂石厂，这2家厂子做的都不错的，是过去几年我们回民县政府一直大力扶持的民营企业呢。段斌推荐的红木家具厂还有砂石厂，那都是一些县里主要领导的家属的生意，要么是小舅子的，要么是大姑姐的，平时应付这种突然袭击的检查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去这种地方才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唐雪岩根本不吃这一套。段主任了解这么清楚啊，那看来对佘酿的细节还是挺熟悉的嘛，那就更要去看看了。开车。唐雪岩语气骤然变得冷傲无比，不容置疑。那就去佘酿吧。中途他想要拿出手机给什么人发消息，却被林峰提醒了一句：段主任认真开车，唐县长可在你车上坐着呢，安全第一。我明白的。段斌只好老老实实的，足足开了半个多小时，把车开到了佘酿酒厂。你好，各位领导，欢迎您来佘酿莅临指导工作。去食堂准备晚宴，让厨师们抓紧点儿，不然时间来不及了。是，裴总。等一下，晚餐就不必准备了，我们只是来看看，转一圈就走了。裴总，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唐雪岩，唐县长。你好，唐县长，您就是以前石门乡的闺女书记吧？早就听说过您的鼎鼎大名了。是我，裴总你好，很年轻啊你。谢谢唐县长，您也很漂亮。林峰专门拿出手机给裴南星发了个消息：今天唐县长在，你有什么话直接说，有什么举报材料直接拿出来，不要害怕，更什么都不用担心，只管说你的想法就是。然而刚收到林峰的短信，裴南星还没来得及高兴了，紧接着他就收到了第2条短信：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最好做到心中有数。再回明县，铁打的书记，流水的县长，不要知法犯法，挑战底线。第2条短信发现人正是段斌，分明是赤裸裸的威胁。当裴南星抬头看林峰的时候，林峰对他的眼神中是满眼的怜惜和期待，要的就是让他把自己收到的所有的不公和委屈全都说出来。而站在旁边的县委办主任段斌，眼神中则是孤高冷傲，明确的稳坐钓鱼台的傲然和威胁之意。一边是县委，一边是县府，自己究竟该何去何从？仿佛一种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裴南星迟疑了半天，最后选择把手机收了起来。唐县长、段主任、林主任，里面请。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佘酿酒厂的生产经营情况。听到这话，段斌乐了，这不是很明显了吗？裴南星不敢跟自己对着干。进入厂区后，唐雪岩突然出了奇招。段主任，这马上就要天黑了，咱们时间紧，任务重，今天的考察想要做到全面，恐怕天黑之前是来不及。我看我们不如兵分2路。唐县长，怎么个兵分2路法？我看段主任对酒厂也非常了解，那就咱们2个一队，由你来给我介绍酒厂的概况，让裴总带着林主任他们2个一队去实地调研生产经营方面的问题，你看如何？段斌心头一震。这哪里是分头行动，这是打算分而治之啊！唐县长，这不合适啊！我对佘酿的了解还是不够充分的。如果今天时间不够的话，要不然我们明天继续也行。了解不够，本地企业一直都是县委县政府的重点帮扶企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佘酿酒厂还是你们县委办主点抓的点吧？刚才来的路上你不是了解的挺透彻的吗？现在又说不了解，你究竟是不想给我介绍情况，还是严重渎职？刚才说的了解充分是唬我的，实际上你根本不了解真实情况。此话一出，段斌直接被架在了火上。那叫一个进退两难。你敢信吗？一个小小的县委办主任，靠着县委书记撑腰，竟然敢当众威胁县长。了解是了解的，只是唐县长，那就没什么好可视的。走吧，你带我四下看看，着重看生产安全以及食品安全类目的问题。这好吧。段斌硬着头皮咬着牙，直接应了下来。唐雪嫣给林峰投递过去一个眼神，双方心领神会。裴南星则是交给林峰了。裴总，带我去渠道销售部和经营部门看看吧。行，林主任，这边请。经营部、销售部是连在一起的几间办公室，办公室正好没人。你把去年、前年每个季度的生产情况拿给我看。裴总，没看错的话，照这个生产规模下去，到今年2季度，你们酒厂就该关门大吉了吧？林主任，如果酒厂的经营还是这个样子下去的话，您猜得很对，2季度就打算申请破产清算了。销售额给我看，还是过去3年精确到每个季度。紧接着，林峰又开始看奢酿的销售额。林峰只是看了一眼，顿时就火冒三丈。裴总，跟我好好解释解释，这份文件是什么意思？从去年4季度开始，酒厂销售额太低，难以为继，就已经没办法保证员工工资了。我用贷款给他们发放工资，结果这些在奢酿干了半辈子的老员工，又以自发筹款的方式来反哺公司，非但不要工资，还从家里拿钱过来。这笔钱本来也只是解决燃眉之急的，酒厂可以至少再撑一段时间，却被有关部门定义为非法集资，又把这笔钱全部罚没了。到底怎么回事？你现在就可以跟我说了。门外那些设备是打算低价出售卖掉了是吗？酒厂打算关门了，因为经营不下去，只能选择关门了。刚才我给你发了短信了，为什么不跟唐县长说？林主任，在我收到您的短信之后，段斌段主任也给我发了短信了。这个狗东西真是找死！所以我猜那天你去找唐县长递交感谢信，实际上是想要借此机会去送举报信，是不是？是的，酒厂陷入经营危机之后，我能找的部门都找遍了，可是他们所有人都是一伙的。也就听说最近新来了个县长，而且还一口气下发了所有的企业补助，又是以前名声在外的石门乡闺女书记，口碑和风评都非常好，我才想着去碰碰运气的。这样吧，我把唐县长叫过来。
你不要害怕，当着唐县长的面把你遇到的所有问题全都说出来，哪怕是那个段斌在，你也不用害怕。我告诉你，这一次涉及到谁，唐县长就会处理谁，一个不留。林主任，你说的是真的吗？请你相信我。对了，还有件事，裴总，我们约好要来找你之后，你有没有跟谁通过电话？没有，我连酒厂都很难出去的。那就奇了怪了。林峰疑惑之际，忽然脑袋一震，你把你手机给我。裴南星不解，但还是老老实实把手机递给了林峰。林峰拿过来操作一番后，更是直接火冒三丈。你的手机通话信息也被监控了。林主任，真的假的啊？你回头大概需要换个手机了。林峰直接掏出手机给唐雪嫣打电话。唐县长，我在董事长办公室发现了问题，你们过来吧。林主任，你是发现什么误会问题了？听你的口气，好像挺着急的样子啊！哈哈，不要激动，坐下来慢慢说呗。坐下来慢慢说。段斌，有些事情能坐下来慢慢说，有些事情我看必须蛇打七寸的说，否则问题永远也无法解决了。你说什么？林峰丝毫没顾及段斌的任何脸面，直呼其名，这让段斌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林峰，你小子叫我什么？你是不是疯了你？我看你段斌才是疯了。今天我和唐县长决定要来奢酿酒厂考察调研，为什么这么巧你就刚好出现了？你解释解释。林峰，你是不是忘了你是什么级别了？我跟你解释得着吗？你算个什么东西？那你就跟我解释解释。段主任，我也对这事儿非常好奇。唐县长，我之前就说过了，只是巧合而已。听到你们要来调研，我考虑到你们初来乍到，所以……那你给我解释解释，裴南星的手机基带为什么会被技术手段劫持？他的通话记录和个人动向全部都在劫持之下暴露的一览无遗。段斌，这个你怎么解释？听到这话，段斌的眼珠子差点没飞出来。基带被劫持，技术手段渗透，这都能被发现。这个林峰是属狗的还是属猴的？怎么无话可说了？还是说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心知肚明。我不知道，林峰，你在说些什么？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我也不知道你究竟在怀疑什么。不知道是吧？可以，那我可以跟段主任普及一下。根据刑法、电信设备管理安全法和民用电信设备基带技术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任何机构和单位及个人坚决不允许对任何组织和个人进行非法监听和技术手段信息劫持，并根据刑法量刑标准规定，出现这种情况，根据对受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及人身伤害程度不同，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者7年以上有期徒刑。段主任，我明确的告诉你，裴总将会把这件事举报到相关部门并追责到底。这件事我也会协调公安和通讯部门的同志一直跟踪到底的。段斌脸都绿了，他万万没想到林峰竟然懂这么多。林主任，好了，段主任，这件事就不说了，到此为止，后续让有关部门的同志来处理吧。接下来让裴总说说他在酒厂的生产经营中所遇到的问题，咱们大家一块儿来听一听，该帮扶的帮扶，该处理的处理。裴总，你可以开始了。是唐县长，林主任。裴南星要把自己的经历和遭遇，一切的委屈全都说出来。唐县长，我实名举报惠民县宏源实业技术有限公司对我奢酿酒厂的迫害和无端举报，对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故意破坏和恐吓。此话一出，段斌本就阴晴不定的眼神，脸色也是瞬间大变，他像是饿狼一样的眼神，下意识的死死的盯住了裴南星。唐县长，有些事情我们还是要慎重考虑。如果企业主和别的公司存在误会或者经营过程中的竞争的话，完全可以通过诉讼或信访的方式去寻求解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就这样一面之词的举报，这不符合程序啊。呵呵，段主任不必惊慌，程序不程序的，不都是事在人为吗？如果最终核实结果真的是误会，相关法律自有公断，对我们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影响。无奈之下，段斌只能通过眼神不断的飘忽，以此来警告裴南星不要胡说八道。可是好像无济于事，裴南星豁出去了，根本没看他一眼。宏源实业技术有限公司3年前霸道的提出要收购我奢酿酒厂，并要打包收购我们酿酒原料种植所用的50亩高粱地，在遭到拒绝之后，开始提议入股，并要占股大部分。但是我们奢酿酒厂是家族企业，不愿意假手于人，更不会变卖任何股份。再次遭到拒绝以后，我们遭到了该公司法人刘大志的明确威胁和恐吓，包括但不限于让酒厂经营受阻、银行抽贷、资金断裂和生产安全等问题。事实上，在过去3年内，我们公司的确遭遇了他们所说的所有问题，甚至相关单位各种不明所以的罚款与日俱增，恐吓信还说要的就是直至酒厂关门倒闭为止。时至今日，奢酿酒厂即将倒闭，多年来我却投诉无门。什么人在阻拦你投诉相关诉求？就是他。段斌心头一震，表情直接变成了猪肝色。裴总，你是在说我吗？是我在阻拦你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吗？你好好想想清楚再说话。我想的已经很清楚了，段主任，我去过信访部门多少次，每次我的诉求都是无疾而终。我也去过县委县政府多次，每一次都是你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我的举报材料的吧，毫不例外，每一次都是石沉大海。别的不说，就说上次给唐县长送表扬信那次，你猜的没错，我的确是要去送举报信的，却还是被你及时的拦住了。段主任，你现在让我好好想清楚，谢谢你的提醒。
我想得够清楚了。另外，我还想跟你说一句，兔子被逼急了还要咬人呢。掷地有声一番话下来，段斌都震惊了。看起来这柔柔弱弱的小姑娘居然这么刚，看来真是被逼急了。唐县长，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很多时候县委县政府的相关政策和决定，下面的群众和商人不理解是常态。我们要做的就是维稳和一步步慢慢的引导，事情绝对不是像他说的那样的。唐县长，段斌此刻痛恨裴南星到了骨子里了，当着县长的面被人告这样的黑状，搁谁受得了？唐县长，这其中的事情回去之后，我会专门抽个时间跟张书记和您汇报一下具体情况的。可以，我会听你的汇报的。林主任，我们去这个宏源实业科技有限公司去看一看。是，唐县长。段斌听到这话，顿时再次紧张起来，这是非要把天捅个窟窿不成？唐县长，您确定吗？真的要把事情闹大？闹大？看来段主任知道的还是比我们多啊，要不要分享一下？怎么闹大？为什么闹大？闹大了对谁不利？不，唐县长，您误会我的意思了。唐县长，我想说的是，我们还是先回去部署一下，再去考察。更何况现在天马上都要黑了，还有就是您刚来，对很多事情不了解。正是因为我对很多事情都不了解，我不搞清楚，晚上都很难睡得着觉。裴总，把你要给我的举报材料给我吧。另外，保持电话畅通，我随时电话联系你，配合我的调查。我想说的是，县委县政府对本土民营企业的扶持是执行上级精神，更是全县的发展战略，大势所趋，绝不只是喊口号而已。如果你所说的问题全部属实，类似这种情况，我以县长的身份向你保证，县政府会牵头，有一起查一起，有10起查10起。林主任，我们走。你敢信吗？县长在调研砂石厂的时候，县委副书记竟然让厂长直接锁住大门，只因一众常委联合在一起，想要给新县长一些教训。正是因为我对很多事情都不了解，我不搞清楚，晚上都很难睡得着觉。林主任，我们走。此刻段斌慌了神了，如果真要去，还这么突然，万一发现点问题就不好了。好在等了半天，终于等来了副书记潘宏斌，给了他底气。我已经安排了刘大志处理他们了，你回来就是，不必再陪同。他们要去踢铁板，那就让他踢，回头谁的脚疼谁知道。好的，潘书记，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段斌做下了决定以后，出了酒厂大门没多远，直接把车停住了。唐县长、林主任，如果非要去宏源公司的话，你们自己去吧，我就不去了。怎么了，段主任？一是天马上就要黑了，我低血糖，吃饭迟了的话影响身体健康；二来这并不是工作时间，现在还休假呢，我觉得没必要加班这么久，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可以，要不然先把你送回去。那倒不用了，谢谢唐县长的好意，我在这儿下车就行了。另外，我想提醒唐县长一句，有些事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会出事的，希望唐县长能好好琢磨琢磨我的这句话。说完后，段斌推门下车。站住，段主任，你这是在威胁我吗？那就要看唐县长如何理解了。说完之后，扬长而去。看来咱们这位段主任是得到什么指令了，突然就硬气起来了。他越是硬气，就证明这里面的事儿越多。你来开车，今天晚上我非要把这铁板给撕开个口子不行。奉陪到底。林峰直接上了驾驶室，按照定位开车直奔宏源公司去了。后排坐着的唐雪岩打开了裴南星的举报材料的文件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个刘大志居然还带人来闹事过，把佘酿酒厂的人给打伤了，至今没有给过受害人1分钱赔偿不说，佘酿酒厂带员工打的官司还1审2审全输了，这是有后台啊。岂止啊，刚才裴南星不是说了吗？收购和入股被双双拒绝之后，相关单位的罚款很快找上门来了，工商、税务、消防、卫生、环保全来了。刚才我看了酒厂的材料，因为白酒在其他县也铺设的有销售渠道，所以还被其他县处罚过。远洋捕捞吗？是的。林峰，你说这个刘大志的后台会是谁呢？那不知道，但是宏源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有点熟悉。咱们县里的领导们有跟这俩字相关的人吗？唐雪岩原本只是随口一说，却是刚好刺激到两人的灵感了。宏斌书记，虽然不能以此判断这其中有什么关系，但是听起来倒像是一个字辈的。倒是也不能这么认定，查案归查案，咱们不能这么先入为主。那倒也是。两人一边聊着一边开车，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了。突然，林峰猛然间一脚刹车。怎么了？前面的路被车挡住了，我下车看看。下车后就看到不远处停着一辆车，不知道有没有抛锚，但是停车角度很神奇，直接把双向2车道的路堵住了。回去车上，林峰把情况告诉了唐雪岩。此路不通啊，前面有辆车挡住了去路，没有司机，也没有留电话。是抛锚车辆吗？这也太巧合了吧。不可能，这条路是去宏源公司的必经之路，而且只有这一条路。这条路被堵了的话，我们就过不去了。看来有人不想让我们过去啊。这恰恰能侧面证明他们不敢让我们搞突然袭击。我明白。唐雪岩的意思大概是，今晚不管是刀山还是火海，非要砸开这家公司的大门看看不可。林峰直接把电话打给了县交警大队长姜磊。姜队，还要劳烦你从交通系统内网上查一辆车，车牌号是09875挂，查一下车辆归属和车主信息、电话之类的。我和唐县长的车子被这辆车堵了。好的，林主任。
10分钟后，江雷回电话过来，林主任，这辆车注册在企业名下，归属宏源实业科技有限公司，能否联系上车主？堵路了。我刚才联系上了，车主说车子抛锚了，要等着修理公司过来，大概要明天才能挪动了。行吧，我知道了。破案了，的确是故意的，车子就是宏源实业的。一时间，唐雪岩和林峰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潘宏斌这边，段斌来汇报情况，诉说着衷肠，同时表达着自己的担忧。潘书记，这个唐县长和林峰还真是属驴的，9头牛都拉不回来啊！我怎么劝说都不行。还有潘书记，现在他们已经去了宏源实业了，大晚上的非去不可。如果真的被他们这么搞突然袭击，发现了什么的话，可就不好了。属驴的嘛，瞧把他们给弄的！今天晚上他们要是能进得了宏源实业的大门，算他们长了3头6臂了。潘书记一惊，坚决了。这大冷天的，他们要是不怕死，就自己想办法去吧。太好了，那今晚算是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他们想闹腾，就让他们闹腾去吧，哈哈哈。回去睡觉吧，不必放在心上。是，潘书记。另一边，县长唐雪岩已经和林峰步行到了厂区门口。干什么的？县政府的，过来查看一下你们砂石厂的生产经营情况。瞧你们俩这个样子，你们来是当官的，谁信啊？给你们厂长刘大志打电话，让他出门来接人。我们厂长已经下班了，你不把证件压在这里，你们进不去。我只认证件不认人，麻烦你们配合一下。故意的吧？这位小姐，我们也是按规章制度办事，请你不要让我为难。算了，林峰，把你的证件给他，我今晚非要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好的，唐县长。如果有任何损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你懂的。不懂的话，用你的手机上网查一查。进去吧，但是我们厂长不在，我找副经理来接你们。还有，里面全都是砂石料，挺危险的，路很不好走。你们还是随便看看就赶紧出来。晚上9点钟我们就要全部清场锁门，你们还有最后20分钟时间。唐雪岩一言不发，拉着林峰直接进去了。另一边，县委副书记潘宏斌办公室，刘大志正在和他通电话。对，怎么了？姐夫，听厂里的保安说，那一男一女还是到厂子里去了。啥玩意儿？你不是跟我说拦住他们了吗？我找了辆车拦住了必经之路，可是没想到他们俩居然步行来了。姐夫，你们单位这都是什么人啊？一个个都是倔驴啊！到底是属驴的还是属狗的？闻着味儿就来了，还想揪着不放啊？你厂子里最近那些违规操作都收拾好了吗？都藏起来了，姐夫。接到你的电话后，我就这手准备了。好，那就好，那就让他们看吧，随便看。只要你没有被当场捏住的把柄，让他们也搞不出什么花样来。天这么冷，一会儿也就该走了，你自己想办法对付他们吧。姐夫，让我对付他们，能给他们点儿教训不？该给紧紧皮的时候是应该紧紧皮，玉不琢度成器啊。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姐夫。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你小子注意点，那可是新来的县长，不能胡闹，凡事不能过，明白吗？放心吧，姐夫，这么多年了，怎么对付这种人，我还是心里有数的。挂断电话后，刘大志直接把电话打给了保卫科。喂，保卫科嘛，根据环保局的规定，我们砂石厂是9点钟准时关门停业，全部熄灯断电。现在是8点50分，10分钟之后，全厂所有人员离开厂子，把大门给我锁上，厂区全部关灯断电，明白吗？是，刘总。那2个来视察的人呢？这大冷天的，不会把人给冻死在里面吧？什么视察的人？这大晚上的有什么视察的人？你是搞错了吧？啊，对，是我搞错了，哪个当官的会大晚上来视察啊？呵呵。你锁上大门之后直接下班就是了，明天就别来了，半个月之后再来上班吧。是，刘总，我手上还有那个家伙的工作证件压在我这呢，证件怎么办？把证件扔了。是。呵呵，我不收拾你们，这大冷天儿的，你们俩在厂区待上一夜，就自己抱团取暖吧。9点钟，唐雪岩和林峰还没能进入办公楼，突然间，整个厂区所有灯光全部熄灭，全部遁入黑暗。林峰，这是怎么回事啊？别怕，有我在。把唐雪岩安抚下来之后，林峰去了厂区门口看了看，保安已经不在了，就连自己的工作证件也被扔在了地上。我们被故意扔在这里了，大门全部都锁住了，我们进不去办公楼不说，现在连厂区的大门也出不去了。什么？故意的？你确定吗？他们怎么敢啊？我确定，你看看这个。林峰拿出了自己的工作证，早就被雨水淋得一塌糊涂。胆大包天，真是胆大包天！这宏源公司背后的人是谁？这次我必须给揪出来，有一个算一个，统统揪出来。随即拿出手机给县委书记张成功打电话。此刻，县委书记张成功办公室里还坐着潘宏斌，情况张成功早已知晓。看看人家来电话了。张书记，这个唐县长，我看还是要敲打才行，不然他太跳脚了，反正冻一夜也冻不死人。是啊，年轻人的确是要在适当的时候敲打。没错，张书记，没错的。张成功一步失算，他倒是还有更深远的一步棋。他很想借此机会看看这个唐雪岩会向谁求救，如此一来，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什么后台，不就正好暴露了吗？如果唐雪岩真的有很强大的后台的话，明天自己也有无数的解释余地。下班时间自己手机静音了吗？再说他们大冷天的，大晚上的跑去工厂干什么？更何况现在还是元旦休假期间。呵呵，只能说你这个丫头片子是活该，自找的。
你敢信吗？一个小小的砂石厂厂长，竟然把省委副书记的女儿关在了厂区里面。市公安局局长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当即派出了10几辆警车前去营救。不用打了，唐县长，人家明摆着这是在故意整我们呢，就是想给我们点颜色看看。现在只能借助外力了。怎么借助外力？有困难找警察。从上小学时候，老师就是这么教我的了。林峰直接拿出了电话，打电话给了市局的赵东。赵局长，是我是林峰，我们现在被关在辉明县一家民企砂石厂里面了。唐县长也在，我们现在很冷，连衣服也没有，妍妍快要被冻昏过去了。还能有这种事儿？赵东听到这话，天都塌了，心说辉明县这群人是不知道唐雪妍是什么身份啊，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居然敢这么玩，真不怕死啊！好，林峰，你保护好唐县长，我马上亲自过去。别了，赵局，你还在市里，过来太远了，还是让县局的廖长勇局长过来吧，您给他通个电话就行，免得带来不好的影响。赵东听到这话，也瞬间反应过来，如果他亲自出动，难免会暴露一些唐雪妍的身份问题，这样以后对方就会藏起尾巴，反而影响后续工作的开展。还是你考虑的周到。好，我给他通个气儿。林峰，我再次提醒你，保护好妍妍，不能让她受到任何的伤害，明白吗？明白。你手上有廖长勇的手机号吧？你也给他打个电话，这样更加顺理成章。好的，赵局，我现在就跟廖局联系。挂断电话后，林峰没有第一时间给廖局打电话，给赵东留了足够的时间。赵东则是反手打了过去。对，小廖，你马上到辉明县一家名叫宏源实业的砂石厂去一趟，现在立刻马上去。救谁？救你的县长！县长被民企的人给关在厂房了，还断了电。这大冷的天，你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廖长勇，我给你10分钟，如果县长和办公室主任出了任何问题，你自己来找我跟市委辞职。是，赵局，我马上带队过去。廖长勇啊，廖长勇，你这个县局长是怎么干的？民企居然如此胆大包天，敢做出这样的事，我看是不是要筹划一场扫黑行动出来了？我告诉你，这件事处理完之后，你给我滚到我办公室来，好好述说你的职。好的，赵局，我现在就过去。这时候，林峰才姗姗来迟打了过来，没有打给廖长勇，而是打给了县局的警务值班室。喂，你好，110报警服务中心。我报警，我们被人关在宏源实业科技有限公司砂石厂里了。是的，2个人。现在天很冷，我们冻得受不了了。林峰的套路很深，如此一来，师出有名，既解决了问题，又很顺理成章地保护了唐雪妍的身份问题。好了，他们一会儿就该来了。你太聪明了，林峰。如果是赵东亲自过来，也很麻烦；如果是你直接给廖长勇打电话，也很麻烦。都是唐县长带的好，嘿嘿。别贫嘴了。就在这时，林峰注意到不远处砂石厂一个物料深坑的位置，在昏暗的月光的映衬下，有点不对劲。那是什么情况？在厂区内部挖了这么大的坑，这宏源砂石厂的背后就是辉明县的护城河，但是这河床旁边怎么会有这么大一个深坑呢？突然，林峰胡须一震，怎么了？想起来什么了？林峰记得特别清楚，前世在河道附近，民企砂石厂在挖沙的过程中，不小心出现了无辜的坍塌，而坍塌之下埋藏着无数的古董，等到国家发现的时候，已经全部都迟了。这一世，同样的事情果然也发生了。妍妍，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过去看看。林峰走到那坑坑洼洼的地方一看，大量的伤童已经封死了坍塌的地方，只是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最后的处理，还剩下一些伤童在现场，这才刚好被林峰发现端倪。胆大包天，真是狗胆包天，无知无畏啊！宏源实业，不管你这次背后是谁，破坏国家文物，私自掩埋塌方，还掩埋砂石厂员工的尸体在下面，你和你背后的人全都要完蛋，一个都跑不掉。唐雪妍也好奇地走了过来，怎么了，林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妍妍，我觉得这里挺有趣的。你说他们的黄沙明明是通过传送带从河床下面开挖运送出来的，为什么这里会出现这么大一个土方坑呢？而且还用商混给埋起来了。这伤童的确是很厚，难道说这下面封存了什么秘密？亦或者他们在私自挖掘出了河沙之外的东西？有可能哦。好，等会儿公安部门的同志来了，顺便把这件事情也说一说。林峰，我有种预感，这个宏源公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复杂，不仅是人际关系复杂，他所经营的生意也很复杂。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有这样的感觉。10几分钟后，10几辆警车开了过来，紧接着就是全副武装的县局民警，踢踢踏踏全部从警车上下来。唐县长、林主任，你们在吗？在。唐雪妍和林峰赶紧跑了过去。廖长勇见到2人后，悬着的一颗心也终于落下来了。唐县长，实在是对不起，是我们工作的疏忽和失职，请县长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亲自的严肃处理，涉及这件事的所有人员，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唐县长，您先上车吧，车上暖和一点。我还有事情要跟你沟通，你们现场办公，我也现场观摩。好吧。你们立刻联系这家公司的企业主、法人、相关负责人、值班人员，全部就现在，立刻马上过来见我。他们来了之后，立刻把人给我控制起来。是，廖局。
刘大志那边接到县局电话的时候，天直接塌了。什么？警察同志，让我现在过去？这大晚上的，我们砂石场晚上是不值班的，有什么事儿？要不然我们明天再说。刘大志，我是廖长勇，我给你10分钟，如果10分钟之内你无法赶到现场，我将以县公安局名义给你的砂石场贴上封条，勒令停止经营，你自己看着办吧。廖局，不，我现在过去，我现在过去。除了你之外，负责人、值班人员、安全生产管理员全部都要过来。好的，廖局，别激动，别激动，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廖长勇气得脸色铁青，直接挂断了电话。一会儿这些人到现场之后，一句废话不必说，全部给我直接控制起来。是，廖局。唐县长，您还有什么发现吗？2件事，第一，我接到举报信，这家公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嫌非法竞争、恶意打击竞争对手、以非法手段强势收购、入股第三方公司等情况。我现在现场给你口头批准搜查令，检察院和法院那边的相关书面搜查令手续，我后续去协调。现在你立刻让你的人把办公楼的门全部打开，固定全部的办公室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数据、经营文件、生产记录、回款出纳以及所有的税务问题相关文件。好的，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罢了。第2件事，安排你的队伍把这块伤童封起来的地面给我挖开来，看看里面藏着什么秘密。挖地。廖长勇有些不解，赶紧跑过去看了一下唐雪嫣指向的那块地，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出于多年警务的敏锐嗅觉和基本素质，他发现了情况的不对劲。这里怎么这么厚的伤童封存？所以啊，我怀疑这下面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现在立马给我挖起来。好的，来2个队伍，把这里给我挖开。是，廖局。里边刘大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好在他还有时间给姐夫潘洪斌打电话。喂，姐夫，什么情况啊？县局的廖长勇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现在到砂石场现场去呢。没事，你全面配合就行。但是刘大志，我现在严肃的问你一句，你的厂子有没有藏着的违法犯罪的问题没藏好的？或者说你有没有连我都瞒着的情况？老实点儿告诉我。潘洪斌有此疑问，让刘大志心里不免咯噔一下，他终究还是有些害怕的，毕竟是人命案了。可是反过来说，毕竟是人命案，不告诉姐夫，硬着头皮冲，可能什么事都没有。没有，姐夫，关于砂石场的经营，我知道的你全都知道，你不知道的就是压根儿没有的事儿。你确定？确定。那好吧，你最好跟我说的是实话。是实话啊，姐夫，我什么都没有瞒着你过。也不是潘洪斌不相信自己这个小舅子，实在是这小子不服管教。本来嘛，正经亲属跟着自己混，大家都有肉吃，可是他偏偏要傍上城南杜老九的大腿，认杜老九当大哥。那就这样吧，你过去配合一下廖局长的工作，我这边也会跟廖局长通个气儿的。要不然，姐夫你过来一趟吧，我刚才听那位廖局长的口气，好像挺不一般的。你要是不在现场，我万一被他们给掉了，那我多没面子啊！面子？你面子值几个钱？潘洪斌都被气笑了，这年头什么阿猫阿狗都要面子了吗？不是啊，姐夫，主要是那个女县长太魔性了，我都没想到今晚事情会闹那么大，我担心夜长尿多。行，那我一会儿也过去一趟，你先过去吧。是，姐夫辛苦你了，回头我请你喝10年陈的台子。刘大志刚到，就被几个人摁在了车子引擎盖上。刘大志是吗？给我老实点儿。不是，警察同志，这是干什么？我都已经过来全面配合你们的工作了。廖局长，廖局，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啊！刘大志艰难地抬起头来仔细看，那一刻天塌了，不仅厂区大门被干开了，就连自己办公楼的大门也被打开了，自己的文件柜、办公室里的材料等等都正在被审查，还有挖机的声音。那片已经封存好了的水泥地，居然正在被开挖。住手！都给我住手！不能挖！为什么不能挖？这下面是有什么东西吗？能有什么东西？廖局，你们这是在搞什么？那片水泥地是我专门做硬化之后扩大砂石粉碎设备用的，你们给我砸了算怎么回事？一个小小的县公安局局长，竟然敢当众顶撞县委副书记，只因他的背后有省委副书记女儿撑腰。你们怎么执起法来这么暴烈？我法人都没到场，怎么把我厂子破坏成这样了？廖局长，你们这么搞，我可是要追究你们责任的。追究责任？刘大志，谁追究谁的责任还不一定呢。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好好配合，否则罪加1等。廖长勇已经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今天晚上2等功要砸在自己脑袋上了。不是，廖局，咱们之前见过面的潘书记，你们都是朋友，你知道吧？潘书记是我姐夫，亲姐夫啊，我姐是他老婆。你看这事儿闹的，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廖长勇眼前一亮，直接打开胸前执法记录仪。哪个潘书记是你姐夫？很好，来，你继续说。不是，大哥你咋这样？怎么不继续说了？报个你姐夫的大名来听听。呵呵，行，那就不说了。刘大志看到对方这个态度，阿莫大于心死，反倒是硬气起来了。你一个副县长兼公安局长，我承认你是挺牛的，可是你架不住我双重靠山吧？书记和专职副书记你都不给面子，那就看谁笑到最后吧。廖局，你是谁的面子也不看，谁的脸也不想给，是吧？行，那你就继续吧，就这么着吧。就在这时，县委副书记潘洪斌到了。
这么热闹啊？不用管任何人，你们继续挖你们的，去跟里面唐县长和审计部门的同志也通个气儿。潘书记来了。是廖局。不动声色地做完这些后，廖长勇笑呵呵地迎了上去。潘书记，这大冷天的你怎么来了？这还大过节的呢，真是的。客气了，廖局长，大过节的，你们不是也没过节吗？人民群众有困难，我们作为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冲到前面是理所当然的，不能白吃纳税人的干饭吗？哈哈，潘书记您这话深刻啊。潘书记，救救我啊！我脸被摁在引擎带上10几分钟了，半边脸都麻了。潘书记，这人是这家砂石厂的老板，你认识？这家砂石厂在县委的定点帮扶民营企业名单呢，接触过几次，一直以来经营的还是挺好的呢，我也算比较了解。原来如此。把人先放开吧。是廖局。廖局，今晚这什么事啊？这么大动干戈？潘书记，情况是这样的，唐县长今晚过来临时调研，发现了这家企业经营中的问题。另外这片山头，县长也觉得不符合常理，就打算挖开来看看下面是不是藏着什么秘密。啥玩意儿？唐县长认为，廖局长你是干公安的，任何事情讲究各查事实找依据，而不是听从上级的随意指挥。唐县长是你的直属领导，这没问题，但是他认为他判断这不行。我们这不正是在查事实找依据吗？潘书记，胡说八道。潘宏斌哪怕心里没底，但是一条船上的人现在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廖局长，我从3个角度跟你说这件事。第一，唐县长刚刚履职还不到1周，大家都能理解新干部立功心切，可是揠苗助长的行为不可取吧？第二，扶持民营企业，大力发展第2、第3产业，这是省市各级明确下发了文件和精神的。面对民营企业，我们就这么搞，大晚上的把这里搞得半壁残垣，一片荒芜。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如果是我们搞错了，对企业造成的损失，以及对我们相关单位公信力造成的损失，那是不可逆的。第三，我说句我自己的看法，这宏源公司一直以来都是守法经营，积极纳税，作为县委的定点帮扶民企，这一点我还是可以打包票的。我们退一万步说，这大过节的，这才阳历新年第1天，什么事儿不能等到节后再说？我们开个会讨论研究一下也是可以的吗？潘宏斌的话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明确思想，廖长勇也不打算继续当好好先生，脸色一凛，语气和状态也变得强硬起来，带有锐不可当的意思。那潘书记，您的意思是？挖机现在马上给我停止开挖，让审计部门的同志回家休息去，把刘大志等民营企业负责人全部放了，回家等消息，随时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刘大志一听这话，直接就乐呵了，恨不得直接给姐夫竖个大拇指。姐夫高，姐夫硬，姐夫又高又硬。听到没有？把你们手上的工作全给我停了，否则一旦给相关企业造成不可逆的经济和名誉损失，我将代表县委追究你们所有人的法律责任。几乎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无一人回应，因为廖长勇已经事先跟下面的人打好招呼了，没有自己的命令，任何人的一切指挥都可以直接无视。廖局长，怎么个意思啊？我说话是一点都不好使是吧？那当然不是，潘书记，主要是工作已经进展到这个程度了，现在停下来，我也是进退两难，没办法给下面干活的兄弟们交代啊。再说唐县长还在里面呢，要不然您去找唐县长沟通协调一下。廖长勇，你是真打算一条道走到黑了是吧？潘书记误会我了，我没那个意思，只是今晚这事儿，我也怀疑里面另有隐情。我不是都说了吗？保险起见，等到节后我们开个会研究一下，到时候公事公办。如果这些民企真的存在一些违法法律法规的问题，那就直接秉公处理就是了，这是在维护我们的公信力，都抵不出错。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潘书记，我主观上也倾向于这商同下面有问题，这家公司的财务审计也会出问题。潘宏斌脸红脖子粗，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廖长勇。廖长勇则是已经完全颠了，不按常理出牌。挖机给我加把劲儿，不要耽误更多时间，把这片商铜全部给我碎掉，不管下面有什么东西，统统给我挖出来。是廖局。廖长勇说完，直接站到一边去了，不再跟潘宏斌面对面。刘大志，你给我滚过来！是姐夫。什么姐夫？我他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工作的时候称职务，你懂不懂？是，贪职务，我错了。我问你，财务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么大一片硬话，你到底是在干什么的？老实回答我。真没干什么啊，姐夫，财务问题我都做得很隐秘，审计部门短时间内审查不出来，而且非常复杂，和张书记的马仔肚老酒也有一定关系，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就算是闹大了也没事儿。我问你，这片硬话是干什么的？扩大极致砂生产设备，打算把设备安装固定在这一块儿，为了设备稳固，必须先硬化地面才能打膨胀螺丝，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是的。靠，潘宏斌算是吃下了定心丸了。你廖长勇不是想站队吗？这么快就着急着去服务新来的县长了？那么很好，既然要跟我对着干，那就别怪我给你架在火上烤了。于是拿出手机打电话给了辉明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建国。喂，宋书记，给你发个位置，你来一趟，有个案子需要你协调处理一下。潘书记，情况很严重吗？这大晚上的你还在办公啊？非常严重，有些人不听指挥，需要你过来协调统筹一下，做个见证人。那行，我现在就过去。县政法委虽然不只管公安局，但书记毕竟是名副其实的3把手，这种事让成功不会出面。唐雪岩这边又将
僵持不下，让3把手过来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半小时后，政法委书记宋建国到了。潘书记，什么情况啊？就在这时，唐雪岩和林峰也走了过来。唐县长、廖局长，现在现场所有领导层都到齐了。我还是那句话，你们2个说你们认为、你们怀疑这样的字眼不符合程序和办事方针，但是你们要执意如此，谁也拦不住。我只能说，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大家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和判断负责，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我就问一句，唐县长、廖局长，如果今晚上审计部门查不出实质性的证据，这片硬化地面挖不出任何涉嫌民营企业违法违规的信息，你们2个是不是要承担严重后果，完全承担责任？没错，整件事情都是我主导的，如果挖不出东西，我承担责任，我会向县委、市委述职。好，唐县长痛快，那我们就赌一把，如果你今天挖不出任何东西，当着宋书记的面，我可以这么说，我将报请县委，革你们的职。人民给你们的权利，不是让你们这么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挖出来东西了，所有人心头一震，说起来也真是应景了。潘宏斌打赌的决绝之词刚落地，完全是脚前脚后，那边就挖出来东西了。挖出什么来了？报告各位领导，是一些成人的破烂衣物。啥玩意儿？破衣服？我当是什么呢？哈哈哈，是地下的零星垃圾是吧？呵呵，现在这个地下环境的污染是真严重，回头还是要下文件整治一下垃圾分类处理的问题的。唐县长，这个问题你们县府办也要主抓，环境污染问题关乎着老百姓的民生大计和地下水源及饮用水的问题。不对，不是衣物，是穿着衣物的人，是尸体，有尸体，不止1具尸体，是2具尸体。此话一出，那一瞬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包括站在一旁的林峰，都下意识皱眉。记忆中，这里的河床降低，河道坍塌，应该是个古墓，下面有文物才是，怎么会挖出2具尸体呢？马上呼叫县局继续增援，叫法医同志过来，拉起警戒线，把这里统统给我围起来。各位领导，所有人，麻烦你们撤出警戒线以外，快继续给我挖，看看还有没有更多尸体。是，廖局长。林峰，这是怎么回事？纯属意外收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刘大志，老实告诉我，尸体什么情况？你他妈想害死我！我没防备啊，姐夫，我不知道他们居然真的能这么快挖出来。你他妈说什么？也就是说，你知道一直在瞒着我，让我在前面给你打前锋，是不是？谭书记，救我啊，姐夫，你给我一次机会，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求求你救我，帮我，再给我一次机会。你敢信吗？县委副书记小舅子行贿受贿，可背锅的人却是前县纪委书记的儿子。这番断臂求生操作的目的，只为阻止我跟新县长继续调查真相。谭书记，救我啊，姐夫，你给我一次机会，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求求你救我，帮我，再给我一次机会。谁给我机会？潘书记脸色很难看啊，是身体不舒服吗？要不要送你去医院？不用，老宋，这么晚了，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来都来了，我正好也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唐县长、廖局长，根据法医初步鉴定结果，2名死者都是男性，年龄在40到45岁之间，死亡时间在1个月之内，具体的致死原因还需要带回解剖室进一步鉴定。抓人。是。唐县长，审计工作这边有情况，怎么样？查出什么具体问题了？唐县长，根据我们初步稽查以及和税务部门的联网系统统调，宏源实业科技公司存在大量的财产来源不明、严重的偷税漏税以及大额资金流出不明的问题。不好意思，我不明白你们的专业术语，这个大额不明资金流出具体指的是什么？唐县长，一般情况下出现这种财务状况，都是和账目的不明分红以及相关公司法人通过公户非法提款后用于行贿受贿行为有关。明白了，潘书记，眼下这个结果您怎么看？潘宏斌早就石化当场了，愣在原地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潘书记困了？没有。潘宏斌到底是老江湖了，反应是足够的快，前后几分钟，他已经迅速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换。他没有第二种选择，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放弃刘大志，紧急切割。看考，同志们啊，触目惊心啊！我真是没想到，一家普普通通的民营企业，居然会出现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相关单位平时的工作态度还是不够，工作程度还是不够深入。我们县委县政府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样，关于今晚出现的问题，我会立即报请县委，树立典型，开大会，以警示所有的同志们。唐县长、廖局长，你们今天晚上的决策非常正确，确实是给我也上了一课，必须提出表扬。好吗？潘宏斌，你当书记之前是学变脸的吧？呵呵，潘书记说的可真好，都是为人民服务嘛。廖局长，我现在指示你，马上抓捕以刘大志为首的宏源公司所有负责人和领导层，这个案子县委会亲自盯着，必须查个水落石出。潘书记，事关人命大案，我们县公安局的态度是命案必破，把刘大志给我带上车。我打个电话，我能不能打个电话？可以的，可以打电话。廖长勇本想拒绝，按照规定是不能打的。林峰
峰提醒了唐雪妍一个眼神，唐雪妍直接先人一步同意了，前提是在警员面前打。好，九爷，你要救救我，我这儿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你出事了，你给我打电话。老刘啊，你不是更应该给你姐夫潘宏斌书记打电话吗？九爷，我现在说话不方便。杜老九本来脸上一脸轻松，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他也是老狐狸了，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什么情况？我被新来的唐县长和县府办主任林峰给盯上了，今晚我怕是要坐牢了。他们也查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九爷帮我只能靠你了。说完，刘大志直接挂断了电话。办公室里的杜老九脸色巨变，新来的唐县长、县府办主任林峰，又是他们。看来这两个人是真想把辉明县搞个地动山摇出来啊！刘大志既然选择给自己打电话，很明显他姐夫已经帮不上忙了。如果自己不主动出击的话，恐怕下一步这个新县长的枪口就要瞄准自己的脑袋了。来人，九爷有什么吩咐？帮我约一下九州资本的姚诗敏，我要跟他见一面。是，九爷。他不能明着去对付唐雪妍和林峰，但是对付一个寡妇女人还是轻轻松松的。某种程度上，对付姚诗敏就跟对付县长没什么两样，毕竟九州资本是你们抓的点吗？现场散了之后，廖长勇已经把消息给了唐雪妍了。唐县长，刘大志那个电话打给了辉明县杜氏集团的杜老九。猜到了，呵呵，让子弹飞一会儿。这盘棋我们已经盘活了啊，林峰。接下来就看这一番地动山摇会把谁给震出来了。是啊，今夜难眠啊，我倒是可以睡个好觉呢。另一边，县委副书记潘宏斌家中，县委办主任段斌也在客厅里，七零八落的家具打地稀巴烂，碎了一地。潘书记，怎么了？这是您和嫂子？他那个不争气的弟弟，今晚给我捅了大篓子了，打嫂子了？打他，我还想弄死他呢！不争气的狗东西，他娘家没一个让人省心的主儿。算了，不说这个了。边啊，刘大志那边出问题了，这次是保不住了，我这边也会受到波及。你知道的，历来出来问题，总要有人站出来的。你也跟了我这么多年，这次恐怕要委屈你了。段斌听到这话，天都塌了，整个人都不好了。不是潘书记，这么多年我跟着你，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这种事不能轮到我承担责任啊！你不承担责任，他不承担责任，难道让我承担责任？不可以，我不。潘书记，小兰除了是我老婆之外，她现在可也是你的女人。你要是这么搞，我如果被扎了，我不确定我会不会乱说话。你就算是不念及咱俩同道中人的情分，我还有儿子要养啊！我儿子才8岁，这才刚上小学，我如果进去了，我儿子怎么办？边啊，你说你这么激动干什么？你听我把话说完啊！我如果真的要让你完全背锅，我会这么晚了把你叫到我家里来吗？直接就选择明天开会时候在县委大会上处理你了。事情我都已经谋划好了，所以你放心，我只是让你做到心中有数而已。你当然会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是你放心，有我和张书记罩着你，唐雪妍和林峰也不能把你怎么样，顶多是点儿处分之类的。真正承担主要责任的人选是张康。张康这个县府办副主任，在他爹张树生被悄悄双规了之后，就已经是个边缘化人物了。现在把他踢出去背锅，是最好不过的选择了。但是这事容易操作吗？没那么简单吧？太简单了，刘大志那里出了人命案，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是这件事就公事公办就是了，他弄死了人，该枪毙枪毙，我们管不着。我们要承担的，也就是宏源公司的一点经济问题而已。既然是经济问题，就很容易转嫁责任了。宏源公司虽然是你们县委办抓的点儿，但是我没记错的话，县府办的张康当初也在工作组名单里吧？有吗？有的，你看看这份材料。潘宏斌不愧是做领导的，很多细节问题抓得很细节。段斌一看文件，顿时笑逐颜开。我想起来了，当年他爹张树生还没进去之前，为了给他儿子安排萝卜糕以及更好的镀金，总是把张康的名字在两半各种蹭，很多工作小组他都要让儿子进去横插一脚站个坑位。这不就接了？他张康只要能和宏源公司扯上关系，这个锅就全都是他的。原则上倒是可以，那张康本人能同意吗？他一会儿就来了，我已经电话联系他了，等会我们俩见见他。不过见他之前，我们可以先见见另外一个人。潘宏斌总是那么深沉且智慧，脸上一点诡异的笑容让段斌觉得背后发凉。见谁啊？潘书记，你先看看这个新闻吧。潘宏斌又拿出了最近非常热点、频繁冲上热搜的新闻。半个月前，回明县交警3大队女交警刘艳茹同志刚正不阿查到了临江市主管城市卫生管理和综治办的副市长胡德润。这个新闻我知道，这2天热心群众的视频才曝光到网上的，真是个女英雄，让人佩服啊！是啊，最近炒作的非常热，胡德润副市长已经被归起来了，喝那么多酒还开车，抽血检查居然达到了325每毫升，太吓人了，完全是好野啊！不过潘书记，我不明白这事跟我们的事有什么关系？
记，而且这个刘艳茹这个名字有点熟悉啊，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这个刘艳茹是张康的女朋友，而且据艳茹同志跟我的接触，她跟我说，她可以完全拿捏张康，把张书记的这个公子拿捏在手掌心死死的。我是这么想的，艳茹同志此举深得民心，更是被老百姓拍手称快，津津乐道，甚至兴奋无比。网上热度这么大的情况下，我们辉明县委县政府如果不对这样的典型人物加以奖励和提拔重用的话，难以服人，难以服众。所以在我和张书记私下里商量了之后，打算破格提拔，把艳茹同志从县交警大队提拔到县政府来工作。你敢信吗？县委副书记为了让张康心甘情愿的背锅，竟然找来了他的女神刘艳茹。在我和张书记私下里商量了之后，打算破格提拔，把艳茹同志从县交警大队提拔到县政府来工作，让他来县府办当副主任吗？不错，贝恩，所以我一直很看好你，你的反应很快，这一招实在是完美，无可挑剔。一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表达辉明县委唯才是举，唯贤是用；二来让张康这个情郎心甘情愿的背锅；三来安排一个愿意向自己靠近的人过去当副主任，以此来掣肘林峰，进而掣肘唐雪岩县长。潘书记高明啊，您是把当前的大局以及私人的问题全部都有机结合起来了，凡所发生之事皆有利于我，这个道理在潘书记您这里一下子就具象化了。哈哈，别啊，官场上你要学的还有很多很多。就在这时，敲门声传来，过来吧。见过潘书记，段主任。刘艳茹居然在潘书记的家里，就在隔壁房间，一直都在。那么刚才外面鸡飞狗跳的那些夫妻打斗现场，不是夫妻之间因为不争气的小舅子而打的。想及此处，段斌忍不住又是对潘宏斌刮目相看。这位刘艳茹和潘副书记真是应了网上那句话，一个董事长，一个董事早。来，艳茹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县委办公室主任段斌同志。段斌，这就是我给你说的巾帼英雄。艳茹同志也会是未来咱们辉明县府办的副主任。你好，你好，你好，艳茹同志。握手时候，段斌的身段还专门矮了刘艳茹一截，他很有眼力。既然潘书记和艳茹同志关系不俗，自己可不得放下身段了，保不齐哪天还要叫嫂子。艳茹同志真是厉害啊！查了胡德任副市长，勇气可嘉，这种气度和魄力，我说实话，我一个大男人都扛不住。段主任过奖了，我也只是公事公办，秉公执法而已嘛。只是没想到，居然还被热心群众晒到了网上，还被潘书记看到了。我也是受宠若惊，说什么办公室副主任，实在是愧不敢当啊！哈哈，咱们潘书记从来都是唯才是用的。艳茹同志在潘书记手下，你就好好干吧，亏待不了你的。那以后可要多仰仗段主任的关照了。我提前在这儿谢谢段主任。哈哈哈，没事没事，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咱们都是给潘书记工作的嘛，什么关照不关照的，都是潘哥的先锋将。哈哈，段主任说得好。相互吹捧一会后，三人开始直奔主题。艳茹，我还是要再跟你强调一遍，张康那个小畜生，你必须要完全拿捏，让他同意背锅才行，千万不能有任何变数。这个请潘书记放心，我有的是办法让他全面配合。好，那就没别的了。事成之后，我马上提拔你做县府办副主任。对这个岗位，你有没有信心？潘书记，如果我能做上县府办副主任，我保证给您拉来巨额的投资和政绩，给辉明县百姓带来大的招商和资金，以及无穷的福利。重活一世，刘艳茹知道太多商业信息了，他有十足信心，只要自己拿到权力，自己就能在权力范围内发挥最大价值，跑赢整个辉明县所有干部。艳茹，那你就回去吧，抓紧时间做张康的思想工作。本来这小子在辉明县政府已经是个极度边缘化的人物了，继续留在县府办，对他来说也是比死还难受。我知道该怎么做。另外，刘艳茹看了一下段斌，段斌心领神会。哦，这样，潘书记，时间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您和艳茹同志继续聊工作吧。那行吧，贝恩，回去吧，担心工作，把心放在肚子里。是，多谢书记。段斌走后，刘艳茹开始说起了正事。潘书记，我有点关于林峰的事情想要举报。你要举报林峰？艳茹，你手上是有什么关于林峰的违纪材料吗？有，快把违纪材料给我看看。书记您看。说着递过去一个文件袋，里面只是一个纸片，但是只是这个纸片让潘宏斌瞪大了眼睛。这个女人，这不是那个谁吗？就是她。有了这个，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大做文章，到时候林峰必死无疑。是啊，林峰这一次死定了，真是想不到，这家伙居然背地里还跟别的女人干过这种事，哈哈哈，真是找死。潘书记，这也算是我给您的投名状了，我相信未来有我在县府办给您做助手，我一定能给您帮上忙的。好，有了这个东西，林峰这小子，我看他还能蹦跶到什么时候？艳茹啊，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你放心，我承诺你的都会迅速落实到位的。行，那潘书记，我就先回家去了。行，去吧。潘宏斌不知道的是，在他桌子下面，一个小小的录音设备靠着背胶附着在桌子的一个小角落，这意味着刚才的所有对话全部都被这个小小的录音设备给收入囊中了。
另一边，林峰家里，妍妍，你怎么回事？这么大晚上的还睡不着？我在想，明天县委县政府肯定要开会的，宏源公司这事儿该会怎么发展？我已经查到，这个刘大志还是潘宏斌的小舅子，还和杜老九关系紧密，而且县委办的段斌也一直在牵头定点帮扶这个刘大志。你说会不会一竿子打下来一筐枣？咱们这次赚大了。想多了，如果真有那么容易，辉明县的书记早就换了一茬又一茬了，怎么会让张成功和潘宏斌两人铁板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呢？那你的意思呢？抓了个刘大志，处理了刘大志就结束了？不然呢？你还想抓了谁？就算是拿不下潘宏斌，至少把那个段斌给撤职了吧？那家伙太过分了，说话带刺，把谁都不放在眼里。没那么容易的。上次天宇地产的事你忘了？潘宏斌的问题都已经呼之欲出了，结果呢？张树生一人全揽，其他人安全下车。我就不相信这次他还能找谁把问题全给揽了，我绝不答应。就在这时，房门被敲响了。林主任，开下门，我来汇报工作。你先躲起来吧，我去开门。红叶，这么晚了还没睡觉？是的，林主任，我有重要事情找您汇报，因为实在是情况紧急，所以我就赶紧过来了。打你手机你也关机，我实在没办法了。那咱们长话短说，你有什么事儿赶紧的。颠颠，林主任，您听一下这个录音吧。萧红叶拿出了远程控制的录音设备。录音？哪里的录音？主任您听了就知道了。林峰半信半疑，打开了录音设备。很快，一系列对话开始播放。录音里面整个的过程录制的清晰无比，一字一句全部播放出来了。这录音你是怎么拿到的？林主任，我是做秘书的，县委县政府车辆调度和人员情况我掌握的最清楚。今天晚上宏源公司出了那么多的事，大半夜的惊动了很多领导干部，我就知道肯定是出事了。至于这录音设备是我很早之前被潘宏斌叫到他家里书房欺负我的时候，我悄悄放在他办公室的，没有人能救我，我就只能自己帮我自己。只是没想到一直没录制到有用信息的设备，今天晚上居然录到了这个。萧秘书，我跟你保证，这件事我帮你做主，我一定会扳倒他。关于你丈夫马二壮的那场车祸，我已经委托县交警大队的江雷队长去彻查了，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这已经不仅仅是林峰作为一个正义干部的承诺，而是萧红叶既然选择把录音大晚上顶风冒雪的送到自己家里，就证明了他选择无条件的完全相信自己了。谢谢你，林主任。别客气，这是我作为你的领导应该做的事。这整件事情中居然还有刘艳茹，她也出现了。这个女人是真想要一条道走到黑啊，居然真的搞出了热搜，以及傍上了潘宏斌。呵呵，看来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非要撞得头破血流，才知道自己根本不是这块料。林主任，谢谢您，有您这些话，红叶心里感动，暖暖的。唯一遗憾的是，这录音里面后半段提到了关于你的违纪材料，只是录音没有画面，所以看不到具体是什么举报材料，他们也没有说出来。我甚至都在怀疑，是不是他们发现了录音设备的存在，故意打这么一个烟雾弹出来的，就是专门为了误导我们的。不会的，如果真是烟雾弹的话，段斌不可能提到他老婆小兰的事，这事儿岂是能录音出来的？但这样的话，林主任你可就要小心了，他们手上很可能已经掌握了你的材料。笑话，我行得端走得直，我能有什么材料？这一点林峰有着足够的自信心，唯一的不确定因素就是刘艳茹这个女人，她说不定能搞出什么幺蛾子出来。关于举报材料，她血口喷人也好，胡说八道也好，材料伪造也好，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你继续关注着录音设备，再有任何录音，你立刻给我送过来。是，林主任。那萧秘书，别的也没什么事儿，你赶紧回去带孩子吧。你家里的情况我知道，太长时间不回去也不合适。那萧秘书，别的也没什么事儿，你赶紧回去带孩子吧。你家里的情况我知道，太长时间不回去也不合适。主任，你们当领导的工作繁忙，劳动强度也大，但是工作之余要多注意休息和自己的生活。很多时候你们三餐也不规律，睡眠也不按时，我们这些当秘书的看了都心疼，要尽量照顾好自己，不能这样的。你提醒得很对，萧秘书，有时候的确是忙于工作，就习惯了丢三落四了。不仅是我，唐县长也是这样。是啊，林主任，不过不论怎么讲，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吗？好，谢谢关心，我记住了。那我就先走了，林主任，您也早点休息。萧红叶走了以后，唐雪岩出来了。刚才萧红叶的话，他也听到了。这个萧秘书堪当大任啊。是的，只是她一个女人家，在县政府这个是非之地，也挺困难的。先说录音的事吧，这个潘宏斌手段够狠的，要不是萧秘书及时送来这份录音，到时候让张康过来背锅，我们所有的努力就全都功亏一篑了。林峰也是觉得一阵后怕，幸亏及时来了这么一个杀手锏。有了这个，我看明天的会议他们还能怎么跳脚？自以为万无一失，却没想到马失前蹄。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啊。这个萧秘书情商挺高的，不过听你们的对话，他是经历了什么难以启齿的事吗？林峰只好把自己知道的全都告诉了唐雪岩。听完之后，唐雪岩的脸色极其难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别说我是你们的领导了，就算我只是一个女性，这潘宏斌对一个女同志进行如此惨无人道的羞辱和欺负，简直是罪该万死。一直以来，她都没能拿到丈夫事故死亡后的1分钱补偿。不过，妍，你明天打算在常委会上跟潘宏斌彻底撕破脸吗？撕，必须撕！这个专职副书记
记，是时候去蹲大狱了。但是林峰，我现在十分严肃的问你，如果明天的会议上我要拿出这份录音跟潘宏斌对峙的话，他必定狗急跳墙，到时候会是什么结果，谁都控制不住了。你老实回答我，你经得起查吗？如果我说我经不起查，你会如何选择？你会后退一步，这一次放过潘宏斌吗？不会，如果你也有问题，我会毫不犹豫的把你也送进监狱，再另换一个助理，有本事的人多了去了，不缺你一个。显然唐雪妍情绪非常大，这不恰恰证明了自己在他的心目中位置已经不一样了吗？林峰很高兴，两人关系已经开始在悄悄升温，恐怕唐雪妍自己都没意识到。好吧，那还挺让人伤心的。不过嘛，我林峰经得起查，不怕你跟任何人对线。那你知道举报材料是什么内容吗？不知道，但是不管是什么材料，都是伪造，我不怕。好嘞，那就走着瞧吧。次日上午，刘艳茹和张康一晚上没睡觉。张康思考了整整一晚上。艳茹，涉及几百万的税务问题以及财产不明的问题，那可是要坐牢的，少说也要3年。我是真的很爱你，很爱你，可是坐牢的话……康哥，我跟你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关于坐牢的问题，我们只要把赃款交出来，再加上有自首和认罪情节的话，根本判不了3年。再加上潘副书记在后面给我们使劲儿，最多也就1年半载的，也就出来了。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爱我吗？连这点小事你都不愿意帮我，你还说爱我？张康，我可是把什么都给了你了，把我作为一个女人最珍贵的东西都给了你了。现在张叔被双规，阿姨也因为银行贷款问题被留置，我嫁给你，我可以说我什么都没图你的，你真的要这么对我吗？不是，宝贝儿，我也没说不答应你啊，只是这纯属是背锅的，贪污的根本不是我们，这笔钱还要我们出。对，我们已经赚钱了，我们有钱的。刘艳茹拿出了股票账户递了过去。你看，上次我们买的3C 类数码产品公司股票一直都在涨，而且这笔钱我们不白出的。潘副书记已经同意让我借助这次查酒驾的契机，让我顶替你县府办副主任的职务。可以说，我们非但没有吃亏，反而还赚了。康哥，你放心，你进去了，外面的人都在捞你，等你出来了，我们就结婚。而且到时候，我肯定不只是县府办副主任这么简单，我会更加飞黄腾达的。张康思考了良久，然后一脸严肃地问道：艳茹，我就问你一句，等我坐牢出来之后，你会嫁给我吗？会的，康哥，我把什么都给你了，你还不明白吗？我人都是你的了。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是啊，艳茹，你把什么都给我了，我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只是我好恨他，好恨林峰这个家伙，因为有了林峰，自己的天好像一步步的塌了。艳茹，你说等到我坐牢之后，潘宏斌真的会把你推到县府办副主任的位置上来接替我吗？会的，因为这个位置并不是在交易，而是我配得上。我这几天频繁上热搜，后面还要接受采访和县委县政府的表彰，潘书记也只是跟我默契合作而已。好吧，艳茹，那你现在可以给潘宏斌回话了，我一会儿吃完了饭就去自首。好，康哥，谢谢你。不过临别之前，我要跟你说2件事。第一，我爸被抓之前，曾经在短信上跟我说过，让我不要相信县委县政府的任何人，以后你在县府办工作也好，调任别的位置也好，多留个心眼，不要相信任何人。第二，一定要想尽办法干掉林峰，这个家伙太坏了，他绝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这个人心思缜密，心狠手辣，而且是带着目的来回民的，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对付这个家伙，有他在，咱们俩没好日子过。刘艳茹眼前一亮，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是啊。张康这个脑子居然还能考虑到这一层，关键时刻还是有点智商的吗？好，我记住了，康哥，我会把你的话牢牢记在心上的。艳茹，那我去自首了，等我出来，我们步入婚礼殿堂。好的，康哥。上午8点半，潘宏斌终于等来了让他一晚上辗转徘徊睡不着的消息。张康自首了。我的天哪，潘书记，说真的，潘书记，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总觉得像是走钢丝一样，太险了。现在看来我们赢了。跟我斗，他们还嫩了点儿。这一次不但我们平安落地，唐雪妍和林峰2人还扑了个空，抓了刘大志，封了砂石场，直接把杜老九给得罪死了，间接得罪了张书记，他们完蛋了。对了，潘书记，刚刚得到消息，张书记跟银行那边通气了，要卡九州资本在回民县当地农商银行的商业贷款。真的吗？看来张书记虽然一直在幕后，前台的事情他也心知肚明啊，已经开始反击了，呵呵。太好了，九州资本那个叫姚诗敏的寡妇娘们儿，不是跟林峰和唐县走得近吗？这一次就让他们全部跳火坑，一起完蛋，哈哈哈。县政府这边，唐雪妍把林峰紧急叫到了办公室。咱们的潘副书记真是好手段，县府办副主任张康已经去了相关部门自首了。林峰只觉得好笑，这个张康真是爱得深沉了，就连这种事他都愿意做。刘艳茹究竟是给张康灌下了什么迷魂药，能让一个男人爱他爱得愿意去坐牢？而刘艳茹为了傍上潘宏斌，也居然愿意如此的心狠手辣，不愧是女人啊！这就是所谓的权力的魔力嘛。这时候，萧红叶带着文件夹敲门进了办公室。唐县长、林主任及县委通知，上午10点钟在县委大会议室开常委会扩大会议，请准时参加。这是参会名单和会议主题。好的，放下吧。唐雪妍拿起来看了一眼，常委会扩大会议，张成功出席，县委专职副书记潘宏斌主持，另扩大人员到发展改革小组，以及县委办和县府办对民营企业定点帮扶小组，以及县公安局。
半个小时后，常委会扩大会议开始。在会议室门口，唐雪岩拉住了林峰。林峰，先别进去，录音。或许我们不能拿出来当堂对质。一个女人一旦身败名裂，那么连活着的勇气或许都不再有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录音一旦公之于众，别说公职没有了，就连最基本的名誉和尊严都将被彻底扯开。是啊，林峰和唐雪岩两个人想一块去了。录音绝不能拿出来，否则就是毁了萧秘书。如果从这一点出发，我愿意退让。谢谢。就在两人纠结的时候，刚好潘宏斌和段斌二人走了过来。唐县长气色不错啊，昨晚忙活了大半宿，今天一大早就来了啊。潘书记气色也不错，红光满面，看起来挺高兴的啊。有喜事？都是托唐县长的福，笑一笑10年少嘛。咱们工作那么忙，总不能再闷闷不乐的。那就祝潘书记能永远笑口常开，好运常在喽。说得好，谢谢唐县长。唐县长，请吧。好，同志们都到齐了，那咱们就开始开会。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说了，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辉明县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的问题，简直是触目惊心。同志们呐，在省市各级下达文件和相关精神，要我们辉明县锚定打造100强县目标之际，出现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我和县委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第二反应是愤怒，是恐惧，是火冒三丈。所以，我和县委决定从今天开始压实责任，立军令状，各级党委政府赏罚分明，谁出问题谁负责，谁干出成绩谁表彰，奖赏绝不拖延，追责绝不姑息。我首先说人事问题，刘大志工厂内出现人命案件，这是治安问题。县委县政府决定廖长勇同志党内记大过处分，1年之内暂停升职考察。第二，关于已经自首的县府办公室副主任张康的问题，免除张康副主任职务，开除纪，开除公职。第三，关于一条新的人事任命，县委决定破格提拔最近频繁上热搜的县交警队3大队刘艳茹同志为县府办公室副主任。林峰同志，等一下，刘艳茹同志会找你报道。组织部已经安排他中午11点之后去县委办公室报道了。好的。下面首先是一阵沉寂，沉寂完了之后，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紧接着是潘宏斌开始发言。同志们，在我发言之前，首先我仅代表我个人向大家做个报告。宏源公司的刘大志现在是个罪犯，罪大恶极，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是我爱人的弟弟，这一点我不能也绝不会推辞或者回避，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也是张书记一直强调的，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要实事求是。但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是，我和刘大志仅只有亲属关系，再无其他任何交集。发生这样的事，我也很痛心，但我已经向张书记和县委表态，任何人只要是涉嫌违法、涉及犯罪，都绝不姑息。刘大志案，我一定会亲自督办，一查到底。下面一系列的鼓掌声，似乎是在宣示着潘宏斌的聪明和智慧，用自我检讨的方式，直接回避了重点，完美展示了一波与我无关大法。开局定调，如果把他的话翻译成大白话的话，关键词就几个字：我是我，他是他，与我无关，我是清官。张成功与潘宏斌两个红脸白脸都唱完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开杀戒的时候了。唐县长，我想问问你，县府办副主任张康和违法犯罪商人刘大志的不正常交往问题，你们该如何解释？根据相关部门给出的信息，刘大志的入狱伴随着张康的自首，赃款赃物高达几百万，可以说全都是辉明县老百姓的民脂民膏，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县府办主任呢？林峰，你作为县府办主任，你又该如何解释？这就是你带出来的团队。我打断一下潘书记，我想我有必要解释一下，我来辉明做办公室主任，前后也才不到1个月。是吗？你的意思是跟你无关？难道应该跟我有关？你可以推辞说这笔钱跟你无关。那么我问你，张康是不是你的下属？是不是你的副主任？你也说了，你到辉明县已经1个月了，这1个月你干了什么？你对张康的作风问题有没有过了解？对办公室的2把手有没有过警觉？还是说你缺乏最基本的判断和最基础的工作能力？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的意思是你对下面办公室其他成员的事情一概不知？如果论上任时长，我看唐县长上任才1周时间，不就已经查出了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如此重大的经济问题吗？你林峰如果工作能力不行，我建议你向唐县长以及县委当场辞职。潘宏斌真是打拳的一把好手啊，一边贬自己一边夸唐雪岩，这是想让县长和助理先分化一下不成？现场气氛紧张且压抑。我打断一下，张书记、潘书记、唐县长，关于林峰同志这件事，他当然有他要承担的责任，但是我认为这个责任划分比例可以忽略不计。大家都知道，张康的父亲是腐败分子张树生，被抓之前时任辉明的县委常委和纪委书记，谁敢去找张康的麻烦？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更何况张康此前迟到早退，行事作风乖张霸道，这也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他怎么开口了？这是在帮助我说话？难道说这个宋建国是老丈人的人？宋书记，你所说的迟到早退、乖张霸道的问题和贪污腐化问题可毫无关系，都发生在张康一个人身上，怎么能说毫无关系呢？再说林主任牵线民营企业九州资本，解决了县财政3000多万资金亏空的问题，只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么居功至伟的功劳，你能说他到任1个月什么事儿都没干嘛？如果只盯着单位内部的人去你争我抢，那才真是奇了怪了。对呀，
潘宏斌瞬间被逼得脸红脖子粗。好吧，既然宋书记提到了九州资本的问题，我这里正好有一份材料分发给大家看一看。林峰同志，这是关于你的材料，由你分发给大家，你自己也留一份看看，顺便给大家一个解释，如何？举报材料，林峰的第一反应就是刘艳茹昨晚在书房里给潘宏斌的东西。潘宏斌今天直接带到会上来了，这是要贴脸开大了。好啊，林峰不惧，自然直接站了起来，打开文件袋。林峰瞪大了眼睛，这不是我和九州资本的姚世敏在街角咖啡厅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被偷拍的照片吗？林峰同志，你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为本县招商引资，我义不容辞。招商引资？有你这么招商引资的吗？跟人去咖啡馆里喝咖啡，还坐得这么近。我这么招商引资怎么了？咖啡馆里坐下来喝杯咖啡，能说明什么问题？还有啊，潘书记，我记得您的履历上是大学学历，学的还是物理学专业。如果您有一点物理学专业知识的话，就应该知道光学影像的第一要务是光，第二要点是角度。这张照片角度刁钻，分明是在刻意营造亲昵甚至只暧昧的镜头语言。还烦请潘书记用专业知识为我做主，我不能让有心之人给我埋汰完了还要自己擦屁股啊！潘宏斌嘴角抽搐一下，如果自己不承认他的辩解，反倒是跟自己学历造假一样。其实他自己也知道，单凭这一张照片，本质上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是对于一个从政人员来说，这像是一个墨点撒在了白衬衫上。等到你假以时日被提拔的时候，或者被委以重任，这墨点就能随时跳出来被岁月史书。好，林峰，我们姑且不说这张照片的问题，我们聊聊关于九州资本的问题。既然我们要扶持民营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更加深入渗透的了解就是必须的。九州资本为什么能够快速的收购那么多住宅用地，且在元旦当天就拿到了价值翻倍的文件？这个林峰你作何解释？难道说这只是巧合？当然不只是巧合，这是姚世敏姚总的能力，人家有自己的主张和判断力。在张书记迁县城南渡老九出让另外100多亩土地之前，九州资本就已经拿下了80亩地了。所以就算这是天上掉馅饼，要怪也只能怪姚总恰好张大了嘴巴。林峰故意把张成功也拉进来，当初渡老九的那100多亩，那可是张成功亲自促成的。如果说这里面真的要有什么内幕，你们找一把手也不是不可以。好了，同志们发言都非常热烈，这很好，但是这是常委会扩大会议，不要什么话都往桌面上放。休息10分钟，我们继续开会。张成功直接站起来走人了，下面很快开始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谁都看出来了，今天林峰这是要被摁着头打，完全是被摩擦的节奏。哼，臭小子，你还跟我斗？从今天开始，你这个办公室代主任的位置算是干到头了。我看还有谁敢跟你站在一起？从明天开始，我让你一毫一厘的工作都开展不下去。潘宏斌冷笑着直接起身去厕所方便去了。林峰眼神闪过一抹杀意。潘宏斌啊，潘宏斌，这可是你逼我的。他也转身离开，跟着去了卫生间。路过政法委书记宋建国的时候，林峰道了一句谢谢。谢谢你啊，宋书记，替我说话。没有，我也只是实事求是而已。你这段时间干得不错，要坚持，不要气馁。谢谢宋书记的鼓励，我会的。从宋建国的眼神和语气中，林峰更加怀疑宋建国的身份，暗暗思忖，看来要找个机会具体问一下。宋书记，我去趟卫生间。去吧。潘宏斌方便完了之后，正打算离开，林峰拦住了他的去路。潘书记，我这儿有段录音，不知道潘书记是否感兴趣？录音？什么录音？我一点都不感兴趣。背锅的人选：张康的自首，刘艳茹的副主任，我和姚总照片的来源当举报材料，一石三鸟。潘书记这一招够漂亮的啊，我差点都招架不住了呢。潘书记，这录音如果你真的不感兴趣，我可就拿给张书记了。我相信张书记肯定会很感兴趣的。林峰，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些的？想死还是想活？要不潘书记给个痛快话。林峰，我问你，这录音你是从哪儿来的？我问你是想死还是想活？我只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3秒钟之后，这录音会出现在张成功的办公桌上，当然还有临江市纪委监委的办公桌子上。3、2。林峰哥，我认输，我认输。潘宏斌终于低下了脑袋，这意味着从今日开始，从此时此刻开始，林峰将会在辉明县彻底打开局面。现在你能告诉我，这录音你是从哪儿来的吗？段斌给我的。人之将死，死之前不用用它，可惜了。段斌这个家伙反复横跳的太久了，也是时候付出点代价。不可能，段斌对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搞这种私下里录音的事。是吗？当天晚上现场只有你们3个人，刘艳茹正在升职，难道是她，或者说是你自己？潘宏斌无话可说，站在原地，头皮发麻。不可能，不可能啊！段斌怎么会背叛我？潘书记，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啊？段斌的老婆小兰，你真觉得段主任能接受？别说他要整你了，他就是要杀了你我都不意外。还想不明白吗？哪个男人能受得了这种气？潘宏斌，如果是你，你觉得你能接受吗？那自然是不能。所以啊，你自己在这儿好好想想吧。后续还有什么事儿需要你办的话，我会再找你的。说完，林峰扬长而去。
众人回到会议室，会议继续。好，同志们，我们继续开会。潘书记，你继续吧。同志们，那我们就继续开会了。回到刚才的话题，说完了不好的地方，我们就该说好的地方了。张书记也说了，奖惩分明。唐县长刚刚到任，辉明县就为我们解决了3000多万财政亏空的问题，这是多么大的能力，多么大的功劳啊！我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们整个辉明从来都没有过的战绩。更是在昨晚休假期间，唐县长带着县府办代主任林峰同志深入基层，为民解忧，不仅发现了本土企业赊酿酒厂所遇到的经营危机问题，更是直接查处了刘大志的违法经营问题，并检戒破了刘大志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大案要案。张书记正好借着开会的机会，我建议您和县委对唐县长和林峰同志这样有才干、有能力的好同志加以表彰。此话一出，不仅是张成功懵了，唐雪岩懵了，就连与会现场的所有人也都听出这话里话外的不对就来了。玩急着反差吗？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不错，奖罚分明。唐县长和林峰同志居功至伟，身先士卒，深入基层，的确是需要表彰。张成功随口搪塞了一句，本以为可以暂时这么过去，想要继续看看潘宏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没想到接下来这位潘副书记的话更是让人惊掉大牙。段斌，根据我的了解，在唐县长和林主任下基层查问题、为群众和民企办实事的时候，你一直在横加阻拦，反复横跳，这是为什么？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你务必给我一个解释。潘书记，不是我，你要说什么？段斌瞠目结舌，张了张嘴，却像是吃了一大口粑粑一样，一时间竟完全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了。不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潘书记，你不知道该怎么说是吧？那我来说，张书记，今天我就当着您和县委的面说说这个段斌同志的极其严重、极其恶劣的问题。好，你说说吧，潘书记，什么情况？段斌，我来问你，唐县长和林主任要去赊酿酒厂去实地考察企业经营情况的时候，你拦着不让他们去，是什么意思？是你不了解赊酿酒厂的具体经营，还是心里有鬼？我是不太了解经营，本意是考虑着从长计议，回来开个会商议之后再进行正式的调研的。那就是你定点帮扶小组组长的职务渎职。赊酿既然是县委办抓的点，你为什么不太了解经营状况？而且据我了解，赊酿近3年来无数的罚款单，该干的不该干的，该罚的不该罚的全罚了，全干了。你就是这么扎点的，你就是这么大力扶持民营企业的。哇！段斌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状况，还以为潘书记是在下一盘什么大棋，所以只好硬着头皮打配合，说不定是先打个板子，让自己表个态，趁此机会让自己入场呢。是潘书记，我承认我的过错，请张书记、唐县长、潘书记放心，我一定会谨记这一次的经验教训，我深刻检讨，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保证下不为例，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下次你还有下次吗？这还只是你工作能力不足的问题，予以改正倒是可以理解，但是你的违法犯罪问题触及法律红线，这可不是改正纠正就行的，法律的问题必须由法律来制裁。潘宏斌直接拿出了手上的材料。张书记，根据可靠信息，咱们这位县委办段主任为了避免群众的信访和举报，竟然给相关民营企业主、企业法人的手机以绑架劫持通讯基带的方式监控他们的一言一行。潘书记，这件事我可以解释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好啊，你要跟我说什么？说，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来。段斌本想直接指控潘宏斌绑架通讯基带的事儿是你授意我做的，为的是给你小舅子的生意，或者说是给你自己的生意开辟道路。可是话到嘴边，段斌不敢说，最终段斌只能咬着牙无奈承认。我错了，潘书记，各位领导，这件事是我一时糊涂，我在定点帮扶民营企业过程中存在厚此薄彼、顾此失彼的情况，我检讨，我深刻检讨。检讨？你检讨有个屁用？你检讨就能给那些被你带来经营问题的企业逆风翻盘吗？有多少民营企业兢兢业业、守法经营、积极纳税，就是被你这种人给压制的喘不过气来，最后不得不倒闭、关门停业。段斌啊，段斌，当官不为民做主，你不如回家卖红薯。你说你的检讨值几个钱？如果检讨有用，还要法律法规干什么？干部身份不是你的免死金牌。段斌人都麻了，他只想这地缝都没出钻的会议现场赶紧结束，自己非要找潘书记好好问个究竟不可。然而下一刻，潘宏斌的发言更是撼天动地。张书记，我以县委专职副书记的身份报请县委，并提议将段斌的职务予以调整罢。从他的工作态度和成绩来看，德不配位，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也正好借此机会让他下去锻炼锻炼吧。此话一出，全场皆惊，没人知道潘宏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包括张成功都一头雾水。对于张成功来说，他对现在的局面是喜闻乐见的，不管潘宏斌是在断臂求生也好，是在谋划大局也好，他自己主动搞断臂，就相当于自断一臂。那么对于自己这个一把手来说，你们斗来斗去，坐收渔翁之利的不都是我吗？这就是一把手的绝对优势。想及此处，张成功几乎是毫不客气的就顺水推舟了起来。段斌，刚才潘书记说的事实，你是否承认？真是触目惊心。你身为县委办主任，亏我还一直在考虑你的入场问题，可是你呢？胆大包天，胡作非为，你居然能做出这种事？你把县委办公室当你自己家了？你是不是疯了你？我不是的，张书
书记，您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你不必解释了，你还是先好好反思你的问题吧。我看潘书记说的不错，既然你缺乏基层经验，我看我和县委以及县委组织部是要考虑你要到基层再夯实基础、历练的问题了。现场气氛的陡然反转，让原本就气氛怪异的会议更加变得鸦雀无声。没人知道天宫之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局面突然变成了这样？唐雪岩这边，他一开始也是搞不明白的，直到他目光瞥见了稳坐钓鱼台、漫不经心的喝着茶水的林峰，就一下子什么都明白过来了。这个家伙可真魔性，我怎么早点没想到这个办法呢？不能明面上干掉潘宏斌，背地里做执牛耳者，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吗？扩大会议结束后，唐雪岩把林峰叫到办公室去。你也太厉害了，林峰，脑子可真够灵活的。是吗？厉害什么啊？还在我这装呢？你是私下里用你手上的东西威胁了潘宏斌吧？否则他也不可能老老实实的自断一臂来断臂求生。这你都猜出来了？都这么明显了，谁猜不出来啊？不过这办法真是太好了，中场休息的时候玩的这一出挺好。如果不是这一把利剑直插心脏，今天这场会议简直就是我的酷刑，快被潘宏斌给逼到墙角去了。这就叫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潘宏斌多行不义必自毙，以前吃下去的，早晚有一天还要吐出来。这个办法倒是不错，唯一遗憾的是没能搞死潘宏斌这个腐败分子，有点便宜他了。潘书记，什么意思啊？整我啊？段斌，你现在到我办公室来，都已经不敲门了是吧？你想干什么？潘宏斌，为什么要整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还敲门？我敲门个屁！今天在扩大会议上那么说我政治前途都没了。现在张书记在会上已经说了，要协调县委和组织部要重新考量我的去向。潘宏斌，我完蛋了，你懂不懂？段斌，你给我滚出去！行，潘宏斌，我出去。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疯癫成这样，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要这么搞，咱们就走着瞧。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段斌，滚出去！段斌扭头直接离开了。潘宏斌陡然间呼吸变得更加重，他甚至感觉自己有点呼吸艰难，有些难受。怎么回事？怎么天花板上都有点五颜六色的？被这群小畜生给欺骗了吧？老子这是真是气煞我也，气煞我也啊！另一边，县委书记张成功办公室，小柳啊，今天这会议现场气氛不对啊，潘宏斌怎么突然发癫去整段斌呢？不好意思，张书记，我虽然是您的大秘，但是我很惭愧，真看不出这是什么情况，太古怪了。不对，我想起来了，会议的前半场他还是跟我非常默契的，配合的非常好，但是就从后半场开始，这个家伙突然就像是换了个人一样。是的，张书记，的确是这样，我也想起来了，一开始他一直在剑指唐县长和林主任，但是后来突然就从批评和针对变成了褒奖和表彰，然后就把段斌拿出来献祭了，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一把剑悬在了他脑袋上，他不得不这么做一样。中场休息的时候，潘宏斌去哪儿了？你注意到没有？没注意，我去查一下监控。算了，我亲自去找他。县委副书记潘宏斌办公室，他倒在沙发上，口吐白沫，身子颤抖，眼睛瞪得老大，行动受限。老潘，什么情况？这是小柳，赶紧给我过来，马上叫救护车。好，我马上叫救护车。另一边，九州资本董事长姚世敏办公室，刚才进门时候，我看楼下人来人往的，是在招聘。志涵的主意，公司正在疯狂招聘。他的意思是说，那些前朝旧部、以前天宇地产公司的老员工要陆续全给踢出去，统统赶出九州资本。上次没赶走那群人吗？那些老员工一看地价突然翻倍，就在这间办公室，他们全都涌了上来，痛哭流涕，有的自己张嘴跟我道歉，为自己的无知表达歉意，还有2个人都直接跪在我办公桌前面求收留了。我也是心软了一下，就让他们继续留下来了。但是志涵不同意，最终他给我的折中办法是暂时让他们继续留在九州资本工作，但是他必须陆陆续续的布局，把这群人全给踢走，通过招聘招揽人才的同时，培养公司的骨干力量和亲信。听到姚世敏的话，林峰忍不住眼前一亮。姚志涵这个今年才大3，距离大学毕业还有1年多的姑娘，不愧是后世的是省乃至国内都大名鼎鼎的知名女企业家，有手段，有谋路，有魄力，有远见。说到这，我更要感谢你了，林峰，那几块地还真的大赚特赚，太厉害了你！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信息的？不仅是那80亩，还有杜老九那将近200亩地，单是地价都让我们反手赚了几千万。内部消息是没有的，纯粹是个人的判断。林主任，有些事我想不明白。什么事？是这样的，众所周知，地产公司的贷款都是本地农商银行和发展银行提供的，只有本地的银行才认可本地的住宅用地的价值，才能给做土地抵押。拿到贷款之后，我们开发企业才能够有周转资金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可是现在政府对相关地段的3通1平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本地的农商银行、发展银行2家
压，居然同时要限期收回贷款。啥玩意儿？理由呢？没有理由，土地在抵押状态，而且抵押贷款合同上存在一定的霸王条款和漏洞。他们要限期收回贷款的话，我们就变得很被动，而且一点办法都没有。2家银行同时抽贷？是的，所以我这2天一直在加班想办法。对于这么大体量的项目来说，银行一旦抽贷，就相当于蛇被打了7寸，我们连半个月都撑不住。我也去找银行相关负责人去接洽了，但是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根据相关考核和综合评定，这是他们的综合判断，任何人都无法更改的。放屁，这都是糊弄人的。这是有人在下一盘大棋啊，而且是专门针对九州资本的一盘棋。什么意思？先进行抽贷，斩断你的活动资金。如果没猜错的话，杜老九那200亩地打白条的欠款，他也在以各种理由找你接洽，要你提前支付吧？不错，我已经接到杜老九的电话了，他说自己也很需要钱，要求九州资本尽快支付那一笔钱。那就对上了，多方资金收拢，剑指九州资本，这是有人在背后整你。银行先抽贷，断你的现金流，用不了多久，一旦你公司因为没钱而运用受阻，银行就会按照相关程序执行你的抵押物，进行法拍完成资金回笼。到时候你不但背上巨额债务，这合计280亩的地也会以一个非常古怪和低廉的价格，由银行作为债权人拍给第三方公司。没猜错的话，这家第三方公司100%是城南杜老九的杜氏集团。等到这一天，你曾经的欢喜，曾经的价值倍增，自以为赚得盆满钵满，都会变成梦幻泡影，不过是空欢喜一场罢了。到时候你将会一无所有啊！也就是说，这盘大棋是杜老九联合本地农商银行在下，专门整我的。杜老九没那么大本事，能玩得转这个局的，还得是有权，有钱可远远不够。那会是谁啊？当初联合杜老九一起顺水推舟，打算把杜老九手上囤积的荒地卖给你的人是谁？张成功。不错，在一个县里能够一句话控制本土农商银行，哪怕不惜损失自身利益也要传承这个局的人，也只能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了。那我们怎么办啊？按理来讲，对付你的人有钱又有权又有势，天时地利人和占全了，我们是没有办法绝地求生的。但是真正的强者都是在下戏中绝处逢生，才能冲天而起的。我告诉你一个破局之法。什么破局办法？快说来听听。他们不是要抽贷吗？抽贷的目的就是让你没有钱继续运营，我们就不用他们的钱了，从老百姓手里把钱拿出来，不按常理出牌啊，让那些仗着权势钻研牌局的人大跌眼镜也没什么不好。让老百姓出钱，你的意思是先收一部分住宅款？准确来说是预售制度。预售没有这样的政策啊？昨天没有，明天有就是了。当初买下这地块的时候，县委和县政府可是当着整个民营企业家大会上承诺了的，会在政策上给你开绿灯。更何况县长唐雪岩，唐县长对你是非常关照的。我今天来找你，就是唐县长的意思，就是专门看看民企有什么需求，我们就提供什么帮助，大力发展第2、第3产业，大力发展经济，未来将会是辉明县3年打造全国100强县的工作重点。那太好了，预售制度可以提前收拢资金，用百姓的钱办百姓的事。不过问题又来了，老百姓能信任开发企业吗？还是一个基坑，就卖房见不到实地东西，没有人会相信的。老百姓都是非常谨慎的。主打一个稀缺，不跑不入场，连进场机会都没有了。不接受预售可以，那就让你再也买不到绝版地块和绝版户型，全部盖成高端改善盘，把容积率控制在2.5以内，绿化面积力争达到55%以上。宣传口号就是只用1半的土地盖房子，天然气、暖气、双气入户，电梯高层，在家中俯瞰全城的同时，背靠护城河，城东的一条大河尽收眼底，家门口的河景房，除了地段优势之外，我们还要配套完善，由九州资本出资捐建县直属小学、初中等一体化9年义务制学校，师资力量、教育配套全部由九州资本出资捐建，将这家学校打造成县直属高端一贯制学校，专门为我们的楼盘配套而生。姚世敏听着这些，就像是听天书一样，这也太敢想了吧！要知道，现在可是2009年，这个年代，但凡是个电梯房，都已经是人上人了。就这样的地段、户型、容积率以及周边配套的房子，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跑步前进，再不买就买不到了。到时候资金回笼，我们按时交房，完成闭环，皆大欢喜。当年规划，当年建成，当年交，漂亮。张书记，忙着呢。你怎么又来了？现在县委县政府情况特殊，我不是提醒过你不让你直接来我办公室了吗？张成功有些不悦。县委副书记潘宏斌几天前突发心脏病和脑梗紧急入院，在脑卒中中心到现在都还没醒过来，暗地里的争斗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这个时候你3番2次跑过来，那影响可太不好了。张书记，主要是我着急啊。着急什么？什么事儿？长话短说。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书记，预售制度是怎么回事？我们可是正在联合辉明农商银行的胡行长对九州资本进行资本猎杀和联合围剿啊，目的是让九州资本在开始盖房子之前就资金断裂啊。现在正是最关键的阶段，姚世敏都已经慌张起来了。可是你们呢？县政府现在给他大开绿灯，搞出了一个什么狗屁预售制度，我真是闻所未闻。当初让姚世敏接盘那荒地的时候，我们班子跟人家承诺了，在未来的工作中要给予优先权和政策倾斜的，总不能让我们说话不算话吧？我现在如果拦着不让，人家该说我这个书记没有公信力了。再说辉明要打造100强县，这是大政策，省市各级政策浩浩荡荡，我要是拦住，倒是显得我没眼力见了，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那不能可着我一个人坑吧？张书记，我吃了那么大的亏，我现在还眼巴巴的打算把那本属于我的地块给收回来呢。那要不然你给我也开个绿灯，把预售证也给我搞一份，我也要。你要预售证干什么？你现在手里还有地开发楼盘？嘿嘿，刘大志进去之后，他那砂石场不是要被查封了吗？那砂石场正好在城东，和姚世敏那几块地隔河相望。砂石场被查封之后，我打算买下来开发楼盘，地理位置的优势几乎和姚世敏的尊荣府不相上下，我好歹赚一笔回血吧。呵呵，杜老九啊，杜老九，你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我说实话，张书记，我这段时间吃的亏够大了，我都失眠了。这块地我是非要拿下来不可。那可不一定，就算是我同意，唐县长会同意吗？九州资本现在跟他穿一条裤子，九州资本又拿下了和县府合作的绝对优先权。就算是刘大志的砂石场被查封之后，真的能够顺利改变土地使用性质，你以为到时候姚世敏会不跟你争？又是优先权，什么狗屁优先权？他反手赚了我几千万，还想优先多少次？张书记，你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不是我不给你做主。你看看这个吧，这是什么？捐建学校，从小学到初中义务教育阶段一贯制学校，完全由九州资本出资捐建。要不然你也捐一个，我也好为你争取一些政策之类的，否则我说不出口啊。我捐个屁啊！我被坑了几千万，我找谁说理去？我还捐学校？你看我像冤种不？张书记，你不要被他的手段给蒙蔽啊！他捐建学校可不是什么善心，他是为了给自己的楼盘做学区配套，根本不是做慈善。谁都知道这不是什么慈善，但是你能说这行为有问题吗？违法还是不道德都没有，恰恰相反，你说扩天，这都算伤人善举。我非但不能说什么，还要以县府名义给他表彰。杜老九张了张口，无话可说，气得直跺脚。阳谋，这特么纯是阳谋啊！这个女人太能闹腾了，她会的真多啊，怎么能这样？你也知道是阳谋了，但凡涉及阳谋，那都是无解的。我告诉你，姚诗敏这个女人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你不要小瞧了她和九州资本。那我该怎么办？张书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要眼睁睁的看着我城南的生意越来越差，人家一步步飞黄腾达。那倒也不至于，你真觉得预售能卖得出去房子？杜老九，你也干了这么多年生意了，你觉得这套路在老百姓身上行得通吗？行不通，绝对行不通。老百姓虽然好哄骗，但是他姚世敏的九州资本毕竟只是一个刚刚成立的企业，既没有资金，又没有过往成绩，没有信任背书的房产企业，是不可能卖得动的。这就对了，和你杜老九比起来，这个女人没有任何资本优势，你还担心什么呢？说到这里，杜老九的情绪这才终于稍微缓和下来一点。张书记，我明白了，领导就是领导，您三言两语就让我醍醐灌顶，谢谢。彩虹屁就不要拍了。至于你说的刘大志的砂石场那块地，我必须拿下的，张书记。城东的地段你知道的，能开发住宅的地块非常有限，要不是这次刘大志这个王八蛋胆大包天的出了事，我都很难再找到好的地块了。关于这块地的事，我会想办法给你争取的，绝不能再流走。但是有一点，你要做到心中有数，这块地价格会非常高。城市的东扩南移政策已经落地了，现在谁都知道未来规划和发展方向，你想争取可以，但是捡漏就不可能了。在牡丹价上，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一亩地是多少钱？按照我的经验，初步估计牡丹价不会低于7位数，折合楼面价都要达到2000以上每平方了。那不行啊，张哥，那我太亏了啊！当初姚诗明买的那80亩才10万块钱一亩，而后来从我手上搜刮的那200亩更是令人发指的，才6万块钱一亩。现在要我花100-200万的牡丹价，这前后才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不成了大冤种了吗？啊！此一时彼一时了，你跟我喊没有用。你如果有人家的魄力和眼光，不说拿下先期那80亩，你就是把你手上的200亩保留到现在，你躺床上都能挣几千万了。所以说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那我知道了，张哥，贵就贵吧，就算是贵，这块地未来也肯定有利润的。你能这么想就对了，商业头脑是向未来看，而不是看过去。另外，我再给你指条明路，九州资本的楼盘预售成绩应该很快会出来了，大概率是卖不出去什么房子的，所以你提前联系一下农商银行的胡行长，要抓紧时间，务必做到快稳准狠，给姚诗敏上难度，抓紧时间抽贷，打他的7寸。如果顺利的话，到时候那地块还是你的，围剿计划依然会成功，有惊无险罢了。好的，张书记。杜老九两人又谋划了一些事情之后，这才匆匆告别。对于杜老九来说，生意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于张成功来说，人事才是最重要的。这2天，张成功一直在考虑局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谁在背后下棋？这个下棋人和姚诗敏背后的高人是否为同一个人？是唐雪岩还是林峰？亦或者是他们背后的人？太多的事情根本就搞不明白。潘宏斌是已经废了，大概也是植物人了，就算是能醒过来，也会失去意识。这就意味着潘宏斌那天在大会上的突然2极反转的原因，会成为一个秘密，一直带进棺材里。还是去见一见林峰吧。
很快，张成功来到了林峰的办公室。林主任，张书记，快坐快坐，我给您倒水，有什么指示？呵呵，指示谈不上，在办公室待久了，散散步，转到你这来了，看看你工作怎么样。小林啊，来县府办马上就1个月了，工作怎么样？方方面面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原来是这样，多谢张书记关心，还挺好的，就是忙了点。嘴上说着寒暄的话，林峰可太明白了，这是来试探我来了。忙什么呢？关于九州资本新楼盘尊荣府的预售问题，大定成绩应该很快就出来了，我现在就等电话了。是吗？这个办法非常大的，你们年轻人有魄力，挺好啊，哈哈。都是张书记的大力支持，谢谢书记。对了，上次潘书记会上说要给段斌的职务调整调整，你有什么看法？关于人事调整，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林峰一怔，这试探的力度好大，这事儿是我能说的吗？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不错啊。张书记，这哪轮得到我参加意见啊？这是闲聊还是闲聊吗？那我还是先听听张书记您的意见。根据我和县委的商议，本着干部使用条例和相关规定，对于段斌的人事调动问题，基本上是本着级别不变、职务调动的大原则的。张书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是有点拙见。你说，段斌的工作能力还是可以的，但是做出以技术手段挟持民企企业主通信基带这种事，实在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是他吃了没文化的亏，所以不如让段主任去做一些文化相关的工作吧，既能锻炼能力，也能提高自身的素质。这个大方向很好，想法也很妥善。具体呢，有没有什么合适职务？去县文联做个党组书记吧。我也是正好看到最近几天原文联书记老同志要退休了，刚好是个空缺，级别也正好对应。张书记，在我看来，文化事业也是非常重要的。县文联分管了诸多协会，比如作协、舞协、音协、美协、书协等等，人员众多。这些社会团体单位成员复杂，协调难度大，也是一个需要统筹能力的部门。对于段主任来说，有县委办的工作经验，又没文化，让他过去，算是买金子的碰上卖金子的，正好对口，相互成就，职务和个人互相成全，这就很好吗？张书记，我就是随口一说啊，咱们是闲聊，因为我实在是没有资格评论这种人事调整问题的。哈哈哈，好啊，你们年轻人脑子灵活，考虑事情比较周到，的确是个不错的想法。那这样，你的建议，我和县委组织部会认真考虑的。事实上，张成功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了。潘宏斌的自断一臂之举，果然是和你小子有关，绝对是脱不了的干系。张成功很满意，自以为套路深厚，甚至都并没有意识到，这也不过是林峰主动暴露给他的而已。那你就继续忙着吧，我走了。我送您。不用。张成功离开了。不多时，唐雪岩就把林峰叫到了办公室。刚才我看到张书记去找你了，什么情况？林峰把一系列的对话全都说出来了，唐雪岩也瞬间就明白过来了。你小子有前途啊，向你抛橄榄枝，人家这是拉拢你来了。没事儿，还是多跟书记走动走动，说不定回头能提拔你呢。呵呵，醋坛子打翻了。屁话，我吃你的醋。林峰，你开什么玩笑？言，张成功是不是在拉拢我？还要看我给出的意见，他会不会考虑段斌会不会真的被调到文联去？第二，某种角度来说，他不可能是在拉拢我，而是在试探我罢了。试探你？你想啊，咱们这位书记心明眼亮，可是最近几天却亮不起来了，情况的骤然变化让他也有些无所适从了。尤其是潘宏斌突然变成了不省人事的废人，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当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一把手变得两眼一抹黑，搞不清楚情况，他能不着急吗？唐雪岩听完了这话，才算是欣慰的点头。算你还有脑子，我还以为你真把这事儿当成橄榄枝了呢。怎么会呢？我永远都是你的人呢。就在这时，萧红叶火急火燎地走进来。唐县长、林主任，有大事发生，而且是2件。什么事？第一，刚刚县委组织部内部发了通告，免去县委办段斌主任职务，调任回宁县文化艺术界联合会任党组书记职务。林峰瞪大了眼睛，采纳这么快，难道说真是橄榄枝不成？第二件事呢？第二，九州资本预售制度买房订单量结果出来了，尊荣府楼盘爆单了。林主任，肖秘书，准备一下，我们去一趟九州资本。好的，好的。对了，林主任，段斌已经站在你门口10几分钟了。好，我知道了。林峰，怎么了，段主任？你是恨不得把我整死吗？让我去狗屁文联做什么党组书记？那是什么衙门？你不知道吗？到那种地方，基本就是养老岗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段主任，这是板子打错地方了吧？你的事儿我也听说了，但是你的人事任免，轮不到我一个小小的代主任来插嘴吧？你找错人了。谁不知道张书记今天也来你这间办公室了？来我这间办公室怎么了？又能说明什么呢？段斌，你这个人啊，本质不坏，但是张口说话最好是别这么口无遮拦，否则祸从口出，你总有一天会追悔莫及的。段斌自知回天乏术，于是改变了称呼。林主任，潘宏斌书记在脑卒中科室，大概率是醒不过来了，脑梗外加一定程度的出血，喊我一下子就成了弃子了。林主任，你赢了，赢得漂亮且光彩，就连张书记都来你办公室坐坐看看了。整个大院谁看不出来你林峰是最后赢家？呵呵，你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啊？我错了，我以前在工作中对你不够尊重，不够配合，我知道我错了，我保证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错了，林主任，我不想去清水衙门，你这次但凡为我说一句话，帮
帮我，让我留在县委，我以后完全听从你的指令。能说出这句话，证明段斌是真的服了，怕了也怂了。大势的裹挟之下，他知道自己这种无权无势的小人物是翻不起风浪的。段斌，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这一句话已经是明确的拒绝了。段斌知道回天乏力，整个人一下子就瘫软了不少。林主任，杀人不过头点地，你真的就不能？行了，我还有事要忙，到了新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好自为之吧。段斌可能这辈子永远都不会知道，那天在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潘宏斌为什么突然调转枪口对准了他。但是那又如何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秘密，会随着灵柩长埋深谷之中，永不面世。哈哈哈哈！林峰啊，林峰，你这个人不缺手段，我也承认你有能力，可是目中无人，刚愎自用，恃才傲物。你是不是觉得你赢了这一局，你就可以在回民县横着走了？不愧是秘书出身啊，翻脸比翻书都快。翻脸不至于，我只能说，林峰，你小心点，回民县的水深着呢。你赢了这一次，只会让你死得更快。你以为你露脸了，但我告诉你，地狱之门已经冲你打开了。所以林峰，该好自为之的人是你。说完，段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下午，九州资本会议室，唐县长，这种打破常规的预售制度简直是神来之笔，感谢您的大力支持和政策支持。昨天晚上一夜之间，我们尊荣府一期涉及大小户型共计9栋楼，720套房子全部销售一空。销售一空，一套都没有了，完全是疯抢的。唐县长，这次楼盘销售情况直接解决了九州资本高达几亿的债务问题。根据相关税务政策和法规，预计可为县政府纳税接近4000万。同时，楼盘开建到交付到客户手中，预计能够为辉明县解决10万以上人口的就业和劳动岗位问题。其次，房产开发上下游企业、砂石料、板材、钢筋、给排水、电力、重工等先期工程，以及后期的装修物料、木材、水电、家用电器、室内装修人工等等。总计能够撬动数十亿的县 GDP。本来这些数据是不需要一个商人给县长汇报的，姚志敏之所以选择说出来，一来今天这不是县长调研，完全是私下里的接触，自己要邀功也无可厚非；二来姚世敏这是在表忠心，表明立场，同时强调九州资本的优先权，倒逼县长在未来保障自己的约定权益。话外之意就是合作愉快。好，这个答卷成绩我非常满意，但是我要说的有2点。第一，老百姓相信你们，信任你们，愿意认可预售制度，一张规划设计图就真金白银的买房，那么你们务必保证让客户所见即所得，后续开发建设中不许降标减配，不许弄虚作假，不许实物不符。是，唐县长，我们保证牢记3不许。第二，生产安全是重中之重，安全还是安全，明白？里边，城南杜老九办公室卖空了，居然他妈的卖空了，那都是我的地啊！他花了区几百万，先是地价涨到了几千万，现在又靠着一张规划图卖了几个亿，拿到了几个亿的现金，这是逼着我杜老九脑梗了。杜老九身边的副总名叫赵进，此人以心狠手辣、阴险歹毒著称。在杜老九靠上章成功以后，很多事不能亲自做以后，赵进就展现出了强大的个人能力，并深得杜老九的赏识，每次总是能够出人意料的为杜老九解决大量的麻烦。九爷，我有一计。什么计谋？说来听听。九州资本运气好，现在可太露脸了，风头正劲。如果不想个办法压制，把姚诗敏那女人的脑袋摁下去，我们会特别被动。别的不说，单说砂石场那块地，如果我们要争抢，面对一时风光无二的九州资本，我们就抢不过。所以现在不仅仅是收拾他们出口气的问题了，还有打压他们嚣张气焰，为我们拿下那块地做准备的事。说的没错，你有什么办法？干工地哪有不出事儿的？她一个女人家没有经验，工地上要是死个人什么的，我们再让本地的融媒体给报道一下。且不说大量的客户要退房，单说这个安全生产的问题，他都要立马被有关单位勒令停业整顿了。到时候我们出口恶气不说，正好还可以借着这个机会一举拿下刘大志砂石场的地块。你是说让他工地上死个人，有合适的人选吗？要是没有安排好，我就不来耽搁九爷您的时间了。进来吧。随即2个小弟带着一个建筑工地工人模样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这什么意思啊？九爷啊，如果父亲的一条命能换来3岁可爱女儿的高昂手术费，建筑工地的天台上一定站满了爸爸。一瞬间全部都明白过来了。老兄今年多大了？老板，俺今年43。闺女多大？3岁。什么病？败血症。手术费要多少钱？30万。家里砸锅卖铁，能卖的全都卖了，已经凑了8万块钱，还差22万。是条汉子，我杜老九佩服你。规矩你都知道吧？事成之后不，老板，我现在就要拿到钱。这位赵总最多只能给我20万，我还要再想方设法找亲戚凑出2万块钱，我才可以放心的上路。老板，我现在就要拿到钱。这位赵总最多只能给我20万，我还要再想方设法找亲戚凑出2万块钱，我才可以放心的上路。啥玩意儿？你给人家多少钱啊？20万。九爷，我是考虑一条人命也不值多少钱，20万已经给的不少了。赵静啊，赵静，你可真是个畜生啊！你怎么能这样？两哥，那2万块钱不用凑了，我给你拿22万，现金直接给你。来人，拿现金来。是九爷。
很快，22万现金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全部摆在了桌子上。谢谢老板，谢谢老板，你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你就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朗哥，原本我可以多给你些的，但是这年头生意不好做，你也知道，我虽然是做生意，但是手上也没那么多余钱给你，也做不起慈善家，所以只能22万了。足够了，足够了，有手术费就够了。老板，下辈子我就算是当牛做马，我也报答你救我女儿。那倒不用，我现在只想让你给我一个准确时间，你打算什么时候上路？我再去医院看我女儿一眼，然后随时。好，我给你2个小时时间，2个小时之后你上路，我给你送行。知道了。闺女，好好长大，今后你的路，爸爸不能陪你一起走了。爸爸可能没办法看到你嫁人穿上婚纱的样子了，不要怪爸爸失约，你终有一天会理解爸爸的选择。你要坚强，要好好活着。林峰，你疯了吧？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你还敢上去接？唐县长，今天这个事儿绝对不是意外。那个人从塔吊上下来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他不是一脚踩空，反而像是故意踩空的。没错，因为塔吊没有搭建完成，并不是很高。我也看到了，他跳下来的时候还笑着呢，像是一种从容的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白兴旺。白兴旺是吧？你是这个工地上的人吗？为什么爬上塔吊？上去干什么的？我是工地的塔吊施工员，今天就是在搭建塔吊的。可是没想到上面风大，也不知道怎么了，脚下一滑就掉下去了。林主任，是你救了我吧？谢谢你，非常感谢。我有点害怕，我想先回家去好好休息休息，让我回家吧。情况属实吗？你确定是脚下一滑，不是故意跳的？林主任，您在说什么？我怎么可能啊？什么人会故意找死呢？我真的只是脚下一滑，算我求求你了，林主任，让我回家去吧。我现在很害怕，我要睡觉，我要睡一觉。谁都知道这个白兴旺是在撒谎，白兴旺也知道自己的谎言撒的并不高明，但是谁都没有证据。你不能走，你要睡觉是吧？就在这个房间睡。为什么？林主任，你们不能这样啊！我很难受，我现在就要走。你难受就更不能走了。你放心，如果因为刚才的意外事故，你出现任何身体问题，工地会为你负全责的。你现在还需要保健医的持续观察，留下吧。给我看住他，如果让他走了，我保证送你一颗好果子吃。是，林主任，我保证完成任务。回到办公室后，林峰立即将自己的想法汇报给唐雪岩。唐县长，这个人绝对不是意外，我敢肯定。但是具体是因为什么，需要调查，而且速度要快，这里面没那么简单。没问题，有具体想法吗？给我授权就行。好，给你授权。林峰立刻把电话打给了县公安局局长廖长宇。喂，林主任，有什么事吗？廖局，唐县长令查一个叫白兴旺的人，包括但不限于家庭结构、社会关系，甚至动用你们内部系统调查他最近几天的行迹、通话记录，速度要快。我等你的电话。明白。查清楚信息之后，廖长勇赶紧把电话回拨给林峰。然而不等把信息说完，林峰这边突然又出事了。唐县长，林主任，出事了！工地大门外忽然来了好多媒体记者，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说是听说咱们工地出事了，全部都来要报道，马上就要拦不住了。啥玩意儿？媒体来的这么快吗？此话一出，所有人都回过味来了，这不对劲了，这是有人在背后捣鬼啊！唐县长，这下什么都清楚了，全都对上了。白兴旺有个女儿叫白小田，1个半月以前因为确诊了败血症而入院治疗，人现在就在我们县第医院。因为白兴旺夫妻2人都是无业游民，打零工的状态，高额的手术费他们根本无力承担。但是就在2个多小时之前，一笔30万的手术费忽然有人给交上了，手术现在正在进行中，然后就有了白兴旺刚才的失足之举。有人想要让九州资本的工地出事，一切的发展在对方看来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包括媒体的匆匆赶到，那也就能理解白兴旺为什么不承认，以及为什么着急要走了。一个父亲为了救自己的女儿，他豁得出去，而且还觉得自己不能活，所以他要走是为了继续死。在他看来，只要他不死，他的女儿就没办法活。没错，我大概能猜到能搞出这种事的人是谁了。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要乱说，记住，凡所发生之事皆有利于我。林主任，您的意思是为门口那些媒体大开方便之门，让他们全部都进来，通过他们的镜头让外界看看我们的工地是多么的合格化、标准化、现代化，把现在已经进场的物料、所有的采购单、合格证以及所有的国标证书全部都拿出来摆在明面上。背后的人不是想要借助媒体的力量搞事情吗？那咱们就借力打力，让媒体免费帮咱们宣传楼盘的优点和开发商的良心，让那些买房的客户知道我们是靠实力预售，我们的预售是和老百姓的合作双赢。还能这么玩，妙啊！林峰，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你是一个重生者。啊，什么意思？小说没看过吗？你就跟那些小说故事里的主角一样，聪明的不像话啊！你反派都快被你玩死了。走吧，唐县长，你作为县长，你可能需要亲自去给那些媒体老师们开门。几分钟后，媒体面前那些火热的记者们一个个眼中绽放着金光。唐县长，作为辉明县人民政府一把手，您怎么会出现在民企的建筑工地呢？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唐县长，我们听说这家工地在2小时之前出事了，请问是真的吗？唐县长，您回答一下吧，回答一下吧，唐县长。我出现在这里是因为九州资本是辉明县府定点帮扶企业，而且还是我亲自抓的点，所以我会出现在这里，而且不止今天，未来还会有3次、5次、10次乃至上百次，我会出现在这里。谢谢。至于你们的第2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的小道消息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你们指的工地出事具体是什么事。我想说的是，你们都是媒体人，媒体人博流量可以，但是一切都不能逾越法律红线，找事实讲依据才是你们的行为准则。作为媒体人，如果你们为了流量或者热度去炒话题，我只能说，我以一个县长的身份正告各位，法律绝不容忍任何人的信口开河和胡说八道，尤其是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团体和个人，一旦涉及相关违法违规，有关部门必定从严从重处置。谢谢唐县长的提醒，我们都会依法依规报道事实真相的。那么请问唐县长，我们是否可以进工地看一看，参观一下？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坑，如果你同意，那么有任何问题你肯定藏不住，如果你不同意，那就直接已经藏不住了，等于主动暴露里面有问题，所以才不能进。唐县长，请问你敢不敢打开大门，敢不敢让我们所有媒体带着摄像机进工地？你这个媒体同志说话很不严谨，什么叫我敢不敢？工地的进出涉及安全问题，尽可能存在某些特殊时段能不能进的问题，哪有敢不敢让进的问题？这位记者同志，你是在主观臆想什么，还是在假定事实？你是哪家媒体的？对不起，唐县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辉明县融媒体辉明晚报的记者小孙。晚报是吧？我记住你了，回头我会责成宣传部跟你们报社对接，重新考核你作为一名记者的专业性与合格性问题。姚总，安全帽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一共200顶，让现场所有记者同志们进工地都绰绰有余的够用。好，分发下去，所有人佩戴上安全帽，可以进去看了。请姚总亲自陪同大家接受广大记者媒体朋友的采访。好的，唐县长。